大家别抢，每个人都有的。我都饿了3天了。这女武神还算心地善良，竟然给我们施粥。哇，这就是女武神的雕像吗？统治这座城池的，竟然是这样一位绝色尤物。唉，总算吃了顿饱饭。我就说，女武神哪有这么好心？我们的家园五战城1年前就被你们的女武神灭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们？好热啊！这不是那个又美又强的女武神吗？啊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为什么在地牢里，还和女武神关在一起？这个感觉，我还没有死，难道刚刚不是梦？我跟她真的……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哎，小家伙你也醒了，太好了！你醒了？那个，咱们我只是钱财被劫后误食了毒粥，所以才……有什么区别吗？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姐姐气色很好呀，看来昨晚睡得不错呀。不知那边的人听完了耀眼如苍穹的姐姐和一个小乞丐在一起，会碎了多少人的心啊！哎，姐姐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传到每个人的耳里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回味无穷的话题。你被人推翻了？不是！哎呀，你不也看我了吗？有没有吃亏？你想死，我现在就成全你！啊，好，我没看，我只是在想办法出去。嘿嘿，我的小虫虫果然是无所不能的。他那是什么眼神吗？你扶我上去。你是女武神，那么厉害还用我扶啊？我中了毒，现在浑身无力。哎呀，不服！我被人打瞎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别打了！我扶还不行吗？不是说浑身无力吗？还这么暴力，不过也值了。哎呀，人呢？拉我上去啊！哎，女人啊，果然是越漂亮越不能相信。哎呀！穿上，我拉你上来。哎呀，使劲儿啊！你怎么这么重啊？看来毒素在她体内还没排出啊，跟个弱女子没什么分别。跟我走，别发出任何声音。你确定能从这里逃出城外？你也可以自己走。哎呀，还得爬多久啊？我快不行了。你体能也太差了。我就是有点贫血。起火了，快逃啊！救命啊！流金火龙，你们看，这个光景还满意吗？这位木龙尊者，我们与你并没有深仇大恨，为何要？我告诉过你们，我要的是他，结果他人呢？哼，看来还是我太过仁慈了。这座城池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大人，他与一名乞丐共处一夜，你又何必对他念念不忘呢？小女纯洁娴雅，又有几分统兵礼成的谋略。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小女今日就可以与您成亲。你说什么？你们怎么敢动他？他若是珍珠，你和发臭的泥沙没有什么区别。
们这些生长在烂土中的贱民，没有必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你笑什么？我明白了，在你成为慕容师之前，不过也是那个女人眼中的妮莎。你竭尽所能得到她的青睐，她对你却冷淡如奴仆随从。终于，你遇龙而来，今非昔比，期待她能对你刮目相看。可她却被我毁了。你日日夜夜迷恋的女神与一个乞丐在一起。住口！你给我去死！即便这样，黎云姿也只能是我罗啸的。慕容师，这永城彻底毁了呀！还好我们逃出来了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与你为敌的人发现你跑了，说不定会四处抓你。你现在实力又还未恢复，不如先到我那儿避一避。带路。唉，赶了3天3夜的路，终于可以睡了。权位被夺，名声被毁，永城更是不知为何被人彻底摧毁。他却不得不隐忍内心的怒火与屈辱。在他眼中，我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乞丐吧。唉，好香啊！我养的大肉蚕呢？蚕蚕这么可爱，你怎么可以吃蚕蚕？我饿了，你家没别的食材了。哎呀，我的祖宗，你别吃了，我给你去买肉饼还不成吗？哎，没想到啊，看上去貌若天仙，气质不凡，扎起蚕来竟然这么残忍。要说这世上啊，最尊贵的当属龙了。这个大地有着一股奇妙的力量，那就是不管什么生灵都有一定几率化龙。传说万物生灵都有一道自己的龙门，越过之后便可化身为龙。有一种人，他们寻找化龙的规律，助有几率化龙的生灵越过那一道龙门，这种人被称为慕龙师。哇，我将来一定要成为慕容师。不过成为慕容师后，一定要一心向善，不能滥杀无辜啊！爷爷，想找到化龙的幼灵应该很难吧？近几个月有传言，幼龙爱吃大肉蚕，若有吃肉蚕的幼灵出现，一定要捕捉，化龙的概率会很大。啊，我家里就养了很多大肉蚕。所以呀，最近肉蚕的价格大涨，我们小桑镇靠养蚕为生，可以发一笔喽！我的大肉蚕呐！我回来了，快尝尝我买的肉饼。人呢？我走了，不要找。以后你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就这样走了？那我会成为你一辈子的耻辱吗？其实，算了。白起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再也回不去当年叱咤风云的日子了？不过，平凡也挺好，没有压力，不用烦恼，人家还不用咱负责。走，带你吃饭。啊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还悄无声息的，吓死人了。有事，你扮演我族里的人。他的族人，祖龙城邦的李家。你说要一起上路的人，便是他吗？他先来一步，已经向族里禀告了我现在的情况，我让他在这里清扫我逗留的痕迹，随后即刻回祖龙城邦。看我先发制人，掌握主动权。
女君，族里令属下带您回去，可没有准许陌生人同行啊。您身份尊贵，又如此端庄美丽，属下建议您不要相信来历不明的人。什么来历不明？我本是族内。罗啸以前是我父亲院内的侍从，现在更是慕容师，不是你说的来历不明者。哦，也算同族子弟。那咱们就一起上路吧，相互之间也可以有个照应。这是那条灭了永城的龙，看来这个罗啸要杀的可能是我呀。他不知道和黎云姿发生关系的那个小乞丐是谁，索性直接灭了整座城池。哎，说罗啸以前是你父亲的侍从，那现在不是了？他曾私自偷窥我练剑。谁？被我发现后，他便被我父亲逐出了家族。只是看个练剑就被赶出家族，我夺了他的真剑还安然无恙，真是福大命大呀。他心中有怨，现在成了慕容师。他没有直接掳走你，是因为他想借此机会重回你们大族。他这是强行护送，途中会不会狂性大发都难说呀。这小子老围着女君嘀嘀咕咕的，真令人火大。你想谋杀女君呐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火龙脾气有点暴躁，落地的时候粗鲁了点。不过，你身为黎家族人，怎么敢妄自触碰女君的身体？滚下去！诸侍卫他刚入驯龙学院，幼龙未成形，有劳罗先生了。还没成为慕容师，就踏足这块野蛮无土，祝小兄弟真是勇气可嘉。这人一路百般试探激怒我，还好我能忍。下面就是祖龙城邦了。哇！相传祖龙城邦是由一头始祖龙的身躯所化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荒唐！主子先别动气，人没事回来就好。连自己的名节都保不住，你将来如何能保得住这座四面楚歌的祖龙城邦？主上，属下明明已经将永城复制一郡，这件事为何会这么快传回祖龙城邦？住口！轮到你说话了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云姿都为我们城邦立下不少战功。尽管现在声名狼藉，可他统帅的威严还在。他哪还有什么统帅威严？而且他女君之名下的将士，都要和他一起承受这份耻辱。女君之名就此消失吧。你的军卫会分散到其他军营中，继续守在西边战场。祖龙神机继承者也由你妹妹南陵莎来担任，你就幽闭在宫中，不许见任何人。罗霄，罪仆在。你的龙是流金火龙。是。没想到你离开黎家倒有一番奇遇，这次你做得很好，让那些糊涂的流民们明白我们黎家的人绝不能随意践踏。你就到我麾下吧。流金火龙确实是头潜力无穷的真龙，但也需要足够庞大的资源和名师指点。只要你足够忠心，将来会光芒万丈。多谢主上，多谢主上。我呢？看不到我吗？云姿小姐，不用在意他人看法，我会努力成为黎家的中流砥柱，想尽一切办法让令尊将云姿小姐许配给属下。我罗霄对云姿小姐是一片真心。云姿小姐不用马上答复，只要明白罗啸的忠心与痴情就好。我真的有那么透明吗？我会证明给您看的。还在流血呢，擦一擦吧。虽然他没有迁怒我，但多半也不想再看到我了。我也不好意思赖在黎家白吃白喝，还是先找个地方打份灵功吧，最好还能种桑树，不然白起睡醒没有吃的会闹。说起小白起，他好多天都没钻出来透气了，是在我的灵域里准备冬眠吗？进去看看。奇怪，怎么多了个冰俑？
化龙的征兆，白起即将回归龙位了，太好了！看来我们很快又可以像以前一样，在空中自由的翱翔了。哎，可惜我不是真正的慕容氏，不然绝不会让你变成如今这副样子。放心吧，白起，我一定会搞清楚你的退化之谜，然后助你成长。我会带你重回巅峰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慕容氏。而且，我也不想成为他一辈子的耻辱。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度过白起化蛹的阶段。我在左龙城邦人生地不熟的。公子，您睡了吗？来了。我是女君的侍女双儿，女君令我将这封离川驯龙学院入学推荐信交给您。谢谢双儿姑娘了。她要把慕容师的身份弄假成真，以防罗啸事后查问。慕容学院倒是个好去处。行，上学就上学。公子去报道后，可千万别错过幽灵之选，一定要好好的挑选啊！哇，这里就是离川驯龙学院，果然气派不凡呢。啊，小哥哥也是来瞻仰学院的？啊，我来入学的。哎呀，看不出来啊，看不出来小哥哥长得挺俊，这还没睡醒。哪里没睡醒了？小丫头怎么这么损呢？看你穿的朴素平常，又没有携带幼灵，还吊儿郎当的。驯龙学院什么时候把入学标准降得这么低了？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啊？我现在走进去，桐木大门那人不会拦我。要是我能进去，你把这一筐桃都送我。好啊，那我赢了呢？我把你的桃都买了。我才不相信你能买光我的桃呢。我来入学，这是我的信笺。先去前面取一下学徽，然后在旁边稍作等候啊。哎，你看我过来了，是我赢。哎，婶儿，真的不能再少了。你看我这桃，各顶各的水灵。可恶，这比输了还难受啊！人数凑够了，出发。李少颖，你可是我们全村人的希望，无论如何都要成为慕容者呀！要没有成也没关系，早点回村里，家里的牛啊羊啊，总得有人放到草场去，不肥就存不了奶，没奶那些小羊羔、小牛仔冬天可熬不过去啊！记得把那一袋驯鹿肉分给身边的同学们呢。人生地不熟，要懂得打好身边同学老师关系，这样才不容易挨欺负。我知道了，华叔，您赶紧回吧，求您了。你们也是刚入学吗？我叫李少颖，你叫什么？祝明朗。哎，同学，你怎么称呼？你们3个入学算迟的，就算路途遥远，也该提早出发才是啊。现在去楚龙殿，只能挑选一些别人剩下的幼灵了。选吧啊！选好了之后，来我这儿登记，做好印记，幼灵就属于你们了啊！哇，这么多幼灵啊，到底选哪个好呢？你们挑选的倒是蛮认真，这里面上千头幼灵，也未必会出一只真龙。让你们来这里挑选，不过是给你们作为驯龙学子的一点希望。随便抓一只得了，别磨蹭了。有时间在这里选垃圾，不如多花点功夫驯养好你们自己的幼灵。肉蚕，连这里都有霸凌了。小恶灵，以后跟着哥混吧。怪不得被别的幼灵欺负，你小子真是贱呐！最近几个月有传言，幼龙爱吃大肉蚕，若有吃肉蚕的幼灵出现，一定要捕捉，化龙的概率会很大。而且这恶灵头上还有硬骨，像是龙的银角。罢了罢了，哥忍了。我可是专业养蚕的，能不能让你化龙暂不说，肉蚕是保证让你吃个够的。怎么样？
重新给你个机会，要不要跟哥混？说好了，以后就叫你小黑牙吧。怎么样？我给你挖的新坑，不错吧？你自己玩吧，我去洗澡了啊。哇，爽啊！哎呦，哎，早啊！你这么喜欢锻炼啊？奖励你个肉残。今天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去锻炼吧。你们没见过他本尊，美若天仙，真是狗贼老天！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呀？听说是个老乞丐。我怎么听说是个年轻的流浪汉呢？哎呀，求你们别说了，他可是我的日月星辰。唉，越传越离谱了呀。哎，这么好吃的石斑鱼，你身为鳄鱼竟然不爱吃？哈，身手不错呀。哎呀，真是经不起夸，快回来！下次别这么大意了。不好！别过来，快回去！蛟龙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怎可寻短见？不是寻短见，这是意外。啊，小黑牙，你进阶了呀！不过就算你变得强壮了，也不能这样跟下来啊，会摔得粉身碎骨的。这是你的幼灵吗？好好驯养吧，他应该已经寻到了龙门之境。没别的事，就不要在这里耽误我修炼了。多谢师姐相救。你现在要是再遇到楚龙殿里霸凌你的那群小狼灵，应该可以把他们打得体无完肤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的志向不再打败那几头小狼灵，总有一天，你也可以和这头蛟龙掰一掰爪掰。哎，我认输！下次让你做杂活的时候，别再那么多废话。没什么好看的，幼灵斗幼灵，纯粹是浪费时间。饿了呀？小黑牙，你先吃几条石斑鱼凑合一下，我这就去给你弄一大箩筐大肉残去，给你吃个饱饱的。哎呀，小黑牙的食料可以暂时通过在楚龙殿里干活来换取肉残，可随着小黑牙长大，一直这样肯定不行。看来得想办法赚点钱来收集食料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小白起，他喜欢吃花蜜，等他苏醒了，必须给他喂足够的花蜜呀。朱明郎，你站住啊！你什么情况啊？臭得跟掉进粪池里一样，是去扫龙粪了吧？这人怎么如此卑贱？扫龙粪，那可是怨奴工作的。既然这样，一会儿把同学们的污垢也清理一下吧。反正你连龙粪都扫了，不差我们这些人的污垢。凭什么呀？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。昨天幼灵比斗没来，就等于弃权。最弱的那个就该打扫社院前后。选择参与你们私定规则的人，愿赌服输，合情合理。而我不参与，意味着我不需要你帮我打扫我的区域，我也不必要给你们任何人打杂，明白吗？牛气什么呀？有本事你和院舍里那个养狼的说呀！小黑牙，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回来。哎呀，你慢点儿。唉，随着小黑牙慢慢长大，打扫楚龙殿奖励的肉残估计也喂不饱它了。还有什么赚取龙石的方法呢？对了，从楚龙殿回来的时候，学院任命处好像有一个奖励不错的活，等会儿去试一试。
还有上战场攻打城池的，这应该是慕龙者的任务吧？学院管的还真宽呢，1/4的城税。啊，可惜了。小白起要是没有退化，我倒是可以尝试一下。哎，这个任务既能训练小黑牙，又能赚钱，哼，接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些斑斓鱼妖成群结队的时候，是利用这些虚的摆动来告知周围的同伴有敌袭，这样其他同伴就可以提前躲开小黑牙的扑击了。小黑牙，这些蓝斑鱼妖虽然游得比你快，但并没有快太多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你需要在这里训练，一方面是习惯水流和阻力，一方面是提升速度。加油，小黑牙，可以的！好了，今天的训练完成了，我们回家吧。给你准备了很多大肉残哦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继续去抓蓝斑鱼妖，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出击！黑牙，冲散他们，然后死追落单的那个。哈哈，我们成功了！黑牙，好样的，我们继续。任务完成，干得好，小黑牙。这金沙应该能买很多新鲜优质的大肉残了吧？顺便可以采购些小白起爱吃的花蜜。哎，可算找到你了。哦，是你？小哥哥，之前可是说好了要买我一筐桃的，竟然躲了我这么多天。明明是你欠我一筐桃，丫头。呀，你还真是驯龙学院的学生啊？那你的龙呢？别转移话题，我要最新鲜、最大个、吃最多的桃。是，好吧，好吧，你赢了。我家有的是桃，等我卖完今天的桃，你去我家拿。啊，对了，你知道哪里有卖残和上好的花蜜吗？我家族就有啊，整个凤蹄镇就没有我们家不卖的农产品，价格实惠，品质上良，人品可靠，绝对是。停，别打广告了，我先订一些大肉残和花蜜，只要你家东西的品质好，以后我要的东西啊都从你家买。哎，好啊，那你先订多少？我这儿有1粒金沙，订10筐大肉残加10罐花蜜吧。我去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人呐？哎呀，小哥哥，你看那些画法，其实里面不只有美娇娘，还有男儿郎。你要是想赚钱，我觉得你不妨到那里试试，毕竟你长得还挺俊，应该很招那些骚的老夫人喜欢的。太毒了吧？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？看在熟人的份上，让你多赚点，10筐肉残8罐花蜜，再不行我就找别家了。7筐肉残7罐花蜜，爱要不要？你要是能在凤蹄镇找到第2家卖花蜜的，我方念念跟你姓。难不成只能在他这儿买了？罢了，大不了再接任务赚钱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，成交。哇，姐姐好久不见，你又长漂亮了，人家是个女孩子，看到你都感觉脸红心跳呢。怎么一下子变成小迷妹了？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个顾客的感受啊？好。念念啊，你也越来越漂亮了呢。云姿，你怎么来了？莫非是特意来探望我的吗？我们认识吗？小哥哥，你这搭讪水平还不如个癞蛤蟆呢。南陵莎姐姐，别理他，吃糖。好啦，今天有事，我先回学院了，改天再聊哦。哎，你刚才叫她什么？南陵莎呀，你到底是不是驯龙学院的学生啊？连南陵莎姐姐这么漂亮的大美人都不知道？我都是自修的，对学院情况不是很了解。她叫南陵莎，还是黎川驯龙学院的？人家可是南市大小姐，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女人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南市？难道真的认错人了？罗统领，我知道你的念想，我会让主子近期帮云姿考虑一下婚事的，你可要自己把握好机会。多谢夫人。这是主子让我交给你的文例。吴土9城联合起了暴乱，妄想占领我们东徐要塞城，
城邦的军队已经过去了，你明日就启程，给他们一些教训。和之前的几次小功绩不同，完成这次任务，你的名望在城邦中也定会大涨。罗晓，定不会让夫人与主子失望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想问一问你，与你们一起回来那个男子，你可认得？祝明朗，云姿小姐说他是族内人员，难道不是？府内并没有他的姓名。算了，你先去东旭城吧，我去查查此人身份。云姿既然是被陷害，身边难免会有一些贼人。是。祝明朗，这小子果然有问题。如果祝明朗不是黎家府内的人，李云姿为何要撒谎？去！谁在骂我呀？啊！太好了，小白起终于要破壳而出了！哇，奇怪，与之前的白起不一样了。好了好了，来，给你准备了花蜜，多喝点，长身体。小黑呀，这是白起，以后你们就是伙伴了。小黑呀，你没事吧？嗯，糟糕，差点忘了今天有一堂月末课。听说了吗？最近有头鎏金火龙在东旭城大杀四方，吴土那些凶猛的暴民再也没有越过界。是啊，祖龙城内不少人都在议论这位驾驭鎏金火龙的慕龙师呢。那是罗啸，不久前被黎家招募来的慕龙师，听说为人比较凶狠。好男儿没有不上战场建功立业的。嘿，等我狼灵化龙，我就去攻下一座城来，到时候欢迎大家来我的城市做客啊！本城主一定好好款待。要化龙也应该是南叶吧？他的幼灵本就是龙子，已经能释放一些低阶魔法了。和还需要苦苦寻找龙门之道的我们可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原来南叶已经有幼龙了呀，好厉害！我的狼灵化龙指日可待，别跟我说什么幼年龙子，没准一口就被我的狼灵当肉吃了。你可能没有搞清楚龙与野兽的区别，哪怕是幼年期，也可以把你的狼灵撕成碎片。我不喜欢做口舌之争，我们院舍内除了祝明朗，其他人都被我打得体无完肤。你要有能耐，就和他比一比。还以为这家伙是个争强好胜的莽夫，没想到竟然来这一手，把一直不合群的我推出去试探南叶的实力。哼，这招真是一箭双雕。是吗？没记错的话，你就是那个入学后天天到楚龙殿掏粪的家伙吧？你这是掏粪掏出宝贝了？就是你怀里抱着的野鸡吗？他都不需要我的绿龙出手，我一只手都可以捏死他。没想到为了在妹子面前出风头，这小子竟然如此挑衅。你侮辱我就算了，侮辱小白起绝不能忍。哇，好俊美啊！这是什么龙？哼，某些鸡龙也就是一身鲜亮的羽毛吸引人，跟真正有本事的龙差远了。野鸡还敢挑衅？你是想一战吗？如你所愿。没想到南叶才刚刚入学，就已经是真正的慕龙师了。哇，灵玉！南叶已经有灵玉了。幸好老子机灵，让祝明朗去试探，不然老子的大狼灵肯定会被这头绿龙一口咬成两段。看见没？这就是野鸡和龙的差距。我一定不能太兴奋，要保持高冷。保持高冷。啊，简直是高冷男神，是我最喜欢的类型。南叶加油，我看好你啊！绿龙，杀了他。该死！
小白起，回来！是真的龙啊！我就知道，祝兄平时低调，其实实力很强。果然今日出手，令我们大开眼界呀！是啊，入学的时候我就看出祝兄气度不凡，异于常人，果然没看走眼啊！真是太厉害了！祝兄将来一定是很厉害的木龙师。哇，祝明朗，你的幼龙好猛，好漂亮啊！朗哥哥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喜欢什么样的呀？不愧是小白起，幼年期就有这样的战斗力，小爷的光辉岁月要回来了。把你的龙收了吧，好好培养，他还是很有潜力的。回来吧。进阶了！进阶了！好讨厌！南野同学，你看我怎么说来着？你的这头绿玲珑还是非常有潜力的。上一局我赢了，这一局算我输，咱们平了。胡说八道！哪来的2局？我还没有收回龙宠，比试还没结束。山鸡就是山鸡，别以为继承了某些御风的能力，就可以与我的真龙相提并论。那我认小白起。但是小白起的战役，他要认真起来了吗？小心毒！妈呀！快跑！快跑！绿玲珑太猛了，这毒液要是粘在人身上，皮肤都会被溶穿。小白起，往外飞，别在这里和他缠斗。不行，小白起太猛了，只要绿玲珑一碰到白起，我就将他强行召回灵域。你怕了？晚了！你想强行召回灵宠，那攻击会直接撞在图印上，所产生的伤害将由你的灵魂承受。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这2个人究竟是什么怪物啊？这一届的新生里居然有2个真正的木龙师。怎么可能？离龙门只有1步之遥的真龙，居然会败给这样的杂灵啊！你这是什么龙？明明只是个幼龙而已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这已经半成年的绿玲珑？那是一头冰城白龙。段兰老师好，老师早。老师2位同学的堂前表演不错，都回自己的位置吧。兰姐姐，段兰老师，绿玲珑的眼睛。用这个给你的绿玲珑涂上，很快就会恢复了。你应该感激，祝明朗的龙没有直接刺穿你绿玲珑的瞳孔，那可是致命的。绿玲珑没有被刺瞎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讲讲龙的血统。龙分为古龙、巨龙、苍龙3大血统。古龙拥有战技，巨龙施展魔法，苍龙具备玄术。拿南叶同学的绿灵之龙来说，便是一条标准的巨龙，那些青光藤蔓就是他掌握的绿灵魔法。老师，那冰城白龙呢？是什么血统啊？祝明朗同学的冰城白龙主血统为银月映龙，属于苍龙；次血统为腥风冰龙，属于巨龙。刚才的战斗中，他施展的是风魔法与冰魔法，并没有使用苍龙玄术。之前讲过，任何生灵都有幼年期、成长期、成年期、完全期4个阶段。真龙呢，分为龙子、龙将、龙主、龙君、龙王几个级别。像南叶的绿灵之龙，成年了才是龙子级，而白尘冰龙在幼年期就有了龙子级实力。
如果他进入完全期，有可能踏入龙君级。祝明朗，你要好好培养哦。没想到这个小白龙这么变态啊！祝明朗运气真好，竟然能找到这么厉害的龙宠。白起不是没有使用玄术，而是从冰蛹中刚出来，苍龙玄术还未觉醒。以前白起是不会聚龙魔法的。这么说，白起的退化不是生命的倒流，而是一种蜕变重生。南叶，你也不要灰心，每个人都能开辟多个领域，你将来说不定也能得到很厉害的龙宝呢。修炼切忌傲慢急躁。哼，总有一天我会超越你的。这么看来，白起幼年期到成长期的这个阶段相当重要。若喂养不好，苍龙玄术有可能被埋没，再也无法觉醒。唉，这些花蜜只够小白起吃1个星期，要再去哪里弄一些花蜜来啊？祝明朗，段老师，哎呀，我去这头色龙！祝明朗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当然可以。这潭下有一条百年水怪，实力虽然不是很强，但它嗅觉非常灵敏。每次我唤出战川龙来，它就钻入潭底乱石中。用玄术强行泯灭它也很简单，只是容易伤了其他生灵，而普通的大鱼根本入不了它的眼。所以想起你的小黑牙，帮忙引它出来。小黑牙，你要记住，对方一扑向你，你马上往外游，千万别被他抓住。剩下的就交给段兰老师的蛟龙，明白了吗？喂！放心，不会有危险的，你可是很厉害的。段兰老师，还没有到瀑布脸下。如果你现在救他，就等于放弃他的龙门。总有一天，他会脱离你的保护，遭遇更大的挫折，不突破潜能，便永远化不成真龙。啊！是啊，关心则乱。若不将雏鹰推向悬崖，他们就会沦为其他猛禽的食物。啥？糟了，小黑牙！小黑牙！小黑牙，你看，连他都对你刮目相看，你做得很好。段兰老师，那这是那暴年的灵魂妖珠，就当是你家小恶灵的报酬吧。它应该能令你的小恶灵更快化龙。谢谢老师。不用谢我，这些是你应得的。今晚你可以去我住处那儿拿一罐双树花花蜜，这个比普通花蜜更适合你的龙，就当做是你帮我忙的报酬啦。以后还会有的，你慢点，别撑着。看来段兰老师这双树花花蜜很对小白起胃口啊。小白起与小黑牙近期的口粮问题算解决了。明天我得去书阁看看有没有养龙的经验和介绍，为小伙伴们的下一步成长做好准备。根据这2本书里的记载，无论是银月应龙还是腥风冰龙，幼年期到成长期都不过是1年半，是成长速度相当快的龙族。这么说，小白起应该也只需要1年半就可以到成长期，再加上有灵玉滋养和足够花蜜喂养，估计只需要1个月就够了。如果喂的全是双树花花蜜，可以缩短到20几天，而且白起的冰融之羽与冰之魔法会更强大。哎呀，小黑牙吃了妖珠饭量又暴增了，养龙果然很烧钱呢。巨龙一般都喜欢收集大量的金银财宝，细节龙穴是来钱最快的勾当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或许我只能重拾老行当了。啊，南陵沙还是李云姿啊，真巧，又见面了。你觉得是巧合吗？云姿，你来探望我吗？我来杀你。他这是想要杀掉辱没了他名声的我了？那为什么之前不动手？
这些日子我想明白了，让你活着就像是一根毒刺，每每在我心情稍稍愉悦的时候就猝不及防地扎来，反复折磨。不如我亲自给你个了结，彻底埋葬这件事。折磨吗？我能理解。明明是上苍对我俩命运的安排与戏弄，我却躲在这里养龙、看书，由你一个人来承担那些肮脏恶心的流言蜚语。有什么遗言吗？我以为你与别的女子不同，即便受到这样的屈辱，也可以不迁怒于他人。你在我心目中还是蛮独特的。算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送我学院信笺，让我在学院里度过了一段不错的时光。好，他还送你入学信笺？你不是李云子，你是南陵莎。我是黎云姿的妹妹。你们是孪生姐妹？她随父姓，我随母姓。她在黎家，我在南市。果然闹得满城风雨，将黎云姿从女君之位狠狠拉下来的那个小乞丐就是你。哼，黎云姿居然还留你性命，甚至还让你到驯龙学院。拜你所赐，我现在出行都要带上盐沙。若不是知晓我们为孪生姐妹的人并不多，我也早就声名狼藉了。林莎姑娘，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可以去问你姐姐，她可以为我作证，证明我祝明朗的品质。你以为我们姐妹情深，关系和睦吗？兴许她以为自己现在的悲剧是我一手酿成的呢。这样啊？那你现在也是受害者，我竟然被小姨子套话了，这可怎么处理啊？住嘴！本小姐与你没有任何瓜葛，长得倒是人模狗样。为什么会被传成卑贱、肮脏、浑身脓疮的乞丐？其实还有点英俊潇洒，对吧？厚颜无耻！你们两个究竟怎么回事？最好如实道来，不然让你死无全尸！好，我说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我本住在桑镇的南边，家中有桑又有田，生活安逸且清闲。谁是那无土强盗蛮横不讲理，劫了我身上所有钱，这才落难到当街乞讨。怎料乞讨到的是毒招！该死的臭流氓！别咬文嚼字，油腔滑调。姑娘，这是属实啊！我知道黎云慈为什么留你性命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现在看来就是个臭流氓，扶不起的阿斗。你如果死了，便是以最卑贱、最低下的身份死去。那么玷污了他女君之名的，也永远是一个流民乞丐。但如果活着，你将来就有机会摆脱卑民身份，哪怕变成一个底层的木龙师，也远比那个肮脏的乞丐要好。唉，黎云姿啊，黎云姿。这就是你的疗伤方式吗？你送他来学院，赌他的未来吗？你好自为之。万人斩罗啸也太威武了，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啊？杀的那些无土贱民再也不敢肆虐。还是在战争中建立威名快啊！现在祖龙城邦内应该有很多人都听闻了罗啸之名了吧？罗啸的凶名据说早就在无土传开了，永城就是他屠的。哎，说起永城，你们知道那件事吗？谁不知道啊？嘿嘿，没错，不必在乎别人的言论。我要尽快成为强大的木龙师，不会让他赌输。先定一个小目标，迈入龙主级别。哎，完了，又一个养龙入魔的。选龙养龙如赌石，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。但愿这位同学别去那危楼高岩处思索人生。要想养好龙，这么穷是不行的。想我祝家以祝凯闻名，龙铠一出，千金难求。可惜我当初志不在此，这家传的手艺活并没有达到巅峰级别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如此，以我的技艺，练习几个月，肯定能给你打造一副无敌战甲。
明天我就去祖龙城邦的锻造房，找个锻造的工作磨练自己的技艺，同时还能赚钱给你们买口粮。过了7年养老班的生活，力量大不如前的，手脚都要断了。方念念之前说的传房暗语是什么来着？阿父，我不想奋斗了。现在做士兵的铠甲已经很轻松了，如果能卖给那些将士、贵族，那就能够维持眼前的开支了。而且以我现在的技艺，做出龙铠也指日可待。啊，对了，这几天有一堂游历课，我得先准备准备了。哦，那颗200年的妖珠果然效果显著啊！这才半个多月你就长这么大了，看来以后得叫你大黑牙了。我有一堂外出游历课，估计得出门好多天，只能委屈你照顾好自己了。这是幽灵项圈，暂且套你尾巴上，免得别人把你当成野生的大黑鳄宰了。你每天早上到桥头那儿，会有一个勉强算可爱的女孩为你肉残的。今天宣布2件婚嫁之事，听好，我说的是宣布。终究是女人，还是迈不过男人这个坎。是呀，我目前还是喜欢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待字闺中，清清白白。到了合适的年纪，婚嫁之事便由长辈们做主，也算是为族内做点贡献了。去年，李孔熙陪同老夫人参加宗宫年宴，宗宫的4少主杜成对李孔熙一见倾心。下月我们将一同前往宗宫，促成此姻缘。孔熙愿意听从长辈安排，但我还是需要亲自和他见面，了解为人。若他心性恶劣，目无尊长，我还是恳请家主夫人重新定夺。那杜成只是远远瞧见妹妹就欢喜不已吗？妹妹真不愧是国色天香，这杜成可是良人呐，君迷远播。听说凌霄城邦的林大小姐想见一面都被拒之门外呢。另一桩婚事，我们决定将黎云姿嫁入凌霄城林家。这怎么可能？人人皆知我迷恋云姿，他们竟然……家主夫人，此事落下，坐好。夫人，莫非这便是我们刚才商议凌霄城邦侵袭之事的对策？是的。可是，作为女君，黎云姿曾不止一次将凌霄城袭来的军队全部斩杀。凌霄城的军民无不痛恨黎云姿，又怎么可能愿意与我们联姻呢？寻常联姻，凌霄帮自然不会答应，但黎云姿入凌家是做妾。寻常联姻，凌霄帮自然不会答应，但黎云姿入凌家是做妾。这算什么狗屁联姻啊！这样，我们祖龙城邦还有何颜面？是啊，这也太荒唐了吧！就算黎云姿失身于无土，但她还是我们之前的女君啊！够了！西边战士因黎云姿之事士气大降，难以抵挡凌霄城邦大举猛进。唯一的议和方式就是这个。等平息了无土暴乱，我们一定会对凌霄城邦加倍奉还。此事就这么定了，谁敢有意，定斩不赦。散了吧。该死！黎云姿是我的，你们这帮混蛋！黎云姿还不如随便找个下人嫁了，好歹是城主之妾，服侍的好，没准比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小姐都过得好呢。真是聒噪啊！哎，云姿你……我没事。你父亲终究还是容易被小夫人影响啊，好歹你曾为城邦做出巨大的贡献。现在却要将你送入敌人虎口，哎呀，你走吧，云姿，我会帮你逃离的，去找一个真正的良人，好好的过日子。程叔，云姿并没有想逃。不逃？你要去受那份屈辱吗？
李家不值得你用一生去换一场可怜的议和。至于边境，拼上我这条老命，也绝对不会让凌霄城那般畜生踏入我们领土半步。程叔，你可知无土暴乱，为何始终平定不了？无土野蛮，一直基于我们祖龙城邦肥沃开拓的土壤，但只要我们腾出手来，绝对能将无土暴民杀尽。无土暴民是杀不完的。哎呀，都这会儿了，你就别想他们了，你该担心下你自己呀。我不会逃的。快要入冬了呀！这次出来游历，可以看到苍龙星云不语，想想就兴奋啊！果然苍龙才是龙魁啊！就算是苍龙，也不一定都会星云不语吧？没错，玄术有奇雨幻雪，也有施邪降咒，每一种龙都具备不一样的能力。哪怕是完全相同血统的龙，它们也可能在成长过程与后天训练中演化出截然不同的本领。黑牙喜欢近身搏斗，主血统应该更接近古龙一类。如果为他装备上了一套重铠，肯定能无坚不摧。白起拥有苍龙和巨龙的血脉，巨龙魔法已经见识过，不知道他将来会演化出什么样的玄术呢？恭候离川高院的2位师长。高山凝冰，灌溉用的溪流缺水这件事，你作为这荣古城的城主，怎么会预料不到？50里外的东须要塞正是战场前线，粮食需要补给。若是让无土那些贱民攻进来，你觉得你的脑袋能保得住吗？师长训斥的是，1个月前，卑职向祖龙城邦寻求羽龙，可没有多少木龙师有柯北师长与段兰师长这般能力。好在离川高院听闻祈求，请2位师长来此不予立名。2位师长与木龙学子们，请先到府中休息。既然关系到前方战事，哪还有时间拖延？直接开始吧。不可，马上入夜了，气温会大降。2位师长请来的雨可能会凝成冰霜，反而伤了庄稼，冻了草地。那就明日再说吧。请。这次布雨主要还是由你们段兰老师的战川龙来演示苍龙玄术。明日起早一些，别错过了观摩。是。又开始打仗了吗？那家伙好像更强了呀！如果我与云泽的事情败露，他绝对是第一个来杀我的人。现在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呀。祝明朗，段兰老师，其余只能暂时滋润庄稼，无论之后灌溉还是畜牧喂养，都需要大量水源。我希望你黎明时分沿着溪道往上游查看一番，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阻碍了溪道，截断了水源。不用走太远，深山老林怕有妖魔，祈雨前归来即可。好的。小白起啊，你应该进阶了才对，怎么还是这副娇小的模样呢？奇怪，这里怎么有条小路？果然有山堤，像是人工修建的。什么？依这水滴的蓄水量，完全可以灌溉荣古城的甘田，更可以养活畜牧。只要打开堤坝的石闸，到底是谁修建了山堤？段兰老师，柯北老师，等一下。听闻祝兄去了溪谷上游，请问祝兄可曾看到水滴？看到了，可是要告知段兰师长与柯北师长。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祝兄不要误会，郑瑜不过一名文弱书生，不会对祝兄有任何歹念。2位师长现下已经去布雨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祝兄。你说。祝兄也知，50里外将士正与无土暴民厮杀，祝兄觉得荣古城军民能否抵挡？这，难道那山谷水滴的积水？没错，祝兄果然是聪明人。下雨了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你觉得前线要塞阻挡不了无土的暴民？是。你为什么认为前线阻挡不了暴民？你可知在与你相遇前，前线已来战报，还是一份延误的战报？这么说，前线已经……没错，祝兄果然是聪明人。你觉得前线要塞阻挡不了无土的暴民？是。你为什么认为前线要塞阻挡不了暴民？你可知在与你相遇前，前线已来战报，还是一份延误的战报？这么说，前线已经……没错，祝兄果然是聪明人。你觉得前线要塞阻挡不了无土的暴民？是。你为什么认为前线要塞阻挡不了暴民？你可知在与你相遇前，前线已来战报，还是一份延误的战报？没错，祝兄，
还请告知2位师长，带着学员们速速离去吧。代郑某向2位师长和驯龙学员表示感谢，感谢他们怜悯苍生。杀呀！柯北导师，我们也是祖龙城邦的子民啊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些暴民侵略我们的城池？我们是慕龙师，为何要惧怕这些贱民？驯龙学院，除非是攻打恶城，否则坚决不参与任何战事。这个规矩你不懂吗？可那些是无土野兽，都是恶民，他们明明有自己的土地，却要踏入祖龙城邦领土，不值得怜悯。他们不是野兽，他们也只是求生。圣红！救命啊！后面还有暴乱大军！天哪，到底有多少人加入了这场暴乱？侠盗低洼好像被刻意挖凿开，那些山洪正积成了一片洼湖，那些暴民必须游过泥泞的洼湖，才能够攻打荣古城。只要在洼湖另一头设岗，对跳入洼湖的敌人放箭，1000人即可阻挡万人军队。这是老天赐予荣古城的奇迹山洪吗？段兰老师这场雨救了荣古城所有民众啊！哪怕暴君临时清理洼湖，也需要1-2天时间。到那时候，援军已经赶来。唇亡齿寒，东续要塞一破，荣古城必亡。民可以苦，凭借各种方法熬过冬季，但我们不能没有抗争侵略的武器。郑兄，准备的武器果然厉害。联盟导师，前方要塞站围的情报被延误，我们要尽快飞往祖龙城邦，将此事告知城主，不然荣古城万民必将亡于无土暴民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现在来不及解释了。祝明老，你跟我们一起去。小心！无土也有慕龙师。原来祝小兄弟也在此啊！那今天可是个好日子了。罗啸，你身为东区要塞统领，不速去汇报军情，为何要来这里伤人？我为他们黎家做牛做马，他们却当着我的面把我最心爱的女人拱手送给他人。我不仅不会去汇报，我还要杀了所有战报信使。当然，现在还包括多管闲事的你们。你这个叛徒，受死！老师两头下尾龙，也妄想与我较量。你与黎家恩怨，我们驯龙学院不管。可你若杀死驯龙学院师生，你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哼，你们全死了，就不会有人知道是我下的手。白起。当我没有防御手段吗？就凭这小小风友，岂能伤我？啊！冰城白龙已经到了成长期了吗？祝明朗！马窝。尼龙，好机会！柯北老师，小心！啊！柯北老师，小心！啊！快！今日你们谁也别想逃，都得死！段兰老师，快走！千里，快回来！
还想跑？跑了这么久，应该追不上了吧？我们离驯龙学院很近了。不好，那个罗啸追来了！千灵，你要干什么？快回来！啊！段兰老师，段兰老师，坚持住，我们很快就到了。白起，撑住，练了就用御风术滑行。今日之仇，他日必10倍奉还。别挡路，畜生！可恶，可恶！别管他，追！你这大笨鳄，是不是还有大母猪的血统？为什么追一半又不追了？哼，亏我这几天为你大肉餐，好吃好喝供着你，结果让你帮忙抓几条鱼都这么消极怠工，跟你家主人真是一个德行。不好，大黑鸭快上来，水妖要吃蛟龙的尸体。我去找人，大黑鸭，你们撑住！怎么回事啊？段兰老师被攻击了灵域，灵魂受创，昏迷不醒。岂止是昏迷不醒啊，再慢一点就一命呜呼了。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我们会尽力保住他性命。你将事情尽快告知院长，但你最好自己去离家皇院那边陈述所有事实，毕竟事情非同小可呀。好的。朱明郎，有个姑娘说你家大恶龙在瀑布下面被群妖围攻，赶紧去啊！什么？白起，谢了，红豪。这是那冰城白龙，居然这么强了吗？这个祝明朗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小黑牙！啊！白起，杀了他们！大黑牙，好样的！你守护了山川龙，他没有死。好好养伤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走，我们去离家皇院。刚才还烂开的肉，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长出来了？你是蛇吗？怎么在蜕皮？别慌，别慌啊！怎么你溢出来的血液里还有光？师傅，不好啊！你快看看那头大黑鳄，估计它快不行了，拖地盼盼。傻丫头，大惊小怪什么？没见过化龙啊！哦，化龙了！啊！这大黑鳄化龙了！好了，别激动了，又不是你的龙，你去告知一下段兰的家里人，就说。怎么又通知家属啊？师傅，你再想想办法，徒弟不想看到段兰姐姐死啊！死什么死啊？她灵魂受到重创，我让你通知她家里人，给她找些灵药，好让她快一点醒过来。哦，人没死啊？那找到治愈灵魂的灵药，段兰姐姐大概多久可以醒啊？小半年吧，伤太重了，多亏了这只恶龙，不然战川龙一死，段兰伤得更重，神仙也救不了了呀。终于快到了。什么人？速速下来接受盘查！看样子是迎亲的队伍，没想到竟然有军兵保护，看来这帮人不简单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不对，这不是左龙城邦的士兵，在下是驯龙学院的学生，正准备去左龙城邦买一些龙石，不料影响了各位军爷休息，我现在就马上走。滚吧！哎，谢谢军爷。
大哥，之前遇到那么多人，我们都不查，干嘛非要查这个人呢？你懂什么？之前都是普通人，这个一看就是驯龙师，谁知道是不是祖龙城邦的军人？万一他是带着战报到离家斥候，那我们的计划就泡汤了。唉，也对，等吧，再耗个5天就能进祖龙城了。果然，这帮人有问题。欢迎杨先生来我祖龙城邦迎亲。从今以后，我祖龙城邦与凌霄城邦也算是秦晋之好了。黎家主此言差矣。今日来此，主要还是这议和之事。只是这议和书有问题啊。哦，杨氏皆觉得有什么问题呢？黎家主，我们凌霄城邦送来这么多聘礼，也算诚意十足。为何这份议和书上没有割让西边4城的条例？女君殿下又在何处？什么割让西边4城？我们先前谈好的条件，就只有让黎云姿嫁去凌家做妾。哦，之前没有说呀，现在加也不迟，我们可以等。放肆！一个小小使节，把我们黎家皇院当成自家后院不成？请问阁下，为何突然觊觎我们西边4城？如此无理的求和，就不怕我们掀起战争吗？程统帅，据在下所知，你们东西要塞已经被暴君攻破，那些粮仓城池怕是要被洗劫喽。呸！真难吃的枣。什么？东区要塞失守了？暴君的武器粗制滥造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正规黎家军？哼！我看凌霄城邦根本就没打算议和，还派你来放肆，该杀！黎滨海，退回去。啊！留着他的性命，对我有用。女君殿下，您若以这身打扮嫁入云霄城，城主一定更有兴趣。不过4城割让的条件，我们是不会让步的。杨使节，我这里有一件礼物，不如你先带你们城主大人收着。女君殿下有什么礼物，还是留于我们城主大人的洞房花烛夜吧。小的可不敢代收。拆开看看，里面是否有你熟悉的面孔？杨使节，你们趁议和之事分散我们注意力，暗中派人从支辖潜入我们领土，打算攻破我们边境防线，拿下西边4城，是不是？你们……可惜呀，女军派原来的部下埋伏在了你们必经的峡谷中，将你们的奇袭军全部射杀了。凌霄城这帮畜生，这边议和，那边却在谋夺4城，真是阴险狡诈。是啊，要不是云姿识破了他们的诡计，估计现在西边4城已经易主了。怪不得这个杨秀敢如此嚣张。哎，多亏了云姿啊！你们不能好死！云姿，你这个毒妇，一定会下地狱的！别在这里演了，我会留你性命的。多谢女君不杀之恩。这些脑袋里没有找到你最在意的一个吧？你们凌家公子还活着，这是我要你向林洛天带的话。现在你留下构思一下，赎回你们公子性命的信件吧。在此之前，将地上的东西弄干净。是。云姿，你为我们立下大功了呀！不愧是女君，我们祖龙城邦之福啊！云姿最近受了不少委屈，应该恢复女君之名啊！嫁人求和的事情，还是交给他们吧。凌秀，我问你，东须要塞被迫可是真的？为何我们都不知此事？我们军中出现了叛徒，罗啸杀了所有战报信使。若不是荣谷城主郑宇未雨绸缪，依山剑罢，靠着洪水苦苦支撑，恐怕报名现已经攻到了祖龙城下了。原来如此，你是祝明朗吧？我记得你是那个假冒我族内人士，与云姿一同从无土归来的男子。是我让他假冒的，因为那时罗啸在我身边，我早已防备着他图谋不轨。好，云姿，你做得很好。那些军卫，
就还是由你来管辖吧。既然如此，父亲不如将飞鸟营的指挥令牌也交给我吧，我会平息这场暴乱。云姿，虽然你这次立了大功，但军权……父亲，事实上5天前，飞鸟营已经被我派去荣古城支援了。唉，也罢，今日起，黎云姿恢复女君之名。女君，请你看下，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，才肯放我们公子平安归去？好了，倪老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们去哪儿？东边，荣古城。就我们2个人吗？足矣。爸爸快看，天上有人在飞耶！哦，那是神反者。神反者，那是什么？神反者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人，他们可以像一些古老强大的生物一样，使用超凡的能力。哇，那我也要成为神反者！神反者大多数是某种古老的神赐传承而来的，而且需要非常特别的体质。哦，那我没有希望了。别气馁呀，小黄很有灵性，你努力培养，很有可能化龙呢。只要你勤奋修炼，开启灵域，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木龙师了。那木龙师厉害，还是神反者厉害呀？每个神反者的能力不同，有强有弱，但他们一般都招架不住真正强大的木龙师用龙群来围攻。而且神反者没有灵域，是没办法养龙的。那我要成为木龙师，小花，我们一起加油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感受自由的飞翔。我是说你的手。这个不是怕掉下去吗？我不是。幸好白起能随意变大小接着我，不然我就摔死了。喂，等等我呀！不会真生气了吧？杀！参见女君。战事如何？简直就是奇迹啊！我们来时，这小小的荣古城就独自抵挡了暴民近5天，这是天佑我祖龙城邦啊！果然，这些连神明都摒弃的贱民，是没有资格踏入黎川平原的。卢将军，你率1半飞鸟营速去西陵城，按着锦囊行事。我命你明日黎明前必须返回这里，不然提头来见。得令。他真的拿到军权了。你把飞鸟营都调走，那剩下的暴民怎么对付？你怕了？谁说我怕了？以剑为鉴，生与死由你们自己来抉择。过剑界者，视为暴君，一律格杀勿论。剑界之外，便是民，是我黎云姿的子民。我会让你们平安度过这个冬天。她这是缓兵之计，不要相信这个女人。她再强也只是一个人，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进攻黎川平原。到时候我们什么都会有的。无惧，无惧，无惧，无惧。剩下的交给我，堕他剑界者，死！有作为怒！退出剑界，可饶你们不死。二首领死了，我为二首领报仇！冲啊！我们没有退路，击垮他们，建立我们自己的城邦。该死，这帮人都不怕死的吗？张拓，我曾是你们的统治者，我统治时，你们可有古石？有。你们可有衣穿？有。放下兵刃，我会让你们平安度过这个冬天。但若要做暴乱之徒，绝对活不过今夜。我信女君为人，可我怎么跟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交代啊？若您真的怜悯无土弟子，就请给我们一条生路吧。这
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生路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怎么这么糊涂？我备了2羽衣，已在运输途中，足够你们过冬。血流干切若没有送到，我黎云姿的命便寄给你们。云姿，原来你在杨秀写的那份议和书上加的条件，不是割让城池之类的，而是粮食与衣物。你好傻呀！值得的。所以你是派飞鸟营去运送粮食与衣物？希望能赶得上吧。粮食和锦衣真的送来了！女君万岁！参见女君，吾等幸不辱命。所有人入荣古城，分发粮食与衣物。多谢女君，女君万岁！我刚为你煮的红枣粥，来，张口。我自己来。别动，你得躺着，血液才好循环。好吧。你想烫死我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是你在驯龙学院收服的龙吗？不是啊，你认识他的呀？你忘了，咱们坦诚相见的时候，就是他咬断地牢栅栏，咱们才逃出来的。再乱说，我拔了你的舌头。生气也好，好可爱。哦，对了，我在学院见到你妹妹了。是谁？你有很多妹妹吗？你们怎么遇到的？第一次是在桥头见的，我以为是你，便和她说话，她也没说什么。后来在书阁中，她扮成了你，将我们之间的事情骗出来了。都见过了呀，他们应该没有参与吧？你怀疑你妹妹和南氏也是陷害你的人？我的敌人很多。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总之，我不会出现在学院，你要小心在桥头遇见的人。好的。女君，无土荒民之事已经办妥。不好意思，我走错房间了。郑瑜是个良才，你可以重用。我知道，这边没什么事了。我还有很多敌人在暗中，他们可能会拿你做文章，所以你还是先回学院吧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好吧，你也要注意，以后这种自残的傻事儿不要再做了。昏倒了，身边可没有像我这么正直的人照顾你了。滚！哎呀，祝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进去跟他商议正事吧。是谁家没人管的黑炭龙啊？威武是威武，可怎么毫无教养的在这儿偷吃啊？大黑牙！哎呦，大黑牙，真的是你啊！你化龙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签订灵约了。签订完成。这是灵力吗？感觉我的五感和洞察力都变强了。这扇光门内是什么呀？这是彩魂酿珠。没想到木龙师还有各种特殊的能力，过几天一定要试试这彩魂酿珠。按照光球的介绍，龙兽吃了采集的魂珠还能进化，真是不错的能力啊！救命啊！你终于回来了！你那只大黑牙真是个吃货，这是他这几天吃掉楚龙殿的食粮，你记得用学分来还哦。野猪妖果然混蛋呢。你哪来这么多金银珠宝？你不会是用乾坤藏匿之法洗劫了一处龙穴吧？真没想到带大黑牙来觅个食都能遇到龙穴，快带我去瞧瞧。幼龙，快飞下去救那只小幼龙！
既然你的兄弟姐妹们都容不下你，不如以后就跟着我吧。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你自己了。糟了，看样子是这小家伙的妈妈，该不会是怀疑我偷了他的孩子吧？妈呀，快跑！妈呀，快跑！能活下来吗？只要他还有气在，我就能让他活。第一天到驯龙学院，我就看出您老是活神仙。哼，马屁精。不过你的眼光可真不咋地，跟一头普通的森林巨龙幼崽签订灵约，还是一头残龙。唉，以后没什么发展前途了。不，这个小家伙可比普通的森林巨龙强多了。他醒了后，给他喂点楠木汁，正好再造淬血。你还笑？上次的账还没结呢，和这次一起结吧。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个急事，再聊哈。耶！嘿嘿，龙铠终于完成了。小猪啊，你快看看，这个人是你吗？谁画的呀？我有这么丑吗？这真是你！昨天坊间就在疯传，说这个人就是当初和女武神共处一牢的流浪汉，好多人都扬言让你以死谢罪呢。你还是去找一些老医生改改容貌吧。没事，一些流言蜚语罢了。这段时间多谢您照顾了，以后我就不来叨扰了。在下告辞了。现在的这些流言蜚语啊，硬是弄得好端端一个年轻人无处安宁啊。你就是祝明朗？什么情况？我不收小弟。呸！谁是你小弟了？我问你，外面传言的那个无土流浪汉是不是你？流浪汉？那绝对是谣言。事实上，我与女君在无土一见如故，两情相悦。他们那些是嫉妒我，编故事来贬低我，侮辱他的。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女君能看上你？这位同学，你是在怀疑女君的眼光吗？我可没有怀疑女君的意思啊！你别乱讲。你都怀疑女君跟流浪汉有苟且之事了，还说没有污蔑她。我，可恶！明明是这家伙不要脸，怎么就成我污蔑女君了？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当没听见你刚才说的话。感情这种事儿嘛，很难说清楚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爱上女君，大概爱一个人就是没有理由的吧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一直都仰慕我家云姿，我在这里代他向大家表示感谢。不过你们真的敬仰尊敬的话，就请不要再听信外面那些污言秽语，而是应该谴责那些污蔑他的人。我们怎么没有制止啊？但只要你这个毒瘤存在一天，女君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蜚语。我若是你，自知身份卑贱，早就悬梁自尽了。你有辱斯文，你卑贱下贱。就是你这种人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哼，我知道各位仰慕我家娘子，但请以后都不要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了。从今往后，她的声名由我来独守。你小子搁这装什么呢？就你还守护女君？有本事跟我们比试比试！就是，有本事就拿出实力来。你们人多，一个个下战书的话，哼，对付你，我一个人足矣。真当我们跟你一样卑鄙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们人多，一个个来很耽误时间，不如写一封联名挑战书，要比试的人都签上名，然后一起动手。你这家伙太狂了！哼，不，我只是在给你们一个挑战我的机会。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狂徒！我们在河流斗龙战场见。对，祝明朗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别怪我们以多欺少啊！
毒瘤捉明朗接联名挑战说，河流战场将上演1打20的惊天大战呢！大家快去看呐！好喂！女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你自己说与我两情相悦，那么我出现在这里关心一下你的死活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可你是南陵纱吧？我与你没有任何瓜葛啊！好，你觉得他们会这么认为吗？不会吧？女君怎么来了？真的是她吗？千真万确，我在庆典上见过女君的，一模一样，不会错的。绝对不是来看朱明朗的，一定是路过的。对，路过的。哎，大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啊！该死！这个朱明朗太过分了！你不是想帮黎云姿洗刷之前的屈辱吗？可是单凭你自己，又有谁会相信呢？不如我陪你演这一切如故，两情相悦。完了，云姿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让我提防他了，我这可是被迫的呀。你骗人的吧？骗什么呀？朱明朗哪里配得上女君了？是啊，他龙虫很强吗？之前不是传说是个乞丐流民吗？我怎么看他更像个小白脸呢？朱明朗，来吧，让我来教育教育你这个狂徒！好了，接下来由我主持这场战斗。现在你们可以召唤你们的龙宠了，以多战少，你们每人只允许唤出1龙作战，请谨慎选择。这阵容，看来小家伙们都气坏了。这朱明朗不管实力怎样，勇气可嘉呀。你可以现在召唤所有龙宠，也可以保留召唤权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及时召唤。多谢导师提醒，出击吧，大黑牙！之前炼化的龙铠还挺适合黑牙的。不，跑什么呀？这是你今天的训练主题，战斗！哎呀，气势，黑牙，注意你的气势。你不是一个人一条龙在战斗啊？不是还有白起吗？哎，这样，你先去挑衅他们，不然他们太分散，白起的魔法无法全部覆盖。空照棘龙，给我杀了这头粗鄙之龙！我的暴牢龙！可恶，这条黑龙跟那个朱明朗一样，太阴险，太不要脸了！一起上！白起，动手后面的。烛龙，化开冰面！白起，小心！谢谢了，快攻击他！我的绿鳞龙控制不了他多久的。白起，你没事吧？这是龙铠技能吗？据说每一头龙与木龙师签订了灵魂契约后，只要为其打造一套专属龙铠，木龙师就能同化龙铠属性，大大加强自己的生存能力。没想到我竟然在一个学员身上看到了。
兄弟！妈呀！离龙将只有一步之遥的巅峰级猪龙，竟然被撕断了！那只大黑龙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啊？龙铠，这个祝明朗竟然有这么贵重的龙铠，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小乞丐能买得起的东西啊？一定是女君给他买的！这种吃软饭的男人真是太没出息了！天哪！白昼流星，这是苍龙玄术吗？太恐怖了吧！这条白龙绝对是龙将级了！来且，我没事，留他们性命。还有谁？学院争斗无非年少气盛，祝明朗同学能够是非分明，手下留情，老师很是欣慰。啊，白一书老师，学生失礼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宣布这场挑战，祝明朗胜。年轻人冲动热血没有错，但做人一定要厚道，不要听信谣言侮辱他人声誉。身为堂堂慕龙师，更要有自己的判断。别人一挑唆就冲昏了头脑，要不是祝明朗同学心善，你们命都没有。是，老师教训的是，多谢祝明朗同学手下留情。我家娘子往后的盛名就不劳各位操心了。是，我等其实也只是仰慕女君，没有别的非分之想，绝对没有。祝兄乃当世强者，与女君绝配，绝配啊！这些家伙还真是会拍马屁啊！我们还准备下个月也联名挑战呢，不知道我们这一组有没有龙将级高手？什么挑战书啊？下个月我们不是谈好去狩猎吗？哇，祝师兄好厉害呀！以后可不可以一起组队历练啊？帅哥，要不要考虑下我呀？啊，抱歉，在下有要事在身，先行一步了啊！女人都是母老虎，果然撑不起我呀！你说，谁是母老虎？你一定是听错了。是吗？那你再说一遍呗。那个，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去做。再见哈！我又不会吃了你，真是个胆小鬼。小家伙，你的伤完全好了呀，还没给你取名字呢。哎，叫你绿皮怎么样？不喜欢吗？那绿豆怎么样？那就叫青卓吧。要是你以后蜕皮换血，变成什么蓝色、紫色，再改名叫蓝卓、紫卓。小青卓啊，虽然你从妈妈白起那里取到了一大笔赡养费，但你爱吃的楠木汁还是有点紧缺啊。小青卓，小青卓，这是别人的花木，你不能吃的。那是楠木汁，给他喝吧。这里是你的住所？深夜爬窗，胆子不小。啊，那个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抱歉抱歉。开个玩笑而已，看把你吓的。你这条小龙从哪里得到的？学院外北边那片森林有一座龙崖，我从那里捡到的。你认识这条龙吗？正好我对它的龙生规划有些迷茫，书籍里好像也没有记载它的血统与种族。它是神木清圣龙，是玲珑一族的领袖。可惜它气息极弱，大概是在它的诞生和成长的重要阶段受了重创。即便将来达到了巅峰，也难以发挥出真正的神木清圣龙之威。啊，坏了！原来他也是神凡者，你……好手段啊！我还有更好的手段，你要不要欣赏下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那个夜深请寒，姑娘早点休息吧。你还笑，都是你小子惹的祸。可惜忘了问南陵沙从哪里买来的楠木汁。算了，下次再问吧。啊！你看这最新的公告，
又有妖火出现了。必须组队吗？我熟悉的也就院社里李少颖他们，可他们都还没有迈过龙门啊！唉，找谁组队呢？祝明朗，在找队友吗？要不要加入我的队伍啊？刚瞌睡就来枕头，真不错。好啊，多谢师姐。有楚师姐的风铃龙在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那些妖灵了。楠木枝果然有效，小青竹都长出翅膀了。小青竹，你那是木雕龙吗？没准是小木龙，朽木不可雕也。快来，在这儿！小心点，他们有可能就藏在木丛中。哼，胆小鬼！妖灵，纳命来！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冲动吗？好样的，小青竹！烈风！青竹，开路！师姐没事吧？他们呢？别过来！周围都是被藤蔓蕨类覆盖的断层，承受不住大体型的龙，他们就是因此陷下去了。黑牙！大黑牙，一定要小心啊！师姐，我下去救人，你守在这里注意安全。好，你也小心。云子，云子！夜宵藤鼠狼，听说它们可以吸收夜宵藤里的催眠要素，通过排泄气体的催眠效果，甚至能制造幻境。我刚才上当了，真是太险了！多亏有你啊，小青竹。不好！小青竹，快回来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这家伙怕是有900多年的修为，要成魔了。白起，他了。消魔魂珠。太好了，会给小青竹，他的实力一定会大涨。金师兄，你们没事吧？多谢祝师弟相救，可惜杨师妹遇害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遇到魔灵，你们几个能够活着走出来，已经是万幸了。更北边有消息，一位老师也没能逃过魔灵的血爪。你们也算立了一件大功，让这矮山城恢复了几分安宁，就先回去吧。老师，我们一定会亲自送杨师妹遗体回学院的。朱明朗，你的实力不亚于一些导师，你愿不愿意去清流河城区援助1队降魔导师？学院高层给老师的奖赏同样非常丰厚啊。我愿意。记住，若这次遇到了3000年以上的食人魔灵，切记不可鲁莽。要第一时间告知红莲城的坐镇者，由他来处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没想到坐镇红莲城的竟然是你。怎么，我不可以坐镇红莲城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听从师长的安排，前往清流河城援助1队降魔导师。当我赶到时，3位导师全部横死，死状安详。
魔物消失。连导师都遇害了？是啊，据估计，那魔物至少有3000年修为了。化龙师，你替我坐镇红莲城，我去看看。我坐镇？等一下，太危险了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疼死我了！活该！你在这里好好反省吧。还好没什么大碍。敢问这位师长，我们是南氏弟子，南陵莎姐姐是否坐镇此处？祝明朗，好吵。南陵莎让我代替她坐镇这里，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汇报。哼，你算什么？能代替老师坐镇城池？你们到底有没有事情要汇报？没有就不要打扰我清静。你拽什么拽？信不信老子？别冲动，别冲动。朱明朗，我们遇到了魔灵，特来找南陵莎姐姐去除魔。她真的不在吗？她真的不在。你们遇到了什么魔灵？我们遇到一只1000多年的鬼妇邪蛛，她闯进了一个伐木场，胡乱杀人，官兵和苦役们都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四散逃窜。最终，那魔物进了西边一片巨林中。你们知道那魔灵的位置吧？带我去。快看，这里有血！我过去查看一下，你们在此处小心戒备。朱明朗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们一起。够了，人家自己想出风头，你掺和什么？难道这鬼妇协助世人，是为了孕育出更多的红珠来，好将这头森林巨龙吞了？那是小青卓的妈妈和哥哥。完了，小青卓。青卓，你已经完全吸收了之前夜交藤属狼魂珠的能量了吗？太好了！不好！青卓，咱以后能不能不玩这种刺激的啊？哎，那里好像是森林巨龙的位置。这家伙好狡猾，想靠夺物与人面红珠耗死森林巨龙。大黑牙！该死，大意了！大黑牙！他认出你来了，青卓。鳞片，他竟把身上的鳞甲给了我，他是在表示不再相欠了，往后他们生死也与你无关，对吗？1700年，这东西要是再吃了龙，怕是这片巨森再没有什么生物能与它抗衡了。而森林外的那些城池，也要遭殃。神木青圣龙，坏了！听说南市一族有一片御龙圣地，其中有一古老的神木圣灵与森林巨龙结合，出现了灵龙一族，成为了南市家族的专属龙宠。神木青圣龙可是灵龙一族的领袖，是南市圣灵中的圣兽。他们不会误会青卓的来源吧？舒明朗，这圣龙是林莎姐姐送你的。
你们误会了，我这龙是……哼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回去一问便知。姐姐，你是给祝明朗送了一头神木清圣龙吗？你是说清浊吗？一只残龙罢了，是我赠他的。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我们在竹林相遇。我见他是一位不错的木龙师，又与我家云姿姐姐相濡以沫，我便将这神木清圣龙赠给了他，略表心意。毕竟他对我家姐姐可谓是悉心照料。住口啊！本公子和龙与你没有任何瓜葛呀！就算如此，这样珍贵的龙，姐姐随随便便送给一个外族男子，怎么？我这么做还得请示你们？怎么？我这么做还得请示你们？不敢。好了，我和祝代教还有事商量。这次除妖降魔的任命已经结束了，所有人的成绩已经以放榜的形式公布了。你们先回学校吧。哎，我被你坑惨了，姑娘，你这样冤枉我，我可是清清白白的呀。你清清白白，也不知道是谁一把将人家从空中拉下来，抱着人家不放。误会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我听说你与黎云姿在地牢里发生的事，也是出于误会吧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那个时间不早了，姑娘早点休息吧。没其他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慢着，你这次在学校的学员榜和导师榜上都名列前茅，学校奖赏的灵玉果，我可是先替你领回来了哟。给我吧，给我呀！臭流氓！这灵玉果的味道一般般啊。灵玉果吃的是味道吗？你不是有一条叫白起的白龙吗？干嘛要骑这条小龙啊？你不是可以化龙吗？干嘛非跟我一起飞？为了灭那3000年的魔灵，我把随身携带的墨汁都用完了。哦，白起上次杀了夜宵藤鼠狼就沉睡了，还没有醒来。你的白起是不是渡过龙劫？龙劫？万物越过龙门就可化龙，而龙越龙门则是进阶。每一次进阶都可能会遇到龙劫，每渡一劫便会蜕变一次，实力强劲一分。每个阶段又分下位、上位、巅位。然而龙门有几重，渡过龙劫后会晋升到何种等级，无人知晓。这么说的话，白起好像还真的渡过一次龙劫。你回学校的藏书阁查查吧。另外，也可以去宝塔阁看看，里面有很多好东西，可以用你这次的奖励和学分换取。谢谢提醒。风暴幻灵雨，这东西好像不错，可以依附在白衣的羽毛下肆意的操控风暴，大幅度的增强御风之法。哎，白起，你醒了。乾坤藏匿之法！别！这里的东西不能卷走的，会出人命的。这可是学院的藏品啊！这次任务的奖励都兑换到了满意的宝贝，挣的学分够大黑牙吃到春天了。手头上的金银珠宝也够买昂贵的冰封后花蜜了。这样白起施展冰尘之法会更强势不说，到了夏天，他就到成年期了。还有青竹爱吃的楠木汁也被南姑娘包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终于暂时不用为3只龙灵的口粮头疼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逆鳞该怎么处理呢？哎，有了！既然是用森林巨龙的逆鳞打造的，就叫你逆侵软鳞甲吧。云姿一时在外作战，马上年庆了，他也得胜回归了。刚好可以将这件贴身软甲送给他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云姿穿上我送她的软甲，
一定非常性感迷人。周公子，双儿姑娘。周公子，我家小姐醒来后说很喜欢你的礼物。云子喜欢吗？太好了。啊，我听说她又受了伤，不见他人，就请双儿姑娘带我向你家小姐问好。公子又不是他人。哦。小姐，那我先出去了，您和姑爷慢慢聊。听说你又受伤了，怎么样？好些了没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傻，总是那么拼命？公子还会关心人了。我身体已无大碍，而且这次归来比上一次心情好许多，至少再也没有听见那些污言秽语。你也知道，我演技一直都很不错的。是吗？竹林夜雨，互赠情物，也不过是逢场作戏了。啊，误会啊！那神木青圣龙是我自己的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南姑娘送的，怎么传到你这儿成互赠情物了？那公子没送他礼物？当然了，我只给你送了礼物。哦，对了，送你的软甲穿着合身吗？舒服吗？我还没试呢。我建议你现在就试一下吧，哪里不合身了，我正好可以给你改。好吧。公子不许偷看啊！好！天哪，他真的答应了，还一直叫我公子，貌似云子变了很多，对我没有以前那么冷了。不要搞事情啊！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；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；心若……我换好了，出来了。这软甲挺合身的，也很舒服，而且没有一点束缚感，还很清凉。非常好，你穿着非常漂亮。不，你哪里都非常完美。不好，有人来了。怪不得拦我，原来是在跟小情人幽会啊。那南陵纱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你好大的野心啊！你想阻拦，我也不会对你客气。那好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繁华，什么野心？冬季都枯燥阻拦什么呀？不如姐姐把这位俊俏的公子接我解闷儿，随我逛一逛香花灿烂的祖龙城。不行，姐姐不舍。主郎，今日你怎么不与我说话？往常可殷勤热切呢，即便畅聊整夜，也一副不知疲倦的模样。南陵纱姑娘，我已经和你姐姐阐述了事实，你就不要颠倒是非了。去，真是扫兴。来的不是时候，你们两个腻歪吧。他来这儿到底啥意思？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他就是来看看我的伤势，见我并无大碍，便离去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我想立国。这片土地上城邦与城邦独立，除了宗公在其中制衡调节，根本没有国家一说。你是想与宗公为敌，统一城邦，建立国家？准确地说，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敌人，只有前行时的阻挠者。宗公、凌霄城，甚至是南家、黎家，都是我的绊脚石。那这么说，这黎家皇院中也有许多对你居心叵测之徒，你怎么连个侍卫都没有？这也太不安全了。纵有万军，可信者百无一二。所谓的效忠信奉，都抵不过威逼利诱。你与我说这些，说明你相信我。我明天就收拾一下东西，搬过来护你周全。不，此事非同寻常，一切并没有只是护我周全这么简单。我之所以说与你听，是怕连累你，让你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我曾当着众人的面说过，你的性命由我来独守，我是不会逃避的。谢谢。你我的关系，还说什么谢谢？哼，果然正经不过5秒，与南陵纱保持距离。得令。好像也没什么可收拾的。朱明郎，听说你要搬出去住了。我暂时搬去黎家皇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还会回来的。
等我回来后，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，一起驯龙。总之，各位保重哈。离家皇院，那不是女君凌云姿的家吗？只是去看家护院而已。可恶，被他撞到了！祝明郎，我从小胃不好，吃不了太硬的食，你能教教我怎么端好这样的盛世软饭吗？这个得靠脸呢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方念念呢？家里要她嫁人，好像有位经常出画舫的公子喜欢她，她看不上人家，然后就自己离家出走，跑城里躲起来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这丫头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啊？我龙的食材怎么办呢？去，境界了，境界了！放开我！这个贫贱的民女，别误了这景色。今夜可是有南氏大小姐来观河灯。你们狗眼看人低！走吧，我带你去买身衣裳，到附近客栈洗洗。祝明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事情我听别人说了，怎么弄成这样，跟个小乞丐似的？哼，我只是太匆忙，没来得及换衣裳。我要去离家皇院，那边应该会给我安排侍女。我不太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，你要不要来给我做个木龙小管家？好啊！啊，天上那是什么？哇！苍穹星落，好美啊！这可是祥瑞，连上苍都在庇护我们祖龙城邦，在为我们赐福啊！哇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绚丽的流星群，快许愿！有画廊吗？快把这罕见天景画下来啊！快散开！快散开！他们正在陨落！啊！你乱吼什么？别搞事情哦！快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其他地方也有陨石落下，不像人为的，难道？完了，这是要世界末日了呀！快救我啊！疼死了！2、3、起！我的孩子！哎呀，好疼啊！我的腿好像断了。一定是凌云姿那个凶煞之星引来了这天神之怒。是啊，凌云姿这个女魔头所过之处无不战火绵延。现在天降神识，就是告知我们祖龙子民要灭掉这个凶煞邪星。凌云姿残暴行径引起了天怒，凭什么我们受难？要我说，他应该自刎谢罪，否则还会有天火惩罚。是啊，讨伐凌云姿，讨伐凌云姿！凌云姿自刎谢罪！外面已经乱成一片了，天意识不良，好多人谴责你，甚至有人在祭祖台聚众讨伐，还说那些肮脏污秽的话。你很在意那些污秽之语？我是在为你不甘。天罚世人，世人不恨天，却要你来背负。天意无人可控，怒却需要宣泄，终究会有人被千夫所指。他们觉得这一切是我酿成的，那就觉得吧。放心，不管世人如何说你，我都会护在你身边。小姐，宗公少爷渡城已到，家主希望你也到大殿内，否则有些失礼。不必了，告知传话的人，小姐凝神养伤，不出席任何仪式，不见任何客人。小姐，照他说的回。好。今天可是南太宫的大寿，各种大佬齐来祝寿。听说黎家家主、凌霄城的代表、宗宫的少主都来了呢。黎家家主毕竟是南氏南陵沙的父亲，请来祝寿可以理解。不过，怎么连凌霄城与宗宫都来了？南太公可是位极厉害的木龙师，曾经还担任了驯龙学院的院长，也一手扶持了黎家和南氏，可谓是真正的太公元老。谁敢不给面子？少
少主。杜城，你我可是有婚约的，当着我的面垂涎别的女子，真是个大猪蹄子。这位女子是南市执掌南陵纱。哼，是吗？闭门。是。黎云姿怎么来了？南太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别紧张，他是我们南市执掌南陵纱。啊，原来是南市执掌啊！失敬失敬。你出来吧。各位，我们今日聚集在此，就是为了讨伐我的不孝女黎云姿。不错，黎云姿收复吴土，侵占南邦，就连东南的千堂城邦也都秘密归顺。如今只剩凌霄城邦没有沦陷。此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迟早要将我们灭掉。如今我只能大义灭亲了。这次讨伐黎云姿非同小可，我们凌霄城也出兵多日，足以表明我家族人的诚意。各位就请不要再犹豫了。我们宗公也已经派杜城少主前来，他会如期出手。写下各位的名字，加入讨伐军。我将暂替黎云姿，将他的军卫彻底遣散。大家也不用担心他的忠诚之士复仇。你如何暂替？难不成黎云姿那些忠者军卫会听你一个南市小姐的一面之词？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我的女儿黎云姿和南陵纱为双胞胎姐妹。黎云姿的军卫不知南陵纱的真实面容。黎云姿养病被囚后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主子已经换成了南陵纱。这就是我们南市给大家的保障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这讨伐军算我一个。各位，撇开女军残暴行径，她乃天纵奇才，我钦佩她。我选择驱逐流放，大家请自便。好，我们签。好了，诸位，这墨可是龙血之墨，这纸为龙皮纸。今日大家结为讨伐同盟，经过签名，抉择处死的最多。那么，无论暗杀结果如何，我们坚决不能让云姿活着离开祖龙城邦。要我说，诸位有点紧张过头了。黎云姿现已受伤，宗公高手出手，必定一举拿下。我们就等着好消息吧。唉，不是紧张过头，而是我那小女实在命大。上次永成将其抓入地牢都能逃脱，实在不可大意。父亲，这么说，永成之事你也有参与？他入地牢是你父亲所为，但之后的事情他并不知道。哦，这么说，是孔同夫人让他在牢中受辱的？放肆！怎么和长辈说话呢？串通凌霄城，联合宗公黎家南市，只为置一个光辉盖过所有人的女子于死地。父亲，你该庆幸永成之事你并未参与到底。您可真是心比天高，命如纸薄。各位，生死簿上的名，乃是你们自己所写。该死！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挣不脱？我错了，放了我吧！救命啊！南陵纱在门外恭候能从我这画布上活下来的人。混账！快放开我们！南陵纱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南陵纱会变奸？难道从一开始，她们姐妹不和就是假象？姐妹不和，骗过至亲何其难！
除非这份心思隐藏了不知多少年。父亲，我要讨伐黎云姿。感谢不杀之恩，感谢不杀之恩，感谢不杀之恩。歹毒恶女，你不得好死！好，能活着出来，实力不错，可惜终究难逃一死。可惜终究难逃一死。令杀，我们这些老一辈确实迂腐，阻挡了祖龙大业，是我们错了。太公，我可以向祖辈宣誓，不再干涉任何族事，从此做一个退隐老者，安享晚年。好啊，我话一关，您便可安享晚年。我不想死！穿过这里就是黎云姿的住处了。现在他众叛亲离，已经没有了守卫，我们应该很轻松就能拿下。不可大意，我还发现了一股慕容师的气息。没错，等你们很久了。掐指一算，几位应该是来杀我家娘子的吧？你就是那个和女君在地牢里快活的乞丐，看来传闻有误啊，但也不过是凡俗之辈。祝明郎，少主，情况有变，别在这与这无名小辈纠缠，先去处理掉黎云姿。好，我们先走。这个人是你的了，相信你会让他品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吧？毕竟他可是亵渎了你女神的人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你……人呢？想杀我家娘子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4位前辈，你们先去对付黎云姿，我来处理这个碍事的走狗。哼，一起留下吗？该死！这慕容师境界不低，小心！那就先将他的头割下来，给黎云姿当慰问礼。我来！可恶！我的龙已经进阶到了炼狱火龙，实力仅次于主龙级，为什么这头白龙还能挡住我的熔岩攻击？该死！先杀掉这头小龙！白起，死吧！哈哈！白起，好样的！白起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不好，龙主旗！大黑羊！最该死，忘了这龙铠导电了。去死吧！没想到你也是神凡者。大黑羊，取消开化。太好了，大家都没事。小土，不要插手，让我亲自杀了这小子。哼，一只畜生而已，真以为自己有多强吗？让你瞧瞧我这炼狱爆焰龙的厉害！这是暴风幻灵羽在白起的操纵下，居然如此厉害！不
该死，这龙竟然这么强！不！炼狱爆炎龙，你起来呀！起来，我们一起再战呐！为什么你？哎呦，原来是罗笑老哥呀！刚才没认出来，失礼了。我不能死！我不甘心！云子，你是我的！敢觊觎我娘子，该死！可恶！竟敢弄伤本少爷！你们去弄死那只小畜生！至于你这个废物的头，就由我收下了。你们宗门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要脸！全力斩案！啊！可恶，他不是销声匿迹不知道多少年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此？传闻他屠过龙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哼，不管真假，今日都要他命丧于此。小兄弟，又见面了。啊，原来是你啊！这不是当初送李少隐入学的普通木龙大叔吗？小兄弟，我这人略懂屠龙，那个宗宫的少主就交给你了。哈哈，咱们一起干掉他们！这扮猪吃虎的姿势妙啊！和他一比，我这老戏骨嫩到家了。快保护少主！你糟糕！大黑牙！小兄弟，这俩畜生奔你去了！我去，还真有人养这么恶心的龙！老四，小兄弟，你挺住啊！该死，这雷坤苍龙已经是龙主级，再加上要跨入龙主级的鹰龙，真是难缠呐！因为灵魂连接，白起身上的风暴幻灵羽，我也可以使用。该死，忘了他与龙兽灵魂相连，龙兽身上的器具龙装都可以在木龙师身上显化铠影。快救少主！少主，跟你拼了！你们那么在意他，那这会儿上路，你们可以结伴入鬼门关。快退！没想到这畜生这么护主！白起，请着！别着急，你们也可以去的。撤！好，银龙，别跑！我的银龙，这就是女君的实力吗？受了伤都这么猛！哎呀，我明明可以搞定。看来他真的很担心我。哼，嘚瑟！白起，别玩了，快干掉他！唉，可惜我不是木龙师，这么多战利品都便宜你小子了，而且你这采魂酿珠很熟练呢。还行吧，我主攻这一项，这次小赚，这颗魂珠也就对大黑牙应该会有点提升的作用。我去你个懒龙！一听到有你好处你就醒了呀！哎呦，
这小子身上竟然有魅影铠仪！哇，怪不得那家伙身法看上去那么诡异，原来是因为有这宝铠啊！真是有什么样的龙，就有什么样的主人。大叔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这次多亏了您的帮忙。好了，不用跟我拍马屁，这些战利品都是你的。毕竟这些人都是你杀的，跟我可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只是为了报答女君，临时充当了次打手，现在要逍遥快活去喽。这几日见你心事重重，本就有伤在身，那日还用意念使出一剑，有点太冲动了。我们其实是可以搞定的。你在想什么？还是说……我在想，一个无土出来的普通养蚕人，为什么会偏偏遇到我？为什么短时间内会成为这么厉害的木龙师？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……我之前其实也是神凡师，只不过后来失去了神凡师的能力，之后到了无土。那时候无土周围都是虚无之海，像一座会慢慢漂浮的孤岛大陆。没多久，就与祖龙城邦的东续山脉接壤了。所以，你接近我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天地良心，你我相遇真的只是偶然，而且我对你确实是真心的，请相信我。姐姐，你不要这么凶他，也许公子能解开我们担忧之事呢。我只是防止他别有用心而已。姐姐，不妨让我试试。公子既是真心，不如告诉我公子的来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祖龙城邦最东边曾是一片海，却在某一年突然出现了无土。看来，这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更神秘，对吗？是的。啥情况啊？怎么感觉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？我想出去走走，公子可以陪我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等我一下。穿哪件呢？该死的屏风！快抱啊！怎么没抱在一起啊？你想啥呢？这个是光天化日之下。唉，光天没错，这化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天哪，那是什么？妈呀，天塌了！这么巨大，西边全部被黑影笼罩了。祖龙城邦放晴了，西边的凌霄城邦和其他小城邦要遁入永夜了。无土便是这样来的吗？我以为它会像无土一样漂浮而来，没想到大陆竟然在天上，会如星辰一样陨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吗？这就是你郁结的原因吗？只是有些不祥的感知。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。姐姐，那天到了，知道了。谢谢你陪我饮茶，我该走了。好，你伤还没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先去西边境驻守，抵御即将到来的危机。你留下来，帮林莎稳定下局势吧。云子，一路小心，我会帮你守护好这里的一切。放心。原谅我没有告诉你，我来自吉廷大陆，曾是神凡剑修。我在游历途中遭遇王级神秘强者，他吞噬灵脉生灵之力，以至于当时的白苍龙也受到了他吞噬能力的影响。生灵正在如万物一般枯萎，我无法容忍他的做法，只能与这神秘怪异强者大战。也是这一战，我斩断了地脉，让那片灵岛与无土彻底分离，自身剑修尽毁，坠入虚无漩涡，来到你们这个世界。白起也因此战身受重创，为了救他，我才成为了木龙师。没想到，现在整个吉廷大陆竟然降临了。不管你们来做什么，最好不要让我家娘子难过，否则
我会将你们碾碎成沫。据说那陨落的大陆与凌霄城邦附近衔接的断层被人们称为西崖，可惜最近那边事端太多了，不然那里应该有不少星辰碎片结晶。还好云子帮忙收集，现在的结晶应该还够你吃2个月的。到时候你应该可以稳固在上位龙主境界了吧？虽然说你的玄术来自星月，吃花蜜已经对你的成长没什么帮助了，但把结晶当糖果吃，真不是普通人能养得起的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吃什么月亮结晶或者太阳结晶吧。祝明朗，南陵沙，你怎么来了？跟我去一趟离家皇院。好。主位的老婆婆是离家老祖母，本已不问世事，但离英被废后，不得不再出来主持大局。段兰老师也在啊，看来段兰老师的身体已无大碍，太好了。云子已去了长峡防线镇守，除了他，祖龙城主级实力者都在此了。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昨日宗宫上下数百木龙师和近百神凡者被人灭了，宗宫已亡，而且凌霄城邦的西土6大城池也被屠了。是那边神秘大陆来的强者干的？不错。他们是什么族派？有多少主级以上强者？一人是一名驾驭着子龙的木龙师。段院长，你说的可属实？那宗宫不但有双魁、2老，公主更是达到了军级实力，被一人灭了。是啊，这未免有些太夸张了吧？如果那神秘大陆随便一人就有这种实力，那我们岂不是毫无胜算？我想起来了，她就是我们驯龙学院的院长段长青。难道段兰是他的女儿？这座城谁在掌管？我们出去看看。我去，不会这么巧吧？我是南陵沙，这座城池的掌管者。你们来我的城池想干什么？可是宗门？不是，我们是城邦族众。既然不是宗门，那你们好自为之吧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们是来灭宗门的？一群乌合之众的小宗门，一些资源平平的城邦，这块大地也就如此了，比我想象中的要乏味。圣尊，我们可以回城了。等等。圣尊，这已经是最繁华的城邦了，其他地方没有必要再去。祝明朗在呢。雪痕姑姑，既没死，怎么不回去报个平安？我也想啊，但之前不是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吗？雪痕姑姑，可以看在小侄的薄面上，让战火停歇吗？我听说已经有6成被屠，无非都是子民，何必这么残忍？战事与我无关，你要插手，怎么不自己去和国主谈？不过有传闻说你失去了神凡，不堪受着劫难，跳深渊自尽了。原来传闻对了一半。我现在是木龙师。木龙师？这一脸的嫌弃，圣尊好像看不起木龙师。先不提木龙师的事情，你身边这位是你游历结识的妻子，可有孩子？这位是我未过门的妻妹，是未过门妻子的妹妹南陵沙。回家报个平安吧，再让这女子为你生个孩子。若是能继承你们其中一人的神凡，也算是弥补了我们族人许多的遗憾。有必要这么失望吗？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。虽然辜负了姑姑对自己多年的悉心教导，但我现在当木龙师也挺厉害的呀。至于你说的话，我会保证任何宗门不巧取豪夺，不滥杀无辜，但国土城邦之争，只能听天由命。木龙师嘛，入门的木龙师可不多啊，有机会可以切磋切磋。好的，恭送姑姑。等一下，
刚才尊上叫他祝明朗。尊上，刚才那个祝明朗，可是曾经15岁便横扫吉廷大陆年轻一辈的天才剑修神凡者祝明朗。你一个慕容师也听说过他？略有耳闻。看来尊上是真的不待见慕容师啊。怕了？怎么可能？他的神凡之力已废，论慕容师的能力，我可不怕他。可恶，为啥觉得那张脸很恐怖呢？你不打算解释解释？我其实来自吉廷大陆，刚才那个秩序者正是我的姑姑。你别看他冷漠，其实人很好的。祝明朗，你是来自祝意了得的祝门？没错，当初我无意间跌入罕见的虚海漩涡，昏迷醒来后便在无土之中了。莫非院长你也？是的，无土的出现，让我明白了这浩瀚世界的一些规律。这些年，我也一直在虚无海外、古代山、隐雾岛、金门关等各地探索虚无漩涡的秘密。想不到，吉廷大陆就这样从天而降。我来这里才几年，这院长都找不到归路几10年了，好惨一人啊！想办法安慰安慰他吧。院长不必悲伤，这不有回家的路了吗？而且您女儿都这么大了。两位，等下再叙旧吧，还是先为我们说一说那吉廷大陆吧。好的，吉廷大陆有一个皇朝和诸多国邦，各国邦实力参差不齐，纷争不断，但都必须遵守皇朝制定的国规。另外，吉廷大陆还有宗林、族门、龙宫、教廷、学院等诸多势力，不过他们不会随意干涉国邦的战争。宗林、族门、龙宫、教廷、学院，也就是说，吉廷大陆还有另外4大可以与院长您的黎川驯龙学院抗衡的势力。神凡学院和驯龙学院这2大学院的主院都在吉廷皇朝中。我们黎川驯龙学院的规模，甚至不如诸多小国中他们的一所小分院。如今，我们就像是吉廷大陆眼中的无土，是下等之民，是落后的蛮夷。任何一个国邦大肆举兵，都可以将我们碾平。段院长，那是否我们归降便可勉强保存下来？万万不可！吉廷大陆许多国邦都存在奴隶制度，一般无主之地被攻占下来，所有人都要先从奴10年，10年后才可以慢慢转变为下等子民。奴隶不受国规保护，不受势力庇护，生死不受任何追究。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战争是无法避免的。黎元资已经调集了4大城邦的所有军队，驻守在了长峡防线。只要各大势力不出手，我们还是有望抵抗国邦军队的。云子一直希望立国，莫不是他也知道吉廷大陆迟早有这么一天？看来我们错怪黎云姿了。可就算他立国，我们在吉廷大陆也算是无主之地，不受皇朝国规保护，那些势力还是会对我们出手的吧？其实，有一种办法，可以避免其他势力对我们出手。什么办法？我的族门有幸是吉廷大陆6大族门之一，我可以代表祝门向皇朝宣誓，祖龙城邦归祝门所有，每年缴付重税，让这里不再是无主之地。那么其他势力就需遵守国规，不可染指。那现在云姿不在，只能马上让灵沙替云姿与你成亲，宣布祖龙城邦归顺祝门。正好城邦大印也在灵沙手上，都不需要更替了。成亲大事还能替的？老祖母，您先别急，等我把话说完。好，你说，其他人不许说话。明明就你在说话。这等大事不是我现在就能做主的，我得回族门与他们商榷。毕竟，能震慑各大势力的是大族门之威，
我段长青也愿亲自前往吉庭大陆，争取得到吉庭学院的支持。希望我在吉庭驯龙学院的故友还记得我。如此甚好，全靠你们了。就算得到祝门或吉庭学院的支持，宣读了归属，也只是让所有势力以一种公正公开的方式进行竞逐。若祝门竞逐失败，其他势力依旧可以过来抢占。这么说，你们这一行怕也要好些天。到那时，势力豪强怕是已经将我们祖龙城邦的高手屠了个干净。这段时间，我那姑姑作为这片土地的秩序者，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。不过，她却干涉不了国邦军队的入侵，现在只能依靠李云姿率领军队撑过这段无主时期。只要有了皇朝承认的坐镇实力，即便最后兵败，祖龙城邦也不会沦为奴隶之地了。放心吧，他唯一一次失败便是永城，从那之后，他不可能再败了。林莎姑娘，我还有些疑惑，云姿好像对吉庭大陆的陨落早有准备，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？林莎姑娘，我还有些疑惑，云姿好像对吉庭大陆的陨落早有准备，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？有一女名为星化，她是观星预言师的神凡者，她预知了一个大致陨落时间，其他为黎云姿自己推断的。预言师？我见过无数神凡者，却从未听过有这么玄乎的神凡者。你不过是孤陋寡闻，井底之蛙罢了。那有机会我一定要见见这位星化姑娘。你见过的？啊？谁啊？不说这些了，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木林圣坛好不容易才采集了10年之路，本是孕育新的神木青圣龙，亦或给组内最出类拔萃的木龙师做洗礼，怎么能随随便便给一个外人？何况还是一个声名狼藉之人。好吵！你个蠢材，闭嘴！现在朱明郎可是关系着祖龙城邦生死之人，岂可这般侮辱？教子无方，教子无方！还请朱公子千万不要与我这蠢材儿子计较。爹，我还说想害死老子，你个坑爹货！是该好好管教管教。是，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管教这个孽子的。圣手，我们来取圣鹿，这是我们带来的供奉。没想到南市的圣灵中，竟然真的存在一头神木青圣龙，这可比小青卓强太多了。朱公子，这是10份10年圣鹿。大护法，100年圣鹿的孕育也已经完成了吧？劳烦也取给祝明朗。100年圣鹿，这可是我们南市的根基。但也只有这样的瑰宝，才能够配得上祝明朗公子的身份。这南朝兵的父亲倒是个人才。这每一份10年圣鹿都够你的神圣青木龙吸收10天，而100年圣鹿最好在它处于成长瓶颈期时服用，可以让它在直接进阶的同时，觉醒一些强大的圣龙之力。好，我记下了。这1份10年圣鹿都是家族至宝，现在竟然送给祝明朗和他的龙当水喝了。罢了，既然拦不住，就当送一份善意给祝明朗吧，指不定将来还要仰仗这位南氏大婿呢。祝公子，你的其他龙宠也可以服用1份，不过多次就没有必要了，因为只有神木青圣龙的血脉才可以进行多次吸收。其他龙宠也可以服用吗？太好了！嘿嘿，那是。我们这圣鹿啊，还有更神奇的，它与魂珠、灵果之类的强化之物并不形成消化克制的，所以在喂养圣鹿时，您还可以继续用别的灵物强化龙宠。哇，真是好宝物啊！早知道刚才应该多拿几罐。祝公子，这圣鹿可是我们南市的根基啊，好几10年才好不容易存了这么多，求您千万别一下子全拿走啊！我开个玩笑而已，你送了我这么多已经够了。有了这些圣鹿，小青卓保底都是上位龙主啊！看来养龙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啊！别嘚瑟了，
回去休整几天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好。哟，换了身衣服，倒也是人模狗样。我全当是夸奖了。哎，看来咱们大陆有不少冒险者想闯过这西崖长廊，一窥那吉廷大陆的真面目，却纷纷被这把守长廊的吉廷大陆强者杀害了。你们也是想要去吉廷大陆的？是你们自己滚回去呢，还是想跟他们一样，把命交代在这儿？祝明朗，你可有证明自己吉廷大陆身份的物件？族门腰牌之类的？没有。院长可有？我也没有，也不知道这算不算。这是龙君？不知这能不能通行啊？可以，这位木龙尊者，请宽恕小辈刚才的鲁莽。毕竟我们以为您也是这黎川大陆的人。我们来自黎川大陆。木龙尊者之尊不分领土，各位尊者请继续前行。我们走。果然，不管在哪里，实力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啊！终于要到了，累死我了！哇，这就是吉廷大陆吗？好像和我们祖龙城邦的城池也没有多大区别啊。我还以为会是城墙在天上，楼房是黄金而筑，每个人行走都乘风如仙呢。本来就是一样的呀，甚至吉廷大陆的某些地方还不如祖龙城邦呢。祝明朗，你要回祝门，我们先去驯龙学院的主院，所以就此别过了。玉树院长可以争取到吉廷驯龙学院的支持。为了快点抵达皇都，我们只能冒险走近路，穿过这罪恶之城了。这里潇湘的商人倒是不少，刚好可以买些龙血做梦。朱明朗，快看，这里有星辰碎片结晶，小白起的口粮有着落了。这个怎么卖啊？100金珠。哎呀，我们要买很多，哥哥可以便宜些吗？可以呀，只要你和这位遮着脸的美人陪我哥俩过几夜就行。我好久没有舔过身段这么好的姑娘了。该死，这是什么？放开我！饶命啊！哼，作为感谢，我就给你们这么多钱，把这些星辰碎片结晶都收到白起的乾坤法术里去。好。吉姐，前面就有卖龙血的，我先去给你看看啊。抢劫啊！居然只给这么一颗啊！这个地方的东西都好贵啊！一块这种肉饼，竟然要5粒金沙！穷鬼！哇，这颗灵液魂珠刚好可以用18楼的魂珠换！哇，终于找到小青珠的口粮啦！这罪恶之城好像也没什么凶险的呀，我们干嘛不在城里过夜啊？三位，这么急匆匆的走，当真以为我们兄弟俩是吃素的吗？11个吗？哼，今天你们不把我们伺候好了，就别想活着走出这里。这2个小妞果然是极品啊！你们真是不知死活。到底是谁不知死活？我们的结晶也敢抢？他们是什么人？别装了，我们一起动手，把这些家伙收拾了。我才不要！你惹的事情你自己处理。姐姐，你贵人多忘事，不记得此等庶民也是自然。这2个光头就是你白天差点绞死的流氓哦。这样的人忘了也是正常。不管怎么样，让祝明朗处理吧，反正我不会动手的。真拿你没办法，那我自己动手。大牙出击！
这是大黑牙爪子与獠牙的能力之一，恶化。大黑牙咋突然这么厉害了？前几天我喂它食物的时候还没这么猛呢。是的，它吸收完了雷坤苍龙的魂珠，不但进化出了雷电能力，更激发了古龙的烈勇血脉。不过今天嘛，应该是见识不到了。这龙太猛了，快逃啊！哼，想逃？青竹，灭了他们！救命啊！有毛病啊！我们把之前的东西都交出来。对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们，求你们放过我们！放了我们吧！谋财害命，你们手上沾了不少人的血吧？我送你们一起上路，希望你们在黄泉路上好好反省一下，下辈子做个好人。这小白棋好像特别喜欢这些亮晶晶的东西呢，是个女孩子吧？对，狡诈恶徒，竟为了一点钱财伤害了这么多人命。瑶山剑宗的弟子，你认识？我年幼时曾在瑶山剑宗修行，剑宗的一位剑尊是我的太公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同门师弟，我们刚好可以先去一趟瑶山剑宗。放肆！你这般恶徒败类，这还想冒充瑶山弟子？什么鬼呀？有见过这么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坏人吗？各位师弟，我真的是……呸！谁是你师弟？少占便宜！从未见过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！哈！你们眼瞎吗？明明是这群人在林子里伏击我们，想谋财害我们的命，你竟然说我们是恶徒败类！可笑！你们在埋尸，竟说这些商贩袭击你们。如果是他们谋财害命，为什么你们还活着？整个集体大陆的智力都被你拉低了，他们才是恶徒！遇见几个脑子不好的剑宗弟子，懒得和他们多费口舌了。咱们走吧。谁杀了对方，谁就是在谋财害命，这是什么逻辑？贼人休走！再走一步，我杀了你的黑龙！这是冰尘。回瑶山的路我挺熟的，就不劳几位师弟师妹相送了。麻烦通报一声妙竹师妹，祝明朗来访。可有什么信物？这个，他栖居的润红峰前有一棵凤松树，上面挂着叶灵，算不算是信物？我去找大师姐。你既然是剑宗的，怎么好像没有人认识你啊？你是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，所以改行了？我15岁就离开这里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新人肯定不知道我啊。那妙竹师妹是谁啊？她怎么记得你？小时候一起修炼的，她比较笨，我指点过她一些。住嘴！身上连一点剑修气息都没有，竟敢口出狂言指点大师姐，怕又是哪个没有地方着落的远房亲戚跑来投奔。我们剑宗最不缺的就是这样的杂役。你们才……大师姐来了，都端庄点。大师姐，祝明朗，师妹。他是谁？他是我慕龙师团队里的神凡者，一起旅行的伙伴南陵沙。你好，我是祝明朗的龙良小总管方念念。一起旅行的伙伴啊？为什么要一起旅行？祝郎，你又何必遮遮掩掩？我们一见如故、两情相悦的故事，离川大陆无人不知。又来！果然如此，果然如此。这么多年来，太公一直骗我说你已经死了，到头来，你只是有了别的女人，不想见我罢了。师妹，我有重要的事情与太公说，你能不能不要纠缠这些问题啊？可以，我不纠缠。他做小，我做大。大师姐，我们的女神呢？这无名小卒给你吃迷魂药了吗？哎呀，别闹了，我与你又没有媒妁之约，跟南陵沙也不是伴侣，
他刚才那番话只是试探你与我的交情而已。哎，他不是你的伴侣？不是。哎呀，那还差不多，走吧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快走吧。我带你去见太公。太公，祝明朗来看您了。什么？我老人家不过睡午觉，怎么就被阴司勾了魂魄？小朗，小朗，你该去哪儿去哪儿，不用来探望我。太公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太公，我还活着，只是不小心跌入了离川大陆而已。你这确实不像此人，但你怎么修为全无，而且气息又很像慕容师了？太公，我之前遇见一些事儿，现在转修慕容师了。徒孙这次回来，主要是想争夺离川大陆的归属权。为了防止其他势力瓜分，能不能派一些宗灵高手前去祖龙城邦作战？好说好说。妙竹，你跟顾唐师叔说，若他愿意坐镇那祖龙城邦，便赠他皓影剑。太好了，有顾唐这个剑君级师叔在，祖龙城邦无忧了。太公，我们剑宗最后一把皓影剑丢在了弃剑林，可是弃剑林最近怪事频出，现在无人敢踏足啊。放心，我们小朗可以让祝门打造一把新的皓影剑。没错，到时候我回祖龙城邦，一定亲自给师叔送上。对啊，师兄家族的锻造之术可是一绝。好了，你带着小朗的朋友安排下住处吧，我跟小朗聊聊天。好的。哎呦，可以呀，小朗。没想到你这次出去还能赚回2个美娇妻，尤其是戴面纱的那个很不错，眼光跟你师尊我一样好。师尊，那2位，一位是我的龙良小管家，另一位戴面纱的是我家娘子的妹妹。哦，小妻。师尊，话可不能乱说呀。好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我就不参与了。不过你现在既然成了慕容师，怎么不寻一位能力强大的神凡者相随保护？2名慕容师行走，多少有些不安全。师尊，他就是神凡者？不对呀，我观他气息是慕容师啊，而且他境界有些古怪，在军级上下飘忽不定。师尊，您别和我开玩笑了，我见过他的神凡之力，绝对不可能是慕容师。是吗？那你见到的可能不是他。与你同行的这位女子，确实是慕容师。难道她是兼备神凡者与慕容师2种能力？不，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的。好了，这事儿你以后慢慢研究吧。最近听说弃剑林有鬼魅，不过我一去就藏匿了起来，那里就你最熟悉，带我去看看什么情况吧。好的，那太公您先休息。那谁？师尊有什么吩咐？丫头，去祭庄那儿把写着祝明朗这3个字的灵位牌给撤一下，也不用每月祭拜了，省点香油去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将林子里的每一把剑都拔出，对着天空挥斩，以风为历史。当你将每一把器剑上的锈迹给磨去，你便可以离开这里。雪痕姑姑，我的手已经麻了。继续，继续。这里的每一把剑都曾陪伴过我，都曾被我的鲜血浸染。大家，好久不见了呀！这是什么？剑灵龙！原来师尊说的鬼魅就是弃剑的剑灵，现在所有的剑灵都融为一体了。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握剑了，原来你们一直在等我。暂时只有这条手臂可以承受这万千铭文剑魂之力，看来以后也需要多多磨合呀。这就是你的力量吗？有了你，我虽已不是剑修，但却可以发挥出不弱于剑修的实力了。我记得陪我最长时间的那柄剑名为莫邪，
剑玲珑，以后就叫你莫爷吧。哎，又打起来了，又打起来了！大师姐要和别人比斗，听说是为了一个男人打起来的。那个人是我们少虚大师兄吗？师兄说你是他队伍里的神反者，那就让我领教一下你的本领，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待在他的身边。干你何事？你看剑！天哪，大师姐这么轻易就被挡下来了！大师姐好像退了呀，那个女人都没有动弹。怎么可能？我眼花了吧？哼，本来怕伤着你，看来你值得我出全力了。我的领域里好像越来越热闹了呀。看来大家相处的不错哦。有人在八卦石台比斗。结果，可恶！明明年纪相仿，为什么他比我强这么多？能揭开你的面纱吗？我想看清楚，我败给了谁？画师南陵纱。连长相也比我漂亮吗？怪不得祝师兄会喜欢她。剑师紫妙竹，甘拜下风。从今往后，我与师兄只有师兄妹之情，再无其他念想。这与我无关。可你们之前不是说你们一见如故，两情相悦吗？那是黎云姿，详细的事情你可以问他。黎云姿，那又是谁？哎，人呢？我说咱们干嘛半夜走啊？飞了这么久都困死了。哎，楚明朗，你这么急的躲着紫妙竹干嘛？是不是心虚了？别瞎说，妙竹师妹已经找我姑姑游历去了。临行前她告诉我，宗灵族门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而且今年的奖励是往年的数倍。要知道，卧龙师最需要的就是资源，资源越丰厚，实力就越强。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参加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宗灵族门大比主要是各个宗灵族门弟子之间的比试，对于各个弟子来说，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切，你就算参加也不是为了荣耀。紫妙竹既然是瑶山剑宗的大师姐，而灵莎姐姐又胜了她，看来吉廷大陆的实力也一般般嘛。这宗门大比，你不是妥妥拿下了？灵莎只是赢了一个弟子而已，吉廷大陆有好多老怪物，可是很变态的。哼，灵莎姐还年轻，我相信以后一定能与那些老怪物匹敌的。我们快到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就是我的老家，云之龙国。没想到驯龙学院典籍中记载的传说竟然是真的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回家了。朱明朗，你们家好像在办丧啊。玉山兄，是我教子无方啊。他不知那位黄毛小子是您祝余山的养子祝同，下手不知轻重，酿成悲剧。为此，我特意让这不孝子负荆请罪。您想怎么发落，悉听尊便。既然负荆请罪，那就诚意点，跪下。什么混账东西，竟然在这里行凶！剑玲珑。你是谁？祝明朗。什么？他就是祝天官的儿子，那个剑修了得的祝明朗？啊，不是传言他死了吗？我听说是这小子惹怒了苍天，一身剑修被毁得一干二净，变成凡人四处流浪，没脸回来呢。没想到现在突然回来了。这个小魔头，曾经连皇族弟子的手都敢砍，那会儿还是个小屁孩呢，现在都长这么大了。这紫宗林的大弟子郝少聪，估计要倒大霉喽。小朗，真的是你，你回来了。小朗都长这么高了，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了。
小朗拜见伯父伯母。伯父伯母，祝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人呢？祝同参加宗林族门大比，被人活活打死了。技不如人，生死由命。我身为木龙师，龙兽也是有血性的，只能怪祝同那个白痴太垃圾，被我的龙兽咬死也是活该。你才是白痴！给我闭嘴！父亲，你打我干嘛？原来是鼎鼎有名的祝明朗啊！这次确实是犬子比试时戾气太重，失手折了祝同性命。作为父亲，我定会亲自监督他在祝同灵堂前磕头谢罪的。好，放开我！祝明朗，你干嘛？不是说了磕头道歉，你还想怎样？当然是成全他。好了，磕吧，磕不够100个，别想走。什么？100个？你想屁吃！你等着！你等着！别废话，快磕头，磕重一点。可恶！祝明朗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老子以后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！祝同，这就是害死了你的人。过几日我就会参加实力大比，到时候一定会让他下去，给你亲自赔罪。祝明朗，吾儿不过是失手杀了你这无血缘的弟弟，你就当众说出这样的话，是完全没把我浩勇和紫宗林放在眼里吗？我伯父伯母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有3个儿子，杀人偿命，我有何过分之处？说了是失手。放心，遇到我的那天，我也是失手。如果你这狗儿子要是退出大比，或者藏到别处，那你就给你其他的2个儿子准备好棺材吧。老爷，您怎么了？别晕啊！老爷，您撑住啊！少爷马上磕够100个了。完了，我心跳得好快！祝明朗太霸气了吧，简直帅疯了！这才是真正的祝明朗吗？霸道、张狂、不可一世。他之前一直在装低调和平凡吗？祝明朗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还是这般猖狂。真当有祝天官与祝雪痕的庇护，你就可以在这皇都中为所欲为吗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赵夫人呢，仗着自己是皇族成员的夫人，想为浩家父子撑腰吗？我祝明朗连皇族弟子的手脚都砍过，你若不想赵族也赶上这个月办一场丧事，就有多远滚多远。你该死，这家伙就是个疯子，说不定他真的敢杀了我。磕多少个了？自己数着。祝公子，我家少爷晕倒了，求您放过我们吧。滚！小郎啊，谢谢你。祝同知道有你这个哥哥为他撑腰，在那边一定会开心的。小郎，你又得罪了皇族和紫宗林，恐怕……放心吧，伯母，不自有分寸。过了这座桥，就是祝门的内廷了。没想到你的家门这么庞大，还分外廷与内廷。我们祝门以前收留过一个战败国家的铸造家族，他们绝大多数沦为了奴隶。我祖父不赞同奴隶体制，便分出一庭，交给他们经营，也就是伯父伯母现在掌管的外廷。那你的伯父伯母不是亲的？伯父原名于山，是我父亲以前的伴学。我父亲也不喜欢奴隶那一套，便一直兄弟相称，让他改为祝姓，便有了现在的祝于山之名。而祝同虽是他们养子，他们却视为亲儿子，我也把他当作亲兄弟。看来他父亲也宅心仁厚，如果离川大陆真归了祝门，也不至于沦落成奴隶。所以祝同本质并非祝家血脉，即便在大比中被人杀了，也没有人会深究此事。唉，可惜我伯父伯母太忍辱负重，
发生了这种事，估计也不愿跟我父亲细说，只能自己将气往肚子里咽。放屁！你也太小觑你爹了。成亲都这么久了，你才带人回来，要不是你老太公和我说了一声，下个月我们内廷这边就要给你张罗葬礼了。爸，老太公的话你也信？还是你日子过得舒坦呀？将别人艳羡的绣围一扔，把繁杂的族门抛之脑后，跟如此美艳的娘子过着这没有烦恼的小日子。哎，大叔，不信谣不传谣，我们不是。他们是我慕龙师团队成员，这位是离川大陆左龙城邦南市的神反者兰陵莎。伯父，叫您大叔的是我的龙梁小总管方念，我们是伙伴，不是伴侣。什么？慕龙石？主门主义在你眼里就没有一丁点地位吗？你想耍剑我依你，现在剑修没了，为父开心的想着你终于可以安心学好我们主门手艺了，你倒好，又当慕龙师了，主意到底哪里丢人？爸，其实我有练习，我给我的龙铸了一件铠甲，回头给你看看。所以，你是因为龙才捡起祖传的手艺？您要这么理解，我也没办法。切，你早说嘛！行，为了龙就为了龙吧，你娶条龙当老婆算了。那个谁，你出来吧。秦阳见过家主。不必多礼。本来我是想让秦阳去斩了那小畜生双手双脚的，既然你已经在灵堂发怒了，我这边就没必要动手了。原来老爸已经有安排了，还以为几年不见，老爸的骨头松软了。哼，他们都快在我祝天官头上拉屎了，我岂能容忍？也是，毕竟您是老狐狸嘛。不过我听老太公说，祝门最近变故极大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祝门好歹也是6大族门之一，尽管是最末尾，但也不至于这般落魄吧？放屁！现在的祝门与普渡是6大族门双手，不是因为这些年我们发展的太快，皇族紫宗麟以及其他族门眼红，才多了这些事端。你这么瞧不起你老子呀？所谓的变故，是从6大族门之末升到了6大族门之首。哎呀，老太公呐，你说话能不要这么含糊吗？老爸哪里话啊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手段高超，雄才大略，老谋深算，诡计多端，老奸。大叔太肉麻了，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哪里，我绝对没有损老爸的意思啊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要老爸尽快为我处理一下。我要当爷爷了。哎呀，麻烦您别逗了，我说的是要紧事儿。离川大陆，老爸你知道吗？你儿子想照着那里，能帮忙搞定吗？听说那里埋藏着许多未被发现的上古遗迹，甚至存在上古龙门。现在有很多势力想要染指那里啊！只要这次势力大比登顶，就有很大机会掌控离川大陆。所以你这次竞逐也不用太畏首畏尾，放开了干。不过斩断皇族子孙手脚的事儿还是少做，毕竟你现在不能再靠小屁孩的身份来当挡箭牌了，而且你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些族门的小辈哦。难道这次那些不要脸的老不死们也会出手？没事，大不了跟你太公说，离川大陆有古代剑种，绝对屁颠的带着瑶山剑宗参加，或者我去皇族那儿给你说一门亲，做个驸马啥的，以皇族的资源，绝对可以让你轻松登顶。软饭好，可以少奋斗几十年。树下居然有这么大的温泉，水温刚刚好哎，南姐姐快下来。好啊。哎，奇怪，之前与他开玩笑可是冷漠得很呢，今天咋突然像变了个人？姐姐身材太好了吧！姐姐身材太好了吧！真是好让人羡慕的身材呀！小妮子好大的胆子！姐姐你好乖呀，挠我痒痒！姐姐我不敢了！为什么当年要把温泉修在我的院子里？少爷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你怎么突然进来了？大半夜的不知道敲门吗？我给少爷送换洗衣服，敲了好半天门，少爷没有回应。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才进来的。你是叫我换个屋子睡？
传说此龙拥有祖脉，其愤怒时可以让这天地都浸泡在他呼唤的异空之海中。那海水的浪可以将几百公里的山脉给摧垮，那海中的古兽能轻易地将一个国都给碾平。那你们知道这祖脉异空神龙之上供奉的是谁吗？啊，是谁啊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先生我哟。我乃9天之上的始祖，返璞归真，化为了最渺小的凡鱼。赤丹羽先生又吹牛了！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竟然不相信我！都安静，好好听我讲课。所以呀，那海水的浪可以将几百公里的山脉给摧垮，那海中的古兽……先生，您刚才说过这段了。啊！我这不是怕你们记不住吗？我再给你们说一遍。可您今天这段已经说了7遍了。这样啊，那今天课就到这儿，去玩吧。哇，去玩喽！这群小兔崽子，今天居然一个都没有来上课，回头我一定挨家挨户批评他们的爹娘。气死于言了，气死于言了！赤丹先生，祝明朗来看你了。祝明朗，你这娃是吃了哪个虎吃鱼的饲料？怎么一下子长这么大了？赤丹先生，好久不见，我现在是慕容师，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。慕容师？你是慕容师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什么破剑士，一辈子都没大出息，现在养龙一点都不晚。有你9天余也在，保证你轻松制霸这4海8荒。祝明朗，你这娃竟然长这么大了！锦鲤先生，我是来向您请教问题的。果然还是你聪明好学呀，不像那些小子居然都不来上课。你问吧。您还记得他吗？当然了，本鱼爷可不是普通的金鱼，技艺超群。这不是当初跟着你的白苍龙吗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他之前经过一次冰封后，退化成了一条冰虫，然后又结蛹蜕变成了一头冰城白龙。他的退化，是不是因为龙劫啊？一般的渡龙劫不会把原本的白苍龙血脉渡没了，变成了银月应龙和星风冰龙的血脉结合，所以他这个不是渡龙劫，而是轮回折变。轮回折变？是的，这种退化蜕变的能力是凤龙涅槃重生，和折龙蝶变的结合叫做轮回折变。你这小白龙根本不需要渡什么龙劫，只要再轮回一次，它就可以轻松跨越到更高的境界。再轮回，就还是存在再退化的可能。这种能力极其特别，经过一次次的轮回，哪怕没有慕龙师，他自己也会朝着更高级的龙不断折变。他的这种能力意味着这世界任何生命枷锁、血脉等级都无法束缚他，他只会一次又一次变得更强，强到超越龙王，强到比肩始祖，强到这亘古宇宙亿万星河都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生物可以在他之上。没想到白起这么厉害，可惜每次轮回都要退化，这也太……其实无论凤凰涅槃还是蝶灵折变，都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让这个阶段更快度过的。要怎么做？还请锦鲤先生讲解。我记不得了。请问，是您在找我？你就是陆敏儿，我是祝明朗，祝同的哥哥。祝公子好，我听说过您，
祝同也经常和我说起你。是这样，我昨天翻看祝同的一些随笔，得知他好像是为了替你出气，得罪了什么黄少帮，所以才引来杀身之祸。你可以详细说一下吗？祝公子，我不是故意害死祝同的，我……那我不是来问罪的，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。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不必惊慌。我本是在您祝门外庭寄居过的亲戚，后来我来到这古龙宫做学徒，某天在街上遇到一个登徒子，后来我才知道那人叫赵熙，仗着他妈妈是皇族成员，所以成为黄少帮的一员，胡作非为，普通百姓都不敢管。不要啊！救命啊！祝同知道我被侮辱后，为我打抱不平，狠狠收拾了那赵熙一顿，从此和黄少帮结下了恩怨。谁敢在这次大比上杀了祝同，大家就集钱给他买一个灵玉国，怎么样？好主意，好主意！黄少帮在一次聚会中立下赌约，导致郝少聪在大比上直接行凶杀死了祝同。我真的没想到祝同公子会因为我丢了性命，都是我不好。好了，你也不必自责。赵熙和郝少聪这两个畜生，我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的。啊，回来啦！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我已经知道了真相，3天后就是下一轮势力大比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灵莎姑娘要无事也可以参与，里面有不少高强的神凡者，奖励丰厚。好。祝明朗，你小子终于回来了啊！昨天你课都没听完就匆匆忙忙跑了，真不是个好孩子。锦鲤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想起怎么让白起更快度过退化期了？没有，倒是你，怎么可以一声不吭的将小鱼爷我抛在那里？不是说好要一起闯荡天下吗？我这不是也没出远门吗？哇，会飞的锦鲤！神木青圣龙，你这龙到底是怎么养的？好好的圣龙，竟然没有一丝丝圣龙该有的强大气息。他幼崽时期受了重伤。哦，残龙啊！你在选龙这方面还真是不讲究。还好这小家伙底子不错，并且喝的是10年银山圣露。若是有一份100年圣露的话，应该还是有希望和冰尘白龙比一比的。100年圣露，我手上还真有一份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服用最恰当。这种罕见的宝物你竟然有？现在服用就是最恰当的时候，但最好能够配合元素之华来帮它迈入成熟期。这样，他觉醒圣龙血脉的同时，驱策自然之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元素之华种类繁多，我应该选择什么呢？最好就是水木属性的，年份在300年到500年之间就够了。高的吸收不了，低的起不到作用。哇，好厉害的一条鱼啊！不但会飞会说话，知道的还这么多。哼，拿开你的脏手！我可是高贵9天鱼也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小小问题岂能难倒我？你才脏手呢，人家哪里脏啊？快帮我去找水木元素之华吧，3天后可是清浊大显神威的时候。祝门果然不愧为6大宗门之一，一条小小的锦鲤都这么神奇。我又对这里不熟悉，哪有那么快能找到你要的元素之华呀？我知道啊，只要你尊敬的叫我声先生，我就可以带你去。真的？只是叫个先生而已嘛。先生，告诉我哪里有水木元素之华吧。哎呀，我突然想不起来了。啊！可恶，你竟然敢戏弄我！看我不抓住你做红烧鲤鱼吃！我真的想不起来了，等我想起来告诉你哈。我们祝门今天还有其他人参加吗？回少爷，我们祝门以注意为主，打打杀杀之事和其他势力相比并不擅长，所以并没有人打算
在这次大比中争夺什么名次。这么佛系吗？规则似乎是群斗。是的，每一局会有100人入场，而获胜的方式有2种：一是时间到了，还在场上站着的人可以进入下轮；二是场上打的只剩下最后10人站着。同时，为了避免一些势力人多势众过分抱团，每个势力只允许同时入场1到3人。浩少冲到第几个轮次了？第3个轮次，已经属于势力中的强者战场了。我们是55号与56号吗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不抱团嘛也好。这2个人是从官廷里走出来的，应该也是大势力的子弟，怎么没人提前知会一声啊？买他们的号数肯定赚翻了。好像是祝门的人，没听说几天前有个祝门的小子死在里边了吗？祝门擅长注意，并没听说有啥厉害的慕容师和神反者。今天会不会又发生悲剧呢？哼，一群散人也想在这种地方搏名利，真是嫌命长了。啊！喂，吃葡萄的。啊！现在不滚远点，一会儿你就没机会了。为什么在哪里都能碰到奇葩和白痴呢？第1轮大比第3场正式开始。人要有觉悟，刚才我已经提醒过你了。现在是你自己跳到池河里被满城人嘲笑，还是我将你打成一个残废退赛？你说啥？我刚才没听清。装什么傻？云鬼龙，干死他！现在你是自己逃到池河里，还是我将你打成一个残废退赛？对不起，我退出大比。这家伙在龙和虫之间转换自如啊！不会吧？这些人这么怂？没办法，你们不动我就要动你们了。黑牙、青卓，你们今天的训练课题就是在时间结束前，把场上除了南陵沙之外的人全部清了。那头黑色的暴龙在搅局，先灭了它！可恶！那黑龙朝我吐口水！我去，有本事你跟我们龙兽打呀！直接打我们不讲龙德！这是毒气吧？太臭了！妈呀，我不行了，受不了了！混账！竟然故意朝我们放屁！本姑娘饶不了你！4爪鸾龙，一战术！那不是苍龙殿的大弟子傅金国吗？他怎么也这么迟才入赛？以他的实力，应该早就可以进入下一轮了吧？我投的号就是他，哈哈，这一次赚翻啦！4爪鸾龙一发威，周围的那些龙兽就如小鸡崽一般，吓得四处找洞钻呢。别跑！恶臭不知廉耻的黑龙！没有龙主级，白起是不会帮你的。这不知廉耻的恶臭之龙是你养的？人都有3级，何况食肉的古龙呢？以姑娘的实力，稳扎稳打应该是可以轻松进入下一轮，何必与我的龙兽纠缠呢？哼，惹本姑娘不开心，就没你好果子吃。龙随主人，别以为你衣冠楚楚，便能够摆脱得了那粗鄙邋遢恶臭之息。脾气还不行，一会儿也将你扔进池子里冷静冷静。大黑羊，先和那头4爪鸾龙周旋，找机会干掉其他更多的龙将。龙铠，好狡猾的黑龙，他在借用金国的4爪鸾龙的力量来对付其他的龙兽。长老放心，傅金国他是你的得意弟子，一定会获胜的。是啊，是啊。
了，长老？秦国的4爪鸾龙，恐怕不好拿下那头黑龙了。长老，那头黑龙都不敢跟师妹的4爪鸾龙正面硬刚，而且还被其他龙兽围攻受伤，怎么可能是4爪鸾龙的对手？不，你没发现吗？那头黑龙很古怪，狂热、暴躁，无所畏惧。我听说过一种罕见的暴龙血脉，据说可以利用血争之气，激发唤醒骨子里最凶残、最暴虐的掠食力量。难道这是？该死！4爪蓝龙，回来！可恶，看来只能提前让他出场了。北阳，快吸收他们血液中的灵气！那头黑色暴龙怎么越战越勇啊？傅坚国可千万不能输啊！大半年的私房钱都压在他身上了。那慕龙师好像是祝门的人，没想到祝门打造的龙铠竟然这么强。再强也没用，听说祝门得罪了上头，参赛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没想到这个祝明朗竟然能跟傅金国拼成这样，看来这家伙真的要闯进下一轮了。哼，一个初选赛都打得这么费劲，下一轮他这黑龙肯定也废了。早知道这个祝明朗这么废物，我那天就把他摁到祝同的棺材里，让他和祝同一起长眠。放心，下一轮我们找几个靠谱的，一定把他的龙兽全部弄死。只是弄死他的龙？懂了，黄少主放心，第2轮里有我们黄少帮的人，我们一定想办法将他。杠极苍龙，你赢了，但你的龙比我的龙伤得还重。大黑牙，回来吧。还想打？这头疯龙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吗？给我趴下吧！大黑牙，来起，上！好样的，小兰！这个小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，不要怕，咬他！小兰别逃啊！不要怕，他打不过你的。仁兄，放我一马！你的龙击垮了我，你自己也可能被淘汰啊！咱俩没有深仇大恨，何必拼个你死我？刺激，太爽了！这才是热血的战斗啊！别沮丧了，你输给祝明朗也没什么太丢人的。祝明朗，他是谁？我们慕龙师领域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据说他15岁就从瑶山剑宗的大弟子试炼中走出来，实力强的连一些师叔级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在皇都名气很大的，没想到第1轮大比就遇到他，真是倒霉。他既是剑修，怎么能呼唤龙兽？听说是剑修修为废了，成了凡俗。现在看来，他应该不甘陨落，选择成为慕龙师，而且这条路走得还不赖。那雷苍暴龙驯养得非常出色。放心吧，师妹，这小子虽然强，但比我差得还远。看下一轮，师兄帮你收拾他。此轮大比结束，55号、56号、9号、77号进入下一轮，请及时查看城内的大比公告，留意自己下一场的时间。吉廷大陆还是有些实力的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你也太谦虚了吧！
南姑娘，听秦阳说你被人偷袭受伤了，我给你拿了些药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为什么不敲门？怪我，对不起啊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本来没事，现在有了。我这么晚让秦阳叫你来，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没有。黎川大陆的事基本上可以确定了，那里确实存在着上古遗迹。无论我怎么威逼利诱，那些老东西们就是不松口。那怎么办？不能让黎川大陆的人沦为奴隶啊！现在有2个选择，第一呢，直接和他们撕破脸皮，谁跟我们争，我们就灭了谁。第二呢，就是通过这次大比来竞逐，但听说他们已联合起来要针对我们祝门。这帮阴贼明知道我们祝门以铸造为本，战力不行，卑鄙。老爸，你这是不相信你儿子我的实力啊？不，这是公正的问题。我们作为新晋的最大族门，总有一些老族门老宗邻看不惯，有些事有第一就有第二。既然他们针对我们，那我们不如玩个大的。我们提议加些赌注来助兴，赌注就是各大势力的那些资源。万一我们赌输了，不是一样会损失惨重？老爸，祝门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各种金属矿山，就算输给其他势力，他们铸造粗劣，还得要求咱们来铸造。那时候，矿山虽然不在我们手里，但却为我们所用，还能敲诈一笔高昂的铸造费。你小子，啥时候变这么狡猾了？嘿嘿，随您。切，好，紫松林的红雀城，皇族的雷铁矿山，苍龙殿的真火炼鼎，教廷所管辖帝国的驻营，这些好资源我早就想要了，这次就扒他们一层皮。到时候我就让我们交好的势力先下大注，这至少是一个城邦的资源级别。这一招，其他势力要么怕损失太大而退出竞逐，要么一起脱一层皮。等我和南陵沙拿下了这场大比，收了所有好处，就将我们交好的势力资源如数奉还，其他势力的资源我们父子55分赃。哦，真是两只老狐狸，那群势力要倒大霉了。进55分赃。55分赃，老爸干杯！我去，喝酒误事啊！我竟然走错房间了，还好没有惊醒他，我还是先溜为妙。我说这是误会，你信吗？我可以解释，饶了我吧！朱明朗，你怎么了？脸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？这个嘛，昨晚陪父亲喝多了，不小心摔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勾搭良家妇女被打了呢。干啥？没钱了呀？什么没钱了？不会吧？你这家伙难道想让我自掏腰包给你收集龙石啊？当然不会。你算算一共多少钱，我给你。小白起1个月吃的结晶一共12000斤，小青啄的金丝楠木汁也满足了1个月，花了3200斤。现在的大黑牙要吃捉妖龙肉，这个倒是你们族门外厅就有，这笔钱倒是省下来了。不是吧？1个月的龙石就花了这么多？木龙石果然烧钱呐！还有，老板，我这个月的俸禄你还没发呢。那啥，我先去趟厕所啊，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。哎呀，少爷，秦阳，一大早的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也是来吃早饭的呀。去吃吧，记住，一定要稳重。吃个早饭这么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
记住了，少爷。大黑牙在领域内伤势恢复的挺快，这次伤好后一定会变强很多。刚好之前的银青龙铠破碎了，是时候给他打造一副更强的龙铠了。上次我来这间铸造室还是7、8岁的时候吧。铭文，你小子还记得铭文呢？老爸，你在啊？既然你小子提议来一场豪赌，那总得拿出点像样的东西，好让你这次出战万无一失。铭文的注入便是我们祝门的精髓，任何器件，哪怕是平凡的钢铁，经过我们祝门铭文洗礼，也会彰显出不凡之力。您这是在给我的龙虫打造龙铠吗？是啊，你个臭小子在黄铜战场上龙铠废了，我可是知道的。我这会儿过来也是想给我的黑龙打造一件新的龙铠，没想到您提前帮我打造了。你个臭小子，是不是很感动？啊，刚好您在这儿，我有一些事情想请教您。注意的事情？是。感谢老天，感谢列祖列宗啊！我终于想学家传手艺了，总算没愧对列祖列宗啊！儿啊，想知道啥快问。注意这一块，没有你爹我不知道的。铸器铭文是什么缘由？你可以将铭文理解为铸器的魂。任何一把铸器，一旦拥有了魂，它的威力就不是那些破铜烂铁可以相比的。就拿苍龙来举例，苍龙强大的正是他们的玄术，一头没有玄术的苍龙，就和蛇蟒没多大区别。那什么样的气会有魂？什么样的气不会有？和世间生灵一样，气也存在着修炼之说。一把剑若杀敌成千上万，饮血无数，也会有一定的修为，会有铭文血光。一件铠甲千锤百炼，经历无数撞击磨难，也会有魂，生出铭文之辉。铭文会存在风静沉睡的说法吗？这个自然，不是所有的魂魄铭文都是活跃的，它需要对应的环境、对应的事件、对应的主人，才可能彻底焕发光芒。如果剑灵龙身上那些冥剑之魂全部焕发出铭文光辉，剑灵龙的实力会超越我当初的剑修修为吧？刚才你看到的是铭文碎片，我将它们修复整合在一起，变成一道斗焰铭文，烙印在了这胸铠上。你那头黑龙级别不算高，我能够选的最好材料就是火山晶，再好的矿石对它来说负荷太高，反而压制住了它的野性。已经比我之前粗制滥造的银青重铠好很多了。火山重铠可以轻松地承受下位主级龙兽的攻击，若是能够唤醒这斗战铭文，你的黑龙甚至可以与一些上位龙主抗衡。提升这么大？废话，你以为祝门是凭什么能站在宗门之首的？可惜你小子不争气，将我祝门注意弃之不顾。这火山重铠的极限就是一道铭文，回头我让人再给你这火山重铠打上一圈雷导钉，可以让你的黑龙释放雷电时得到成倍的增幅。其实我成为木龙师也不错，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祝门优势，把那些跟我们作对的人杀得屁滚尿流。你小子就会油嘴滑舌，等你真正能傲视群雄的时候再说这些大话吧。可惜你娘离尘出家，恐怕看不到你以后叱咤天下的英姿了。娘，我娘吗？朱明朗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秒山剑宗不准男人踏入，你为何还要强闯？我要见我娘！死了这条心吧！能在我剑下活着走了这么多招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念在掌门的份上，此次便饶你性命，下山去吧。你放心，等祝门再壮大一些，我便召集所有势力攻入秒山剑宗，把他们宗门灭了。就是抢，也要把你娘抢回来。原来这才是老爸你兴盛宗门的最大动力啊！废话，老子媳妇就这么出家了，老子不抢回来，还是个男人吗？那老爸加油！要是能把这吉廷皇朝的势力都统一了，我就可以当个不折不扣的太子爷了。我也是这么和你爷爷说的。
剑灵龙，你怎么了？唉，老了，帮那小子铸造了件龙铠，膀子就有点酸了。天官，好烫啊！我刚泡的热茶，慌慌张张的，怎么了？刚才我去了一趟铸剑殿，还以为族里闹贼了，后来才知道是祝明郎跑进去，将东西都给熏走了。慌慌张张的，怎么了？刚才我去了一趟铸剑殿，还以为族里闹贼了，后来才知道是祝明郎跑进去，将东西都给熏走了。哎呀，长老，祝明郎好不容易改过自新，准备好好学习铸艺，拿了一点铸造的稀有材料又怎么？这种小事情何必这么生气？一点儿的材料？难道拿多了？那也没事儿，毕竟势力大比上，祝明朗还得给我们祝门争一口气的。天官，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看一看更好。好吧，走，去看看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把所有的剑全部洗劫了！长老，这些剑品都是急需吗？倒也不是，只是有几把好剑，是其他城的人最近定的。那还好，辛苦大家感知一下吧。正好我们祝门的分舵给我们进贡了不少好东西，长老到时候挑几件喜欢的。这个行吧。来人啊，先把这大门给换了。这个小败家子儿啊，这次大比要是拿不到好成绩，老子非找你算账不可。那么多剑，都是钱呐！大黑牙养好伤势后，应该会实力大增。小白起的实力也时刻随着他的成长在提升。剑灵龙吞噬了这么多宝剑，也提升了一大截。现在就剩你了。这100年银山圣路与500年的水木元素之华，可以助你蜕变。太好了，成长速度到了20倍，我的灵力竟然也提升了。祝明朗，怎么样啦？锦鲤先生，你怎么跑来了？你给那条绿龙用银山圣露与水木之华了吧？是不是已经成年期了？快换出来看看。祝明朗，你想谋杀于爷呀？啊！平时看着挺机灵的，怎突然呆头呆脑的？要不是于爷我躲得快，就被石头砸死了。妈呀！地震了！这是青竹？是啊，我一时大意召唤出来时，把屋子顶塌了。不是地震就好，吓死我了，害得我澡都没洗好。哇，青竹你变得更漂亮，更威武霸气了。已经转化为木性了，非常好啊。毕竟神木血脉远比森林巨龙血脉更强大。龙的属性还能转换？是啊，主血脉和副血脉是可以在成长过程中进行转变的。这一方面跟龙自身成长经历有关，另一方面是木龙师通过灵物对龙进行调整。那青竹，这是被银山圣露和水木之华共同的作用的转换？是的，如果你给神木青龙喂一些肉食，并且强化的过程主要是龙兽魂珠、巨龙之心之类的，那么它现在应该会偏向于森林巨龙，兽性更明显。但你一开始对它的培养方向就偏向于神木圣灵，那它到了成年期，自然就会体现出木龙形态。没想到龙的主血脉和副血脉竟然是可以转换的。那接下来应该着重于强化青竹哪方面呢？总不会是多浇水、多施肥吧？驱策之法需要大量的木元素之华，之前喂养的那些金丝楠木枝已经没有效果了，最好能找到圣木果实或万木圣露，
这样还有机会将清浊提升到军级。元素之花当口粮吗？看来每一条龙都是吞金兽啊！听见了没？清浊要吃木元素之华，快把钱给我，我好去筹集。那个……臭流氓！这谁顶得住啊？傻丫头，还不快回来！傻愣着干什么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再次来到黄铜战场。今天是势力大比第2轮的最后一场了，究竟谁能笑着站到最后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事不宜迟，势力大比第2轮第3场正式开始。师兄，加油！一定要为师妹报仇！放心吧，看我怎么收拾那小子。这是奇宗困法。你们继续。不是每个势力最多只能派遣3名成员吗？这么多势力联合起来，想要祝明朗直接出局？看来这小子得罪了不少势力啊！我就不趁人之危了。既然你们想针对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清浊，出来吧！该死，这是神木清圣龙，恐怕有上位龙主的实力了。还好我们提前让七宗的顾飞郡布置了天罗地网，不然凭借这头圣龙，顾明朗可以轻轻松松进入第3轮啊！哼，我倒要看看他如何破这七杀十子阵。动手，不能再等下去了！你傻吗？我的龙是火属性的，看我把你这些木头都烧烂！这些木头竟然不怕火烧！难怪锦鲤先生要水木之华来配合银山圣露，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吸收，另一方面可以让木属性具备水泽效果，免受火焰的克制。现在的银山魔卫比之前的树精守卫强大太多了。天哪，这是制造出一片森林吗？可惜我们的视线被树叶遮挡住了，完全看不到树叶下方的战况。不好！救命啊！千卓！不好！救命啊！千卓！谢谢。不客气。可恶！有本事下来单挑，这种时候还泡妞，渣男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顾老爹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祝天官都认为我族与你宗族关系不错呀，谁成想如此经受不住考验。你家小儿今天这行为，将你这么多年来对我卑躬屈膝的苦心，全给报废了。祝门主，这实在与我无关呐。我家小儿顾飞郡应该是在这皇都中结识了一些纨绔子弟，受了他人的指使。给我这犬子100个胆子，也不敢这样对待令公子啊。我知道你的儿子是受人指使，什么黄少帮对吧？
以赵熙、赵尹阁为首的酒囊饭袋。什么酒囊饭袋？祝天官，你是见不到本夫人就坐在此处吗？赵秦夫人，你在与不在，你儿子都是酒囊饭袋，这一点我们就不用做无意义的口舌之争了吧？你，赵夫人消气，赵夫人快醒醒！祝天官，你这样当众辱骂皇室，到底是何居心？皇室自然有值得尊敬的人，但是……气死我了！赵夫人，你醒了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也有酒囊饭袋，以及一些蹭性泼妇。你说谁是蹭性泼妇？赵夫人，赵夫人，你怎么又晕了呀？如你所愿，我下来了。还以为你多厉害，被我一击就下来了。起招！小心！不顾身后的袭击都要攻击我，瞎呀！该死！放开我！好厉害！没想到清浊成长了这么多，一边在天空厮杀，一边还能操作树木，堪称捆绑大师啊！齐宗的。是啊，你靠龙兽偷袭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放我下来，咱俩靠自己单挑。搞笑！我是慕龙师，不靠龙兽自己冲上去跟你打。哼，你们黄少帮的人脑子都被驴踢了吗？你才黄少帮呢！我只是看不惯你这种横行霸道之人，势力大比，生死有命。就因为他人意外伤了你家弟弟，竟在灵堂上扬言行凶，你还有没有将皇都的法度放在眼里？好吧，原来是被人利用了。以你这脑子，还是退出齐宗吧，免得拉低了齐宗的整体智商。你才被人利用了呢！我可是齐宗100年一遇的天才。去死吧！巨神风暴！不好，是灵魂反噬！没想到这个祝明朗这么厉害，我得赶快逃出这该死的丛林！救命！太厉害了！这头青木神圣龙简直大杀四方啊！为什么这个家伙剑修没有了，依然这么难缠？怎么不甘心吗？我弟弟的命，一个郝少聪根本不够偿还。小世子最好不要让我知晓你与此事有关，否则我祝明朗不介意将你的假肢也给废了。假肢？祝明朗，这可真是个大新闻啊！没想到小世子用的竟然是假肢。祝明朗不是那个皇都的剑修神才吗？听闻他出山之后，就直接跳出了弟子这个层次啊！对的，好像曾有一名军级的慕龙师，为了徒弟去教训祝明朗，却被反杀一头龙君，并全身而退。那会儿祝明朗才16岁啊！后来听说他砍了世子的手脚，被逐出皇都了。看来所言非虚啊！祝明朗，你一身修为已废，还请好自为之。所以，我弟弟祝同的死，与你有关吗？你弟弟祝同死于大比之中，纯属意外。难不成你们祝门现在已经横行霸道到，连一个家仆死了，都需要向全天下人问责？孬种！祝明朗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赵英哥，好好珍惜剩下的时间吧。既然祝门提出这次大比要加点彩头，那就把第3轮大比安排在机关城。各家将一部分资源拟成名单，放于机关城中，让参赛者争夺吧。此法甚妙，皇王圣明。瑞国首府，你们瑞国最近进攻黎川大陆，可有什么进展？
皇王有所不知，狭以东有一个国度，统治者是一名叫做黎云姿的强大神反者。此女骁勇善战，更有30万军队。我们瑞国就算是……既然拿不下，招安也未尝不可。是啊，拿下也好，招安也罢，我们都是为了黎川大陆的资源，本质上没什么区别。没错，如果瑞国真拿下了黎川大陆，那坐镇权也10有8九落在了他们手上，那咱们还大比个屁呀！就是，反正瑞国也参加大比，如果大比夺魁拿了坐镇权，与他们打下黎川大陆也没什么区别。我也觉得招安可行。瑞国首府，再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，没有拿下统治权，便招安那里的统治者。是。哈，祝门主，我拿您的意思说了，以后齐宗可就靠你祝门了。哎，大黑羊，你的伤这么快就好了？公子，你又回来啦！我这大黑龙怎么一下子治愈了？你给他上的药都涂了吗？少夫人让我歇着，我就在屋子里打盹了。醒来准备涂药，就发现您这大黑龙好像伤都好了。少夫人？哪来的少夫人？就是那位戴着面纱的小姐啊！大家都说她是少夫人，您不会也和锦鲤先生一样失业了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她是我慕龙石团队的神反者，不是什么少夫人。哦，哎，公子，这瓜可甜呢，你要不要来一块？算了，直接叫醒大黑牙问问。大黑牙，起床了。大黑牙，你身上的伤怎么好的？大黑牙，你给我回来！好心放你出来透一天气，都要把院子给我拆了！一个个的都不省心呐！前几天青州毁了一间屋子，今天大黑牙又给我把院墙都拆了，看来又得换套大点的院子住了。多谢灵莎姑娘为大黑牙疗伤，没想到你还有治愈性龙种，还真是蛮罕见。你是怎么知道我有龙的？我好歹也是慕龙师嘛，多多少少能感受到一些气息。那个，过几天不是要第3轮大比了吗？这次是去凶险无比的机关城，若能对灵莎姑娘的能力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，我们取胜的几率也会更大。深入的了解？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误会哈。你说说，我误会什么了？没误会。其实我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。国王已经下令，1个月内瑞国拿不下左龙城邦的统治权，那皇朝将允许黎川的4邦建立新国，成为吉廷皇朝的一部分。1个月吗？我相信，云姿一定可以挡住瑞国的进攻。好了，换完药了，女君一定要注意休息，最好不要再厮杀，免得牵动了伤口。打仗哪有不厮杀的？不好了，吉廷大陆的军队又发动突袭了！被甲迎敌。哎，女君，您坐镇指挥就行了，千万别再自己冲上去了。杀呀！杀！保卫家园！保卫家园！钢铁冲锋！李云姿，我敬你是个女英雄，但你现在受了伤，还是不要抵抗了。我瑞国1个月内定要拿下你黎川大陆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投降吧。呸！冥顽不灵，那我今日就取你性命！混账！怎么回事？不好了，将军，我们的粮仓被炸了！混进瑞国军队这么多天，终于逮到机会把粮草全部炸毁了。黄土前来助女军破阵杀敌，冲啊！凌霄城前来助阵，杀！不好了，将军，敌军突然杀出2批伏兵，将我们左翼与右翼杀散了。该死！撤！快撤！杀啊！终于等到了。女君，欢迎大家来到机关城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
来迎接各位参赛者入场。各大势力所提供的资源有一半都在这机关城中，参赛的弟子可以在城内自行寻觅，只要拿到并燃起烽火竹筒，将其交给裁判，便是这资源的拥有者了。而在机关城内饲养着一大群凶猛古龙，它们的攻击性极强，希望各位在寻觅资源的时候，尽可能的避开这些凶龙，免得出现意外哦。你还在担心黎川那边吗？放心吧，朱门密探已经探明云姿率军抵挡住了瑞国的进攻，虽然战后脱离晕倒，但很快又醒了过来，相信不久他就会反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次大比一定要拿到黎川大陆的掌控权。哦，那边有打斗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是我们先发现的，你们怎么可以直接抢呢？幼稚！这是比赛，谁抢到就是谁的，你还想玩先来后到啊？那个锦盒里应该就是某个势力提供的资源。白起，你去拿过来。任宇城地契，我去，这就到手一座城了。不好，有人抢走了锦盒，是城池契书。这任宇城契书也够换一些不错的灵资，我们就收下了。收什么收？伦家最讨厌你这种小白脸了，你赶紧将城池契书奉上，否则伦家将你牙都打碎。看他的衣服，是你们吉廷大陆4大宗灵5宗的人。没错，我曾经和他们一位师叔切磋过，他们的金刚不坏之身非常可怕，寻常的利器根本伤不到他们。放屁！就你这小身板，还跟我们师叔切磋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就是，吹牛都不打草稿。不好，那人好像是祝明朗，咱们惹不起呀！快跑吧！把锦盒交出来！师弟，怎么样？伦家就说嘛，他个小白脸儿根本没有什么男子气概，被伦家一唬就乖乖就范了。他不是个傻子吧？什么？盒子居然是空的！混账！把地契交出来！哼！该死的小白脸儿，竟然拿空盒子耍姑奶奶！师弟，你让开！你不是要锦盒吗？我给你了呀！去死吧！我去，这么暴力吗？哎，有本事跟伦家硬碰硬，别耍！看得好。我跟你们拼了！不长记性了，你师姐都不是我的对手，就凭你还想蹦跶？这冰得2个时辰才会融化。你们会不会被野生龙兽或别的势力攻击，就看运气了。祝你们好运。公子，小姐。秦阳，你为何也会在这里？每个势力有3个名额，我们祝门没有理由空着一个。而且属下查明，黄少帮那些人已经集结起来，准备对付公子了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他们的目标是右龙谷的地契，这机关城会变换布局。公子与小姐，请随我来。该死！什么人想的馊主意啊！把锦盒藏在了这里，没有军级实力，这个锦盒怕是没人能拿得到了。这些荣丰太危险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说来听听。我们可以将祝明朗引来，然后想办法将荣丰唤醒。这数十万只荣丰，绝对能要了祝明朗的小命。好主意啊！不过得让别的势力或者散修来做此事，我们黄少帮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好啊，就这么干。这个地方不适合动手啊。而且他们应该在等帮手。这容易。去。那是什么？还愣着干嘛？跑啊！恶物！哪个混账坑害我们？高，我去追郝少聪，你们在此静观其变，找机会把树上的锦盒拿到手。公子小心！妈呀，别追我了！先去那里躲一下。
该死的！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捅了荣蜂窝，一定让他碎尸万段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地方不错啊。你爹往后若是想你了，直接来这个祠堂祭拜就好。祝明郎，别太嚣张了！你们祝门在皇都不过是有几分势力而已，别以为我郝少聪真的怕你。你是让我动手，还是你自己了断呢？可恶！这是你逼我的！我这阳魔子龙乃上位主级，祝明朗拿什么跟我斗？没有了剑修，你就是一个废！该死的灵魂反噬！不可能，你的剑修不是废了吗？我就算废了，杀你这种小人也是易如反掌。别杀我！我只是一个打手。是赵颖哥提议，谁杀掉祝同，谁就可以得到魂珠。我与祝同无冤无仇，要祝同死的人是赵熙和赵颖哥。你杀祝同的时候，就应该有被人复仇的觉悟。你说呢？祝明郎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饶我一命。手脚，你可以砍断我的其他手脚，我罪有应得。可无论如何留我一命啊！先说来听听。离川大陆，他的坐镇全文书也在这机关城中。离川大陆的坐镇全书在何处？告诉我，我便只断你手脚。在九君墓，各大势力的贵重灵姿也都在九君墓附近。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。祝你好运。救命啊！祝明郎，你回来，救救我！不！啊！祝明郎，你个混蛋！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浩勇大人，令郎被荣风魔妖所杀，请节哀。我的儿啊！你死得好惨啊！一定是那个祝明郎，一定是他害死你的！为父要杀了他，替你报仇。浩大人，势力大比，生死由命。若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，就不该让令郎来此。聂护法，聂护法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儿做主啊！浩勇老弟，少聪是我紫灵宗的弟子，这个仇，老夫一定帮你。我现在就传紫灵宗的弟子，见到祝明郎，一定废了他。好戏要开场了呢。这就是烽火烛筒吗？没错，这次比赛有锦盒的珍贵等级，分为白、黄、蓝、紫、红5个档次。看来有人拿到了紫色锦盒，仅次于红色的宝物吗？咱们去看看。云中河，在裁判来之前，赶紧把你的锦盒交出来。没错，你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。放弃抵抗吧。公子应该对他很了解。瑶山剑宗，此人比紫妙竹强很多。谢盼盼，这人全身上下都是自负与无聊。就凭你们？该死！一起出手弄死他！可恶，速度太快，根本打不到他。乌合之众！哇，好厉害！不愧是瑶山剑宗大弟子，把你的锦盒给我吧。等一等，是不是要解决掉周围所有的威胁，此物才算是我的？100米之内无人可再战。可是我的100米范围内还有威胁呀。小师叔，别来无恙。还行吗？这矿山价值不菲，小师叔应该也想要来争夺吧？但碍于祝门与瑶山剑宗关系，不好出手。事实上，我很想给你，但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那个本事了。你想找事吗？不敢。不久前我就聽剑宗的人说，你回山了，像个收废品的货郎一样，将弃剑林的弃剑全给收走了。啊，其实你不脑残的时候还是挺有模有样的。小师叔想要这矿山契书，就尽管拿去。云中河，
你若不愿协助公子获胜，走开便是。拿剑指着公子，又是何意？我未动剑，他若想拿，直接伸手即可。我怎么会将剑尖刺向一个手无寸铁之人？这么多年没收拾你，你又觉得自己行了是吧？云中河，神凡者，交给我。不久前领教过了你们瑶山剑宗的剑法，似乎很一般。似乎很一般。哼！你别以为赢了紫妙竹，就可胜过瑶山剑宗所有的弟子。装神弄鬼，都给我去死！什么？这竟不是幻术？什么？这竟不是幻术？笑死我了！听闻过踏剑飞天，还没见过遇剑踩泥巴的呢！可恶！你竟敢耍我！拿命来！唉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只会弄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哼！想用我们瑶山剑宗的八卦台来对付我，真是不自量力！云中河啊，云中河，什么时候才能够收起你那副脑残般的自负啊？他连瑶山剑宗的八卦石台都能画，还有什么秘术阵法是画不出来的呢？蠢货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我们瑶山剑宗的剑损阵？这就是剑损阵的威力吗？我可是瑶山剑宗大弟子，岂能被一小小画师打败？剑损阵，我只画出了4件，出了3件。不过，你已经输了。我认输。师叔，弟子让瑶山剑宗蒙羞了。哈哈哈，没事。皇都的人都知道，祝明朗才是我们瑶山剑宗的牌面。紫色、红色，是祝明朗在的区域。那家伙手上竟然还有顶级的锦盒。祝明朗，你们现在将紫色、红色锦盒交给我，而后处理掉身边的所有威胁，锦盒才属于你们。我并没有红色锦盒。既然没有，为什么要点燃烽烟？因为他们身上有啊。这个祝明朗是想用红色烽烟将所有人引来，一网打尽吗？各位，你们身上的锦盒，我祝明朗全要了。什么情况呀？我们才是打劫的呀，怎么反而被打劫了？这个祝明朗这么狂妄！你们才3个人，凭什么打劫我们呀？白起、黑牙、青卓，解决他们！我天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全部围起来了，这下恐怕谁都逃不掉了。该死，竟把我们都围起来了！真当我们是吃干饭的吗？太嚣张了！哼，狂妄之徒，看我不把你们的锦盒全抢过来，尝尝我引雷符的厉害！区一头犟鸡龙，也敢在我们符宗面前耀武扬威！
一起上，灭了他！哇，是明光狼龙，还是上尾龙主级，太好了，他们死定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畜生，给我趴下！休想伤我家少爷！典韦龙主级实力，怎么可能是3种血脉的龙？这简直就是虐菜呀！逃啊！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！哎呦！哎呀！这个祝明朗年纪轻轻就这般阴险狡诈，可见其品行不端呢。敢点燃烽烟，不在乎对手的实力与数量，如此魄力又智勇双全，却被说成阴险狡诈。我看你们紫宗林的弟子还是回家玩泥巴吧，反正输不起。师叔，快看，祝明朗又燃起红色烽烟了。好，哈哈哈哈，这小子又能洗劫一大波人了。有胆量有魄力，快比得上我年轻的时候了。我怎么没听说过师叔有祝明朗这么狂？可恶！这群兔崽子冲动什么？别过去，是陷阱呐！完了，师门不幸啊！好不容易到手的那点锦盒，要被祝门那小子全刮走了。其他各家的天才弟子呢？怎么不见他们出来制止下祝明朗这个人间小恶魔呀？发了，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贵重的锦盒了，不然一直这么洗劫下去也不错。现在这些锦盒可以交给你了吧？没错。行了，我们差不多该去九君墓了。现在还在机关城中的大部分修为都达到了上位主级，到了九君墓，公子可要谨慎行事。你可知九君墓有什么特别出众的人吗？霍尚君。什么嘛，这么多我怎么拿呀？看来得换一头带龙来搬运了。霍尚君是紫宗林的首席弟子，据说有紫云龙与金琼龙，且都达到了军级实力。军级吗？赶上我剑修下山那会儿了。救命啊！这将军巨象竟然会对抢夺了他锦盒的人攻击，大家都小心点儿！救命啊！大家不要这么冷血无情啊！哼，连个石像都打不过，还敢来抢锦盒？谁帮我，我就把我的紫色锦盒给他！这些巨象的实力也堪比军级，有些难办了。快看那里！各位，这九君墓山上所有的锦盒，都归我祝明朗一人。什么？我视线以内的人，都可以滚了。九君墓里的人和妖兽，大部分都是上位主级，祝明朗也太敢大放厥词了吧？非也非也，我倒觉得祝明朗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。把握？我看他就是狂妄自大，吹牛呢。这便是你说的智勇双全有魄力？哼，我看呀，是自寻死路吧。胜负未分，自有打你脸的时候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祝明朗啊！早就听说你嚣张至极，目中无人，看来所言非虚啊！果真是个狂妄自大的跳梁小丑。哼，就让我许茂来好好管教一下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。白起，让他凉快凉快。
紫火苍龙好像不是这冰尘白龙的对手。不久，就现在，杀了祝明郎！傀儡吗？祝明朗，这些年我每一天都在想着，怎么亲手宰了你。今天终于有机会了。我当是谁？赵影阁，你藏得倒挺深呢。这傀儡你花费了不少时间做成的吧？他肯定替你做了不少事，比如说传宗接代什么的。不过，要真有了子嗣，是算你赵影阁的呢，还是算人家傀儡的呀？你给我去死！哼，既然砍断一次手脚也没让你长记性，那就再砍断一次吧。白起，别玩了，速战速决！哼，废物！诸位，想活命就赶紧滚！数年前你曾挑战过紫宗林，可惜当时我不在宗里，正好今日可以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。抱歉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比这家伙更欠揍的，麻烦让我先来。阿弥陀佛。这个祝明朗曾刺过我一剑，今日我要亲自报仇雪恨。不用讲，我祝明朗最不喜欢的就是浪费时间，一起杀好了。好帅啊，我喜欢！这个祝明朗简直不把别人当人啊！哼，就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紫云龙，上！这是剑灵，不好！阿紫，快退！来吧！我来！拿命来！又来一个找死的！该死！哼，就这？这个家伙真是欠扁呐！区区剑灵，怎么会有如此强的威力？不好！剑穹龙！祝明朗，这一次我不会大意了。饮血开刃，差不多了。一起上！剑来！这就是碧血铭文吗？还差一丝。或许用剑师之血最妙。哼，想要我阴血，那得看你技术够不够好了。这家伙好猛，力气好大，竟让我有些把持不住。剑玲珑，剑行。我为蜉蝣，剑为天虹。不好，绝不能让他蓄力成功！大家一起冲啊！杀呀！其实，剑损阵并不是阵法，而是剑法。看好了，这是第一剑。不好，快闪开！不行了，我的腿断了！这个祝明朗简直是魔鬼啊！那把剑是个什么鬼东西啊？怎么那么厉害？第二剑，第三剑。
4剑，立。师叔，剑损阵竟然是剑法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，更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将此阵的威力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。祝明朗真是越来越不简单了。第5剑，第6剑。可恶！这祝明朗那把破剑怎么突然变这么强了？第7剑，射！不好，快跑啊！这祝明朗杀疯了呀！太久没用，果然有些生疏了。现在最多能施展7剑，不过也够了。诸位，这剑法太强了，我选择滚了。我们也撤吧。军级以下的，还是不要挣扎了。有好心人抬我一下吧，我在石像下面压着。怂什么呀？他现在消耗殆尽了，一起干他呀！就凭几个残兵败将，也想动我？痴心妄想！不好，这是千金符。符师何清浅，请赐教。大意了，竟着了这女子的陷阱。好样的！独孤龙，喷他！不好！少爷！就这，就凭这些攻击也想伤我，真是做梦！太好了，少爷没事。这家伙真不让人省心。哼，被千金符困住，如同一个靶子。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？何姑娘，有没有金盔符？为我这金穹龙来一发。有。金穹龙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真以为这千金符能困住我？他居然破了我的千金符！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得逞！找死！一切都结束。天幕剑！不好！金盔符、水玉符、土岩符、金木符！可恶！给我顶住！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！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！鬼龙，扛过这一波，我们就能赢了！撑住啊！军纪围攻也敌不过一人一剑，是我们败了。祝明朗的剑境还是高啊，这一剑的威力，怕是达到中位军级的实力了。虽然我们笼统地将每一个级别分为下位、上位、巅位，但到了军级，却是一个更广阔的层次，就像江河与海洋一般。江河大小用3种方式来概括就足够了，但海洋却未必。所以到了军级，则会更详细地划分为准位、下位、中位、上位和巅位5个阶位。原来如此，多谢手下留情。瑶山剑宗的剑法的确高超，不过我并不认可你的木龙之术。你倚仗的不过是这世间罕见的剑灵龙，没有它，你不会赢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一定会超越你。站住！人可以走，锦盒留下。你们呢？是自己交出锦盒，还是想再尝尝我的厉害？是我输了，小心！祝明朗，我可不是那群鼠辈。如今你力气消耗殆尽，又被我打伤，还是乖乖的把锦盒交出来吧！活着不好吗？
施主动了杀念，阿弥陀佛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竟妄图弑杀皇族子弟，岂有此理！祝天官，还不赶紧让你那无法无天的儿子住手！可笑！难道我堂堂祝门门主之子，就可被赵晨随意杀害吗？只要有眼睛，都看到是赵晨先暗算杀人在先。快看，这是……裁判，现在锦盒是不是都归我祝明朗所有了？裁判，现在锦盒是不是都归我祝明朗所有了？天哪！整个九郡木山完全被轰塌，这个男人也太生猛了吧！你是冠军，锦盒都是你的了。这是离川大陆祖龙城邦4城邦的作证全文书，剩下的就看云姿对战事的把握了。他不会败的。发了，这些是你的。谢谢老爸。这些都是你在大比中赢的吗？老子怎么可能坑儿子呢？不对啊，老爸，之前说好的55分成，我这最多占了4成啊！你小子还有脸说？你私吞了铸剑堂的那么多名剑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哎呀，这不为了大比吗？没有那些名剑，我的剑灵龙也不会这么生猛啊！你小子少狡辩，这个灵月戒算是对你的补偿了。这也太敷衍了吧！臭小子，少得寸进尺。这戒指可是能直接增加你一个灵约，多一条龙宠不香吗？老爸，这就见外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反正你的那一半以后也是我的，现在多分我点也无可厚非啊！哎呦，老子这些都是留给我漂亮儿媳妇的。你是没有看到啊，祝明朗那一剑下来，天都黑了。九郡木山上那些参赛者，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，我当时在迷墙上都吓得心脏差点跳出来。没想到小柱子现在这么厉害了。秦理先生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之前明明叫我名字挺好，怎么现在又开始叫我小柱子了？祝明朗，你回来啦！怎么样，跟你爹分完赃了吗？这下咱们有钱了，龙宝宝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伙食了。那你说不亲，你快下来。人家觉得你好帅，所以太激动了嘛。你那是看到我激动吗？你分明是看到钱激动好不好？还有，我是凭实力赢的，可不是什么赃款啊，怎么能叫分赃呢？啊！你那剑灵龙觉醒后那么厉害，快表演给我看看。剑灵龙的铭文觉醒跟特定的环境、事件、战斗有一定的关系。想解开其他古剑魂的封印，就得追寻这些古剑的来历。唯一觉醒过的碧血铭文，使用之后便暗淡了下来。我想剑灵龙通过事件来进行充能，才能再次施展剑性。什么嘛，我以为多猛呢，原来是一次性的。只是暂时沉睡了，就像我的身体，这一次剑醒过后，到现在还有点虚呢，估计得休养几天才行。碧血铭文应该也需要这样的调息。哎呀，那你这身体可不行啊，得多锻炼呢。你看南姐姐，一场比赛下来还是这么生龙活虎。白姐他们的龙粮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这就去。嘿嘿。哼，就你话多。等一下，祝明朗，冰尘白龙可不能穷养，你应该弄一些强化之物，在他进阶前，最好将修为提升到巅位主级，这样他进化到完全期后，可以直接突破到中位军级，但是就是费钱。那具体的强化之物有哪些？我让方念念去收集。现在咱们不差钱。强化之物？什么强化之物？不是吧？这刚说完就忘了？你说白起需要一些强化之物，为他的完全期做好大突破的准备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可以带你那小白龙去云之国历练一番，那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。云之国？可云之国历练的名额都在皇族子弟手中啊。那你就要自己想办法了。走吧，小丫头，我们一起去灵姿市场逛逛，说不定也能买到一些强化之物。看来得找秦阳，
让他想办法从皇族子弟手中买个名额了。997、998、999、1000。果然还得加强练习啊，一定不能成为少爷的累赘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敲门了。少爷，您找我不需要敲门的。哦，那个，我听其他人说你跟我爸出去了，刚刚回来，所以才来你屋里找你。我本来也要去找您的，老爷说明天让您跟他一起入朝堂，好像是赵王的安排，估计是您杀了皇族子弟的事。不过老爷说让您放心，他已经处理妥当，您就走个过程。入朝堂吗？好吧。少爷，您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想去云之国，你能从皇族子弟手中买到名额吗？最好能给南陵莎姑娘也买一个。应该可以，皇族那边有不少人想要我们手上的契书，我们可以拿一些不太需要的契书与他们换。好，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少爷放心吧。来来来，今日大家又欢聚朝堂，我先干一杯。皇王，不好了！他是瑞国的国父，看来是离川大陆的战事出什么变故了。瑞国国父何时让你如此慌张啊？皇王，恳请您下令招安离川天路的统治者黎云姿。哦，发生了何事？如实禀报。您令我们1个月内拿下离川大陆的统治权。本来我们发动偷袭伤了黎云姿。什么？云姿受伤了？谁知那黎云姿实在狡猾，竟派人炸毁了我们的粮仓，随后趁势将长峡直接摧毁，阻碍了我军后续部队的增援。更可恨的是，黎云姿短短几天就恢复了伤势，并亲自率领一支军队直接攻入了我们瑞国，将我们国都彻底占领了。恳请您下达招安令，免得那黎云姿屠杀瑞国子民呐！没想到我这儿媳妇这么威武啊！不错不错。哎呀，说好的他防守，等我拿下坐镇权，一切再从长计议。没想到他直接把瑞国都给拿下来了。不过云姿的身体并无大碍，真是太好了。哼，招安个屁！一个小小女娃统治的离川，我龙虎宗就可以轻松将他们拿下。哼，离川大陆现在是我祝门坐镇之地，龙虎宗莫非是想和我们祝门过不去？那我也只好先让瑶山剑宗去问候一下你们宗林老小了。如今离川大陆已不是无主之地，各大势力最好还是不要再插手了。没错，国师，拟一份招安诏书，让祝门的人去与黎云姿协商，招入皇都，封为离川国君吧。是。对了，安王向我告状，说祝明朗又藐视皇族，还杀了皇族子弟。当年你砍了赵尹阁手脚，我将你放逐出皇都3年，没想到你竟敢变本加厉，直接砍杀皇族子弟，好大的胆子！冤枉啊，皇王！是那赵武与赵臣先偷袭我的，数万皇都居民与在座众人都可作证啊！我只是为了自保才出手反击，但没想到他们那么不堪一击，竟酿成如此悲剧，真是倍感惋惜啊！皇王，事实与他说的差不多。祝明朗虽然有罪，但罪不至死，不如再放逐他几年吧，这样也会彰显您的公正与仁慈。就依皇妃所言，看在你这一次竞逐大比表现出色的份上，允许你在皇都过个年。年庆后，自己收拾东西走人。别太得意了，你们祝门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少爷，皇族那边确实有一位女侯想要从我们手中换契书，不过什么？不过她想见少爷一面，亲自与您详谈交换条件。具体的时间地点呢？今晚醉风楼。终于又见面了，我是赵媚儿，
小时候我去你们祝门玩，你还欺负过人家呢。不知祝公子是否还记得？赵媚儿有见过吗？算了，他既然想套近乎，那就先顺着他来，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对，我记得。真的吗？那祝公子可还记得如何欺负的人家？我去，果然是个坑，老子记得个鬼呀！媚儿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那个请自重。哼，果然是个负心汉。小时候你打人家屁股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姑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咱们还是说正事吧。哼，我要一张流云城的地契，还有至少3个金矿的开采权。不行，最多1个金矿加2个银矿。那好，但你必须再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姐妹们都出来吧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哇哦，祝小传说！天哪，真人哎！祝公子久居木山一战，威震皇都，现在可是我们皇都的传说人物。我这些姐妹都想沾沾祝公子您的仙气。沾仙气？搞笑的吧？祝小传说，祝小传说，终于见到你了。听说你手中有后土城地契，可不可以卖给奴家呀？我去，原来是有矿物做交易啊！这谁遭得住啊？还有我们，祝小传说，让我们也沾沾仙气嘛！别！哎呀，祝公子啊！救命啊！真可怕！我祝明郎可是正人君子，心里只有我家娘子。两位，里面的龙虽然不会对人类存在戾气，但也请你们不要轻易去招惹那些尊贵的天龙。若发生意外，是没有人可以给予你们救援的。里面的龙，只要你们有那个能力，谁捕到便属于谁。当然，里面的灵资你们能拿到，也属于你们。这是灯玉，可以为你们提供生命活力。在云之龙国里面，每时每刻都会消耗大量的生命活力。一旦灯玉暗淡，必须要马上出来，否则无论修为高低，都会被云冰冻结，最后成为缭绕在这云国中的云雪。多谢了。如果祖龙城邦也出现一座类似云之龙国这样的遗迹，那么祖龙城邦也会变得无比昌盛的。我记得小时候听老祖母说起过遗迹，兴许他知道些什么，回去后可以问问他。但是这里确实不错，就是太冷了，快让我暖和暖和。我去，他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？好看吗？好看。白起好像发现了好东西。看小鬼，还是给他们留几个吧。你也想出来摘果子吃啊？可惜这云台果只适合白起吃，不过你可以自己找找适合你吃的好东西。大黑牙似曾相识的一幕，听说昨天刚吃掉了灵木丹，现在还在吸收，不能出来。白起，快去救大黑牙！白起，辛苦了。嘿嘿，大黑狼，你太胖了，该减肥了。兔子？是只鹅兽。嘿嘿，就是这只兔子龙之前治愈了我家大黑牙。鹅龙是鹅龙，不是兔子龙，笨蛋人，笨蛋人呐！没想到除了锦鲤先生，又见到一只能口吐人言的灵兽。它是鹅兽所化的龙，也就是鹅龙。不过它不喜欢别人叫它鹅兽或者鹅龙，你可以叫它的名字小嫦娥。哪有一只兔子叫嫦娥的？要我说，南姑娘你叫嫦娥才对。
别贫了，你快把大黑牙收回去吧，白起都要累死了。啊，对，大黑牙，回来吧。不好意思啊，白起，辛苦了。明天起，我就让大黑牙减肥。小白龙，别被他的假仁假义骗了，这个人坏得很，刚才还嘲笑我家小嫦娥呢。哼！我怎么会嘲笑你呢？你为我的大黑牙疗伤，我很感激你呢。笨蛋人，拿开你的脏手！祝明朗，臭流氓！主人，削他！我不是故意的呀！别打我脸啊！鹅兽？锦鲤先生，哇，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鹅兽，还是一只化龙的鹅兽。妈呀，主人，这条鱼会说话，有妖怪，有妖怪！小嫦娥好怕怕。还挺可爱呀。主人，他说我可爱，我应该假装不开心，彰显自己的冷傲吗？我不应该说话的，不说话才会更有气质。鹅兽，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鹅兽，还是一只化龙的鹅兽，还挺可爱呀。这话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他是老年痴呆吗？什么老年痴呆？听说过大智若愚吗？我这是脑中有大智慧，选择性遗忘一些毫无用处的人生细节。哎呀，我又忘了，不说话会更有气质，否则别人只会觉得我可爱。我不要可爱，我要高冷。我们还是先走吧。不要碰下我们！再听你俩胡扯，我都快变成老年痴呆了。这是云台母树，树上有一些圣果，能提升龙的修为。这东西在外面万金难买，但现在我们分文不花就能把它摘下来。3头圣烛龙都是军级，稍稍靠近就会被察觉。怎么摘？把他们引开不就好了？白起、莫言，你俩配合一下，照我的剧本去演。哦。哇，白起和莫言这演技绝了！摘完这4颗就赶紧跑路，剩下3颗留给他们一家吧。白起、莫言，回来吧！白起，到这儿来。哎呀，男人真是无聊，看看，演砸了吧？把翅膀张开，我给你疗伤。白起，怎么样？那烛龙可是军旗，南姑娘她小伤而已，很快就好了。至于我主人，那就更不用担心了。我主人可厉害了，那大烛龙是在自讨苦吃。我去！放心，我只是把他们2个敲晕了。螭吻为始祖龙之女，只有最正统血脉的螭龙才称之为螭吻。蛮荒时期，有位女子发现始祖龙与人类灵魂可以共融，后来各种木龙祖师爷才相继诞生。那女子被称为神姬，也只有神姬后裔才能驾驭螭吻。南陵莎是神姬后裔，又能驾驭螭吻，那也许离川大陆的上古遗迹就是祖龙。那是不是离川大陆也和无土一样，从一个更大的世界陨落，甚至比极天大陆更古老？可画师的神凡和木龙师的能力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，除非画师小姨子和木龙师小姨子是一体双魂。那云姿呢？时而坚韧，时而柔软的云姿，也是一体双魂吗？木龙师和神凡能力不能共存，所以你与南陵莎一体双魂。他是神凡者画师，你是木龙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呆木头，终于反应过来了。那云姿呢？她也是一体双魂吗？是，黎云姿与南陵莎是双胞胎，我是南雨梭与青化是双胞胎，比他们小几岁。可是幼年时遭受变故，灵魂只好分别栖息在2位姐姐体内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提醒你的伤心事。没事，我再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，
在地牢中跟你那个的，不是凌云姿哦。什么？不是云姿？难道是？就是他体内的另一个灵魂啊，星化。不可能！星化是预言师，他没有自保能力，所以才会被困。就算如此，我也相信地牢里的是云姿，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。切，爱信不信，反正凌云姿很快就到皇都了，到时候你自己问他。难道地牢中真的是离星化？那我和云姿刚建立的关系又该如何延续？后来和自己相处的都是云姿吗？还是也有星化的存在？云姿马上就来皇都了，我又该如何面对她？好乱呐！早知道就不瞎猜了。这个小姨子简直是个魔鬼啊！别愣着啦，我刚才在那边发现了一处云井，是个绝佳的修炼地，可以让我们的灵域成长速度暴增。那么多龙都想要争夺的地盘，我们想要在那里修炼，难度不小。我们一人进去修炼，一人驱赶那些龙兽，守护在旁。你守一日，我守一日。可以。哼，坏男人，都不知道让着点。雨色姑娘有劳了。谁与你说我是南雨梭？你是南陵纱吗？你只有1天时间，抓紧吧。这云海灵岩纳气方式不错，我的领域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？哇，我的领域广阔了好多倍，而且终于形成了源泉领域，可以自行产生灵气了。看来白起最近几天就可以进化到完全期了，而且大黑牙、清浊修为速度也变快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也可以踏入到军级，灵气吸收的速度提升了差不多50倍。算算时间，该换南姑娘来修炼了。小石吃，喷他！南姑娘，换我来为你护法吧。说好1天。时间还没到吗？没关系，我多守一会儿。笨大人，都2天过去了。要不是我跟南陵纱交替着驱赶群龙，你早就成群龙肚子里的美食了。不好意思，那我也为你守2天吧。昨晚有一9000年魔灵十分凶恶，险些伤了我的赤龙，小嫦娥精通治愈，就留给你啦。放心，我的实力你见过的。对，笨大人，你快帮主人出气啊！就是他，总是不怀好意的盯着人家，好讨厌了。看来他对你很感兴趣啊，鹰和雕都喜欢吃兔子。啊，兔兔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兔兔呢？放心吧，我帮你搞定他。把他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，让他变成兔鸟。他过来了，快把他的羽毛剃光！莫言，让他尝尝你的厉害。没想到这燕关金雕还挺硬，连莫邪都伤不了他，还是先拉开距离，试试远攻。莫言，退！小心他的第3只眼！剑灵龙的实力还是太强了些，7000年的魔灵都完全招架不住。如果应对9000年的魔灵，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。看来莫爷刚才的实力暂时震慑住了这些魔灵与龙兽。虽然这里不是云海灵眼的中心，但灵气也很充沛，不多吸收点实在是太浪费了。快追啊！你怎么坐下了？别让大兔鸟跑了！我要吃烤大鸟！哎呀，别闹，我们不能离开这里。不然南姑娘修炼会有危险的。对啊，我差点忘了，还得保护主人呢。有莫爷在，其他魔灵与龙兽应该不太敢再过来。你别打扰我修炼。这是白起要进入完全期了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不是说别打扰我吗？又怎么了？你看，那个大兔鸟又回来了。他在说什么？哼，这个大秃鸟竟然不服，说叫帮手来了，
让咱们跪下道歉。哼，还是没长记性啊！莫言，去，再让他尝尝你的厉害。他在喊救命，嘿嘿，快追上他，吃烤大鸟！不对，有问题。既然叫来了帮手，又怎会害怕求助？莫言，快回来！这个大笨鸟还找帮手，结果被自己的帮手吃掉了。这是……妈呀！昨夜险些伤了大赤狮的就是这个大家伙！笨大人，你快揍他呀！放心，看我的，莫邪！刚才莫言轻易就击败那眼光金雕了，可这天蟒却毫发无伤。没想到7000年魔灵与9000年魔灵的实力差距居然这么大！啊！糟了！莫言传来讯息，这红鳞天蟒竟有一个无限之位，莫言根本无法破体而出，看来只能从外面击破这红鳞天蟒了。你的剑怎么被那蛇吃进肚子里了？看来我们得向你主人求救了。哎，白起进阶了！白起，看你的了！原以为白起还需要再沉睡半个月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最后的蜕变。正好这9000年的天蟒可以给冰城白龙磨磨爪。小样，还想利用蜂蛹把白起给吸进去？白起，用冰城龙息喷他！莫言，时候到了。抓住他，不要让他逃了！莫言，不用追了，他最值钱的灵皮已经到手了，还是保护云海灵眼更重要。看样子，白起应该有中位军级的修为了，加上莫言，我也算是有2个中位军级的龙宠了。小白龙好厉害啊！不过莫爷得渐醒才能发挥出中位军级的实力，还是得多跟莫爷练习一下默契度。就从御剑飞行开始练习吧。莫爷，你腾空的时候不要那么突然啊！哎呀，我的老腰啊！再来，对，这边。好的，就保持这样。南姑娘好像修炼完了，莫言，我们下去。莫言，你冷静些，别这么突然就俯冲啊！冬玉要燃尽了，看来马上得离开这云之龙国了。哎呀！你，好羞羞，好羞羞！好爽啊！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。我在洗澡，别随便不敲门闯进来啊！哼，你个臭小子，脑袋里就想着姑娘。那个，我这不刚从云之龙国回来吗？准备洗个澡就去见老爹你吗？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你小子少贫嘴。啥消息？是好还是坏呀？黎川已经被封国了，现在可以叫做黎川国了。真封国了？那黎云姿岂不成国君了？他现在在哪儿？黎云姿没有选择当国君，
他当了黎川国师，他们一个姓程的统帅当了国君。还记得我吗？程叔就是我哦，现在是黎川国主。程统帅吗？貌似也不错。听说这人是云姿的心腹，十分可靠，而且某种意义上说，国师比国君的影响力还大。这样云姿还可以退居幕后，还蛮不错的。老爹你怎么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真不愧是我祝天官的儿子，威武霸气。老子的形象啊！慕容师每周6 10点更新1集。这边的事终于尘埃落定了，可惜云姿没来封军，看来我得回黎川大陆一趟了。原来是灵莎姑娘，你也来泛舟吗？是有什么烦恼的事吗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云姿没有来参加封军，那我们也没必要熬到年庆了。等休息几天，我们就回黎川，怎么样？我想四处走走，暂时不回黎川。啊？那我们可能要先分开了。灵莎姑娘一人行走在吉廷大陆，记得多加小心。哦，对了，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要不要我推荐几个？说来听听。灵莎姑娘可以去雪河国看看，那里有数之不尽的雪舞蝶灵，或者万城也很不错，那是在泥海的一座边城。咦？这什么情况？不是一体双魂吗？怎么会有分身术啊？看来他都告诉你了。不对，我身边的是云姿。我居然没认出娘子，娘子为啥不说我认错人了？是在试探我吗？还好我没有越界，这可比大比独占群雄还惊心动魄呀！怎么，不希望我来？当然不是，我是太激动了。我和灵莎说会儿话，一会儿再去找你。不好了！两位姐姐吵起来了，你快去看看啊！哎呀，就是女君姐姐和南陵莎姐姐在争执些什么。总之一看就感觉两个人针锋相对，关系不和。你偷听别人谈话啊？我刚巧路过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哈。玄姿和南陵莎不和，可之前的种种事情，难道是星化？也许南陵莎只是与云姿不和，但与星化却感情极深。你站住，跟你说点事儿。啊，啥事？我就说灵莎姐姐性格时冷时热，很奇怪呢，原来是一体双魂的原因啊。是啊。你刚说云姿和南姑娘吵起来了，不一定是灵莎姐姐，我再去看一下。你是女君姐姐？你们先聊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和灵莎姑娘吵架了？没有，我们相处的方式一直这样，习惯了。不过，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。拜托我？什么事啊？你应该也知道了。我和星化是一体双魂，所以我不可能一直占据着这具身体。星化有没有自保能力，在永城才会被有心人趁虚而入。那也真的不是云姿吗？不，朱明了，你只要知道，养蚕的小屋、回祖龙城邦的路上，以及荣古城，现在、往后，与自己一直走下去的都是李云姿，这就够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放心吧，你们的秘密我是不会说出去的。我相信你。云姿，你手好凉，气息也这么弱，你的伤不是好了吗？我没事。云姿，你怎么了？云姿。慕容师每周6 10点更新1集。魂创，治不好
命不长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能力，是燃魂献祭的代价。你们真是神迹的后裔？燃魂献祭？燃魂献祭是从我们母亲身上继承的秘术，以燃烧命魂、祭献天地的方式来获得神法。黎云子为了打败瑞国，用了这种秘术，导致灵魂受损，一路强撑着来见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应该陪他一起留在黎川大陆，抵抗瑞国军队的。你不用自责，若是没有你在大比中夺魁，就算他抵挡了瑞国，被其他势力拿了坐镇权的话，只会更悲惨。是啊，祝明朗，你也不用担心，这世间奇物有很多像这种命魂虚弱的状况，其实还是有办法弥补的。什么办法？老祖母和我们说过，一旦我们使用燃魂献祭，就需要寻找神骨登玉来弥补灵魂流逝的代价，否则活不过25岁。25岁？不行，事不宜迟，我得赶紧找到。哪有那么容易？母亲献祭了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灵魂分别寄居在了南陵沙与黎云姿身上。要是当时有神骨登玉，母亲可能也不会死。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境地，却从未在黎川大陆上找到过神骨登玉。当然找不到，传说神骨登玉就是最初神龙教派的神谕，有操控祖龙的神机之长。后来神龙教派分裂，诞生了紫宗林、苍龙殿、古龙宫、神凡学院、驯龙学院等诸多势力教派。神骨登玉被分成了数块，成为了各大势力最权威的象征。同时，一些千秋万代的国家也将神骨登玉作为玉玺，代表着至高王权。各大势力的瑰宝和国家玉玺王权的象征，那皇都应该有吧？这种东西，除非面对生死存亡，不然不会轻易交给别人。什么王权的象征？皇都里有什么？祝明朗，你怎么了？好像一副不开心的样子。她本可以像其他女子一般，在别院中静看花开花落，却一直在战场中透支着生命和灵魂。好不容易一切都平息了，老天却突然夺走她的时间，夺走自己和她相处的时间。你们照顾好她，我去问问我爹。什么？我到手的儿媳妇因为使用秘术损伤了灵魂，马上要香消玉殒了。眼下只有神骨登玉才能救她，皇族手上应该有吧？皇族真没有。你也知道云之龙国的存在，使得登玉变成了极其稀有之物。皇族若有神骨登玉，怕是早就用来从云之龙国获取资源了。那怎么办？其他势力和国家应该有吧？这个嘛，毕竟是传说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难道说云姿真的没救了吗？我可爱的儿媳妇就真这么没了吗？儿媳妇？媳妇？对了，儿啊，妙山剑宗你娘那儿一定有。当真？当初我迎娶你娘，唯一一次被允许踏入妙山剑宗，看到过一座古塔，里面存放着一块非常稀有的登玉。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现在仔细想想，那好像就是神骨登玉。我这就去找我娘。儿啊，等一下。慕容师每周6、10点更新1集。你也知道，妙山剑宗是不准男人随便上山的，更何况你是上山要人家宝贝，此事得从长计议。这该如何是好？这样，你让吴峰给你弄一张拜帖，以瑶山剑宗的名义去妙山剑宗，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再拿走他们的神骨登玉。偷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娘是妙山剑宗的执掌之一，你拿你娘的东西，能叫偷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我万一被逮住了怎么办啊？
没事，被逮住了就说是我授意的，让他来找我，或者让他叫我去赎你。这样我就能见到你娘了，能见一面，事情就有回转的余地。我怎么感觉你是为了达到你龌龊的目的在坑我呀？胡说，老子能坑儿子吗？这明明是双赢嘛！再说了，我想见自己媳妇儿，哪里龌龊了？你们苗山剑宗以飞剑派为主，而我们瑶山剑宗则以斗剑派为主。说起斗剑派，我们瑶山剑宗最出色的，当然就是……咦，你来了？你们斗剑派最出色的是他。呀，大家都在啊，这最出色可不敢当啊。当然不是，我们斗剑派最出色的是祝明朗的师傅祝雪痕。无风师兄，这一次我过来，其实是想去拜访苗山剑宗，学习一下飞剑流派。没想到苗山剑宗的几位师妹也在，正好可以当面征询你们的同意。小师弟所言极是，我们剑修不能固步自封，这次刚好可以交流一下我们两宗的剑道心得。吴师叔这些日子只是为我们粗略地讲解了部分瑶山剑宗的剑道，我们便受益匪浅。如果能深入交流，定然能让我们的修为大有增益。梦如这就去请示长辈，促成此事。那就有劳几位师妹了。祝师兄说笑了，按理说您可是我们苗山剑宗的小少主呢。想当年独闯苗山剑宗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被狂揍。师叔，我也要去。这我说了不算，你得问你小师叔。小师叔，把手拿开，老子不吃这套。我去，带带我嘛！你小子不应该是清高自傲的样子吗？画风突变啊！哎，得，带上你，你快放开我！师兄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收拾行囊啊！苗山剑宗美女如云，师兄我，苗山剑宗强者如云，师兄我快40的人了，也想领教下苗山剑宗强者的剑法。说什么不能固步自封，要交流剑道心得，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？果然，骚还是师叔骚啊！苗山剑宗路途遥远，空中飞行，风大气寒，对云姿身体不好，看来要多费点时间走陆地了。也不知道云姿现在怎么样了。云姿，你醒了？没事，接住了。你是心化姑娘。云姿从不会躲闪我的目光，所以她是……对不起啊，我刚才一时认错了人。没关系。我们明天就要离开皇都了，我本来为云姿准备了一些龙兽车驾。她暂时不会醒过来，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她只是需要休息，往后醒着的人可能都是我。哦，好，心化姑娘也看上去很虚弱，还是早些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明天出发，可以从皇城北门出城吗？可以啊，但苗山剑宗在西边，走北门会绕很多路。不过，既然是心化姑娘想走北门，咱们就走北门。他典当至深夜，就是为了救活一株小小的兰花吗？两位姑娘起得真早。祝明朗，这是心化姐姐，你可不要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哦。雨梭，不要无礼。没事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南姑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小姨子真是调皮呀。祝公子，刚才我和雨梭提起了祖龙遗迹的事情，那里应该也会有神谷灯玉，而且你们都是木龙师，遗迹中有许多对你们修行有益的灵景。这一路上若有发现祖龙遗迹，我们不妨去看看。可是我们没有线索，很难找到祖龙遗迹的入口吧？不会啊，心化姐姐可以观心寻觅。对啊，心化是观心师，难道昨晚她是在观心寻找古神灯玉？如果真的找到，那云子就可以早点醒来了。苗山剑宗的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，该出发了。好，咱们走吧。大哥放心，有我在，
今天一定将祝门那个小混混活擒到少聪墓前，为少聪报仇。许久未见，您是才从战场中回来吗？你来的正好，帮我去打听打听，妙山剑宗和瑶山剑宗的人从哪里出了城？我大清早巡城的时候，看见几个剑姑从北门出城了，走了有些时候了。统领是要拦截他们吗？那祝门的臭小子，杀了我侄子，我岂能饶他？可恶！他们回妙山剑宗不是往西走吗？还真是狡猾呀，竟从北门出去了。从北门出来多绕了一些路，原本现在应该抵达原边城了，那里有一大段可以飞行的路径。对了，我们为什么要从北门出来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呢。这个嘛，其实是……少爷，您伯父让我提醒你，浩家有一名叫做浩兴盛的皇家统领，正在沿路拦截你。今早他们就派人在西边城门把守，打算把您掳到浩少聪坟前谢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公子，这是我们祝门在吉廷大陆各大城池、国都、要塞等地的分布图，您有需要都可以前往。好，你回去吧，我这边不会有什么事的。你不会预知到了有人拦截你吧？你猜？姑娘真的预知了有人拦截我们的事？我只知道会有麻烦，具体是什么，并不知道。那能算我们此行凶吉吗？比如说，能不能拿到神果灯玉？我们能拿到，但代价是什么，无法预知。姑娘是如何预知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？有些将来会发生的事情，会在我沉睡时如梦境一般浮现。那姑娘怎么区分是梦，还是真正会发生的事情？需要等待预兆，或者去发掘预兆。梦里发生的事情，一些细节会停留在我的脑海中。当醒来后，那些相似的细节与现实吻合，那这个事件就会真的到来。出现的预兆越多，它发生的就越快。能举个例子吗？以往我们在做很平常的事情时，比如说喝水时，杯子里的水洒了；散步时，一只鸟儿闯入视线；亦或者，你现在正与我交谈。忽然间，我们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就像这件事自己经历过一次。昨天你误将我认成云姿，这一幕让我似曾相识，由此也推断出接下来在我梦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也是会真实发生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走了西门，有人受伤流了很多血，可惜这些画面是残缺不全的，像碎片画卷，所以我才建议从北门走。眼前的人明明就是云姿，可他的语气神态，他的心性与云姿截然不同。是啊，离心化和云姿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只是弃用一个身体。怎么可以这样盯着人家看？那能算姻缘吗？能。怎么个算法？你想知道谁的？当然是我自己的啊！不，别算我的，算云姿的吧。哎呀，要不还是别算了，人生会很无趣的。心化姑娘的笑容好温和啊，没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冷感，像是一位暖心大姐姐。心化姑娘，这样问可能有些冒犯，但我还是想知道，既然你可以预知，那么无土永城的事情，你不是有办法可以避免的吗？你想过吗？为何正巧是你？姑娘，难道改变了命运？我不是神明，难以改变命运。有些事或许避开了，却可能演变更悲惨的事件。现在这个结果，对我们而言已经是最庆幸的了。公子不是想知道云姿的姻缘吗？永城就是答案。姑娘的意思是，即便我不出现在地牢中，我和云姿还是会走到一起。我知道了。夜深了，我不打扰姑娘休息了。云姿并不知道这些，此番话，心化只是对公子说的。谢谢心化姑娘的坦诚。她真的什么都没有改变吗？或许最终的结果没有改变，但命运的细节却有所不同。倘若地牢中的不是自己，那于云姿而言，将会是一段痛苦不堪的记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去地牢吧。这一幕亦是似曾相识。
这里栖息着一群铁鹰，我们就这样从空中飞过去的话，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侵略者，云集起来攻击我们。所以等大家休整完毕，我们只能先从地面穿过这片草原了。好，就依师兄说的办。姑娘，这会儿妙啊！在下云中河，曾在机关城中和姑娘切磋过。为啥他一副你是谁，我认识吗的表情？难道手下败将都不配拥有姓名吗？哦，怎么了？你看到了什么？可怕的事情，在旷野的尽头。你是说，你梦到了可怕的事情，和咱们现在经历的似曾相识？已经发生了吗？很模糊，我看不清。我去看看。可是，放心，你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吗？怎么了？我要去旷野尽头看看。这么突然，难道星化姑娘又预知了什么事情？我陪你去吧。念念，你和星化姑娘说说话，我和灵莎姑娘四处走走。哦，好嘞。我有一些疑惑，星化姑娘梦中看到的事情，都是与自己有关的吗？不管是与她自己相关不相关的事情，都会时不时地闯入她的梦境。在梦里，她甚至会扮演悲惨者之一，感同身受，直到醒来。这岂不是很痛苦？如果是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能够及时制止的话，这个梦境折磨就会消除。若真实的发生了，那种痛苦会像冤魂恶鬼一样，很长时间都萦绕在他的心中，日夜难眠。这就是预言师的代价吗？星化存在着预言反噬，所以大多数时候他都处在一种无意识的沉睡之中，这样他才不会看见那些不该看见的事情。这一次黎云姿受创，怕是星化这么多年来醒来最长时间的一次了。这一次会是他最漫长的煎熬。如果处理掉闯入星化梦境中看到的预言事件，就会消除反噬带来的痛苦。最好能阻止悲惨事件的发生。他会梦见的多数是惨绝人寰的事情。原来如此，云子曾说要拜托我一件事情，可惜没来得及说出口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了。云子，你放心吧，这段时间我会帮你保护好星化姑娘的。这堆石头好像在围着什么。他们都是奴隶。这是邪恶祭坛。我记得辽源西边有一座奴隶城，那里专门贩卖亡国奴隶的荒野部落族群，恐怕是哪个邪恶教派将奴隶运送到这里，然后挖盐宰杀，供奉邪物。星化看到的应该是即将发生的事情，可这里明明已经……嘘，你看，这些血质正在化龙。这些血质原本就是靠吸食人的怨念诅咒之血为生，一旦全部成功化龙，不知会祸害多少生命。才刚化龙，就有龙将的气息。青竹，净化了他！青竹，别让他跑了！净化了这片土地，也可以防止邪恶生灵的出现。这样的邪物，能在它诞生之前将它铲除，就是最大的行善了。大概上苍怜悯苍生，却无暇分顾，所以才赐予星化姑娘预见灾厄的能力吧。你将那些积怨也去了吧。得令。这魂珠还留有化龙时的退灵之气，很适合助灵兽跨越龙门用。只可惜戾气太重，不适合我的龙，只能卖了。处理好就回去吧。你们两个独自离队，去做什么了？师兄，您见多识广，正好有事相问。我和南姑娘发现一处山岗祭坛，许多人双眼被挖去，丢入血池之中，似乎是在血祭什么。传说有一座魔城，供奉的正是无木神。这些供奉者被称作无木教派，
他们认为世间一切暴虐、罪恶和冲动，都是源于眼睛，是眼睛在蛊惑着人的思想。当然，这是他们明面上的说法。事实上，他们经常强制一些人入教，并割去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丧失自理能力，最后只能成为他们教派的奴从。独木教派，离川大地有些偏远的部族，落后而愚昧，有些图谋不轨的教派，就借助一些看似神迹的现象，大肆敛财，或者用邪神思想给人洗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教派还存在一些秘法，能让教派内的人短时间变强大，或者从普通人直接变成慕容师和神反者。然而代价令人万劫不复。如果你想弄清这件事，我们可以改到卑城落脚歇息。无木教派在那里应该有一个老巢。如果不把事情解决，星华遇见的噩梦大概也不会结束吧。不能让他继续难受下去了。好，我们去卑城。我会找合适的时机和妙山剑宗的几位剑姑们说一下，驱逐邪教这种事情，他们也是义不容辞的。那就出发吧。完了，龙粮又快不够了。没事儿，前面刚好有个集市，没准能买到些龙粮。太好了！瞧一瞧，千里迢迢运来的俘虏，这可是贵族一家呢。家奴、族人、小姐一起，只要10万金。将军，您看，那不是女君凌云姿吗？真的是她。将军，我们求求她吧。左龙城邦已经立国，成为了吉廷大陆的一部分。她现在可是黎川国的国师。那怎么行？我们当初反对她立国，而且我们好歹也是……算了，只要能让族人都活下来，低头屈服又能如何？要不是因为当初凌家好面子，不肯支持黎云姿立国，城池也不至被践踏，族人沦为奴隶。女君殿下，救救我们！瞎嚷嚷什么？女君殿下，救救我们！去看看吧。这些人从哪儿运来的？黎川大帝，公子可有兴趣？只要10万金，便可把凌霄城邦林家所有知书达理的姑娘带走哦。林家呀，不好意思，没兴趣。他们就是当初逼迫云姿做妾的那帮狗东西，我们当没看见吧。我买了。这可是10万金啊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吗？姑娘好眼力，这些可都是上等奴隶。请问送往什么地方？送回黎川大帝，和祖龙城邦的男士说，这些人以后就是家奴了。如果途中死了几个，或者缺了什么，我就把你们奴隶营铲平。没问题，您家路费一切好说。我们营专门做这生意，绝不可能出差错。小姨子可真有钱呢。多谢女君，多谢女君殿下，我们以后做牛做马报答您。灵陀，你过来，正好有些事情想问问你。主子有什么吩咐？我问你，最近有看到一群奴隶被拖出城外杀死吗？甚至动用挖眼酷刑的。3天前，有一群奴隶往东面逃跑，后来听说他们被逮住，直接就地处死了。至于有没有被挖眼，奴仆不知。那些奴隶是谁的？好像也是狼牙营的。不过那些奴隶即便不逃跑，也是死路一条。为什么？主子去后背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后背那边有很多人把守，入夜之后去看比较合适。好，现在看来应该是一群奴隶出逃，在山岗附近被逮到，随后被无木教派的人宰杀，当作祭祀了。可为什么灵图说这些奴隶本来就活不成？这大晚上的，到底要去看什么呀？什么祭祀？哎呀，好像是白天被卖出去的奴隶。哎呀，灵莎姑娘，你就不能等事办完再换人吗？又要跟玉梭从头解释一遍了。嘘，到了，好浓重的血腥味儿，气味是从背后面发出来的，我们去瞧瞧。救命啊！里面居然有一只智龙，恐怕情况已经有上尉军级的实力了。不行，我撑不住了。
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姐姐这是怎么了？脸色好差。没什么，只是刚刚看到了恶心的东西。叶松，你们看到什么了？我们之前在山岗上的祭坛里看到了一群血质相互吞噬，正利用血液与杀气化龙，和我梦中的一样。而在巨碑后面有一个血池，像冥盆一样聚集了不知多少邪煞，从而诞生的智龙，那恐怕已经是一条血质邪龙。又是无木教派吗？这般邪魔毒教，铲平了便是。这位是？我的一位师叔，名叫白秦安，有礼时刚好遇到我们，准备跟我们一起回苗山剑宗。这些人甚是狡猾，杀的全部都是奴隶。如此，我们无法找到正当理由将他们完全铲除。直接动手，无木教派的人怕是都不会现身。公子，无木教的事情尚且搁置，眼下有个更要紧的事需要提防。什么事情？安王和赵颖阁调集了一批死士，由浩兴盛率领，正在追踪您的行踪，欲将您挟持，用来逼迫裴国。裴国？老爸在那里培养了一支黑铠精锐大军，强大到可以踏平任何4大宗陵、6大族门以外的势力。安王是想借此兴风作浪，还是想将黑铠军揽入麾下？浩家还真是背锅侠，那些死士都是没有身份的，若是暴露了，最后也是由浩家来承担后果。安王赵颖阁则可以继续躲在后面，真是好算计啊！公子不必担忧，那些死士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对了，查清楚是谁走漏了我出城的消息吗？查清楚了，是在皇族庭院内服侍几位苗山宗弟子的管家。我们确实当着那位管家的面说了那天的事，抱歉啊，朱师兄，是我们大意了。放出风去，就说我们明晚会去碑墙后面打探情况。借刀杀人吗？属下这就去办。这位大姐姐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其实我也没怎么见着过。原来这一路上我们都有人保护啊！不过出了皇朝境内就没有了。教主，新的一批奴隶到了。无木教的人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别怕，痛苦很快就会消失的。解脱吧，投入无木神的怀抱。大人，我们帮您。不用，这种事情我就喜欢亲力亲为。以前我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修脚人，不小心将一位贵族的脚趾弄出一点点血丝，他的手下就将我的眼睛给挖去了。起初我在挖人眼睛的时候也笨手笨脚，那些人总会发出惨叫声。慢慢的，我的手法娴熟了起来，眼珠子在我的刀上，那人过了几秒钟才意识到疼痛。原本可以直截了当处死这些奴隶，却要活生生的挖走他们的眼睛。这群人真是心理变态，就不能死了再挖吗？当然不可以，死了再挖，又怎么可以体会到无木的真谛呢？没了眼睛，你们就看不到恐惧；没有了恐惧，你们就无所畏惧，无所挂念，心才可以看见真正的神明。可你是因为手艺不精，被迫让人挖了眼睛，又不是自愿侍奉无木之神。还有你们其他人，一个个眼睛不都还在吗？有什么资格执行这项神圣的仪式？不如你们先挖，我们再跟着一起，大家共同侍奉无木之神。可以执行挖眼的，只有我一人。大人不好了！什么事等我割了这家伙的舌头？呸！先挖了他眼睛再说。有一群高手把我们的碑墙给包围了。知道来历吗？我知道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乃皇室世子赵颖阁，本世子盯着你们这群邪魔恶教有些日子了，
特派高手前来灭教，保护祝公子。祝公子，他不是叫赵尹格吗？祝明朗就在里面，给我杀进去！不惜一切代价将人拿下，死的也可以。杀！居然敢耍老子！给我杀了他们！别跑！一个活口别留！杀呀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邪气这么重！就凭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也想灭我们无木教？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的无木龙神！四阳邪龙，你们祝门竟违背天道！什么祝门？你们这群皇族的走狗，也妄想与我们万年不灭的无木教抗衡？哼！既然来了，就都给我们无木神龙做贡品吧！这些有修为的人，吃上一个顶100个、1000个，还要多谢世子送来这么多美味的龙粮啊！你们先逃出去。公子，我们动不了了。飞扬，先带他们离开。幸好头师问路了，不然鲁莽行事，即使有吴峰和白清安2位长辈在，怕也会有所伤亡。先杀了他！他不是瞎子吗？怎么这么准？真以为老子怕了你不成？祝明朗，拿命来！好统领，你来的正好，将这邪龙给斩了，本世子重重有赏。抱歉了，老号，先让你吸一下火力哈。真是太小瞧我们无木教了！先灭了你这手下，再将你剥皮抽筋。谁是他手下？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！不好，先撤退！我的信徒们，敞开你们的怀抱，接受神龙的赐予吧！我可不信你这歪门邪教，少拿这些东西恶心人！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救命啊！妈呀，快逃！杀！这邪物入体已经完全寄生魔化了，事情有些难办了。啊，白前辈，飞剑，剑术。这是飞剑剑术，或许可以让剑灵龙试一下，应该可以模仿出他的剑韵。剑灵龙，学会了吗？这哪里是飞剑，完全就是胡砍乱砸嘛！剑术讲究一沉一硕，沉时如前蛟深藏潭底，却蓄势而发；硕时如龙腾虎跃，要迅疾，要精确。这样，先沉于前。剑消失了。出剑如夜幕雷霆，毫无预兆，破晓万物。原来如此，先沉于前。剑术，多谢前辈指点。整个秒山剑宗都没有能只看2遍就掌握飞剑要领的人，这祝明朗果然是剑修奇才，千年未得一见。前辈，这无木邪龙实力强横，不如我们联手铲除，免得再生祸端。白起。剑灵龙，上！速战速决！可恶！
居然能通过血水治愈新生。白起，快冻住那些血！谁也阻挡不了我！谁也阻挡不了我！砍了他的如处。御剑，剑灵雨。该死，怎么会这样？武墨邪龙可是军级邪龙。罢了，留得青山在。哼，小小邪教，跳梁小丑罢了。哼哼，好刀法，不知阁下师从何处？做一位江湖逍遥自在的侠义刀师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给某些权贵当狗？此人身上气息甚是隐晦，我竟然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。要是刚才他一剑刺下，我必死无疑。他是不屑于偷袭吗？少废话，反正今日杀祝明郎也是杀，多杀一个也无妨。今日就让你的亡魂永远囚于我的刀中。将魂魄囚禁于刀中，噬刀门吗？噬刀门曾经也算是与我瑶山剑宗齐名的宗派了，难怪会逐渐没落。原来门内竟是你这样趋炎附势的走狗。他为什么将剑鞘扔上半空？难道他的剑鞘中另藏玄机？看来得留心他的剑鞘。看剑！该死，被他抢了先机躲不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以力破力。来得好！不对，这家伙一定藏了后招。对了，是剑鞘，这剑鞘一定是他的后招，可惜已经被我看穿了。你在看什么？不好！不对，他没有暗藏玄机，而是精准地计算出了剑出鞘和剑回鞘的时间，然后在这个时间里击败了我。看来王府吞并了不少势力，也不知是不是整个噬刀门都成了安王的附庸，还是只有这家伙投靠了王府。看来得提醒一下祝天官了。祝明朗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。白起，好险好险！看来还得多和剑灵龙训练默契度啊！不好！白起，快阻止他！绝不能让他继续残害城内百姓！畜生，休要伤人！来，前辈，小心！前辈没事吧？没事，这邪龙怕我剑炎上的云火，它伤不到我。原来如此，这样的话，前辈，我有一招可以将这邪龙一举击杀，请您为我护法。好。剑灵龙卷起的可是上古炎纹剑中蕴藏的天火，可不比云火差。这是天火。前辈，借你剑一用。剑炎，你没事吧？唉，没事，只是稍微用力猛了点，缓一下就好了。果然现在用这招还很勉强啊。不过好在终于灭了这邪龙，这可是军级的邪龙，魂珠品质一定非常高。虽然自己用不了，但拿去换的话，估计可以换取一座比较富饶的城池了。这就叫替天行道，收获颇丰。浩兴盛好像逃走了。没事儿，有人会处理他。祝门
可不是任人揉搓的玩物。吴堂主，我们各写一封书信，将这悲长的事情汇报给4家掌教吧。此事确实令人后怕，我正有此意。太可怕了，还好那条邪龙被杀了，不然咱们恐怕都得死。可就算邪龙死了，我们也没有好日子过呀。就算是奴隶，也不能这样随意被人宰杀，这不仅有逆人道，更会让那些邪魔之士有机可乘，到头来祸害的还是吉廷大陆的子民。这座悲城的城主多半也与此事有关，我得把事情告诉伯父祝余山，让他好好查查此事。在皇朝境内就这样，真不知道那些偏远地区还会有多少这样的罪恶之城。那些卖奴隶的庸影也都是一群唯利是图的人渣，这件事和他们脱不了关系。庸营背后的势力基本上都是一些国家军阀，想要整治那些庸营，除非推翻奴隶制度，这可不是我们能左右的。如此看来，黎川大陆还是很美好的，至少云姿统治的吴土与左龙城邦没有出现过这样恶臭的城池。可惜云姿受了伤，不然顺便能把瑞国统一了也不错。终于到淼国了，大概还有4、5天就能进入淼山剑宗了。淼国也被称为花国，他们的国师甚至被称为花神，所以随处都能看到各种花卉。这些花都好漂亮，好香。你们这里是在举行什么节日？好多的人和灯花呀！花开堪折也不是节日，只是每年一次的朝煦时节，其他国家的那些男人都会来此跃跃欲试。朝煦？淼国一直都是如此。公主、郡主到了可娶之年，就会进行全国朝煦，一般都放在秋天枫叶红时的季节，然后封地的公侯也会效仿。渐渐的，民间的女子们也会在这个时节朝煦，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种情况。小师弟，我听说你爸妈就是这样相识的。他们不是包办婚姻吗？是包办呢，但好像是你祖父指定了淼山剑宗的孟掌门，也就是你的母亲。孟掌门要求祝天官参与这花开堪折朝煦节，从中脱颖而出，才肯答应。原来是这样，唉，可惜老妈一心寻逆剑道，终究是离开祝门回到了淼山剑宗。估计现在她连我叫啥都忘了吧。大早上的怎么这么吵啊？那位就是落水公主，这一次花开堪折秋节的月魁。天哪，戴着面具都这么美，好想摘下她的银玉岩饰，看看她的真容啊！是哪位小姨子呀？早啊，公子，我看见神谷登玉了。是原始小姨子，也只有仙化姑娘会称呼我为公子了。真的吗？在哪里？是在那些金粉枝桠上吗？不是。怎么了？在他脸上。你是说他戴着的那个银玉假面是神谷登玉？原来他是在看星化姑娘美人相惜吗？大黑牙的口粮也需要储备一些了，最近他实在是太能吃了，跟头猪似的。他可是比猪能吃太多了。祝明朗，打个赌怎么样？今天肯定不是林莎姐姐。行，实力金沙，我赌这是南姑娘。早呀。早，还真是雨作姑娘。林莎姑娘是不可能主动跟人打招呼的。钱？好吧，今天你赢了。你们两个打什么赌啦？就赌今天是哪位姐姐而已。那个，我去补充必需品啦。你们每天都赌？路途枯燥，所以就……这是上等金主，我也要玩。这么大的珠子从哪儿掏出来的？这个不公平啊！你肯定知道第2天是谁。那就赌7天后，从下注开始的第7天早晨。若是我，你给我1颗上等金珠；若是姐姐，我给你1颗金珠，当天结算。这他们可以自己选择醒来的时辰吗？不行。好，1颗上等金珠，赌了。哦，对了，
星化姑娘发现落水公主就有神骨登月，但她做成银玉岩石戴在脸上，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拿到她呢？这有啥难的？抢或者偷啊？真不愧是雨梭小姨子，果然思路独特，想法大胆，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。岩饰吗？一般岩饰是皇宫公主、郡主的标志，18月华之年就会开始佩戴，基本上不会摘下。那怎么洗脸？只有招了夫君，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夫君才可以亲自摘下岩饰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会招很多夫君，甚至会养许多男宠小夫的，这些多数是不戴岩饰的。至于民间女子，就没啥讲究了，喜欢戴就戴，不喜欢戴就不戴。哎，温姑娘，是这样，我们祝公子对那位落水公主一见倾心，他不好意思开口问你，我替他说。如果他想要竞选驸马，该怎么做呢？玉梭，你别乱搞事情啊，会死人的！祝公子不是已经有2位绝色之妻了吗？哎呀，男人都是这样，喜新厌旧。为了他不厌弃我们也只好无休止的顺从他的野心，是吧，姐姐？参加招婿很简单，以祝公子的身份和才华，只要前往王宫，表明自己意向就可以了。不过在淼国，哪怕是一位农家女子，也不会接受自己的丈夫有第2位妻子，更别说公主了。所以祝公子你……你别听他瞎说，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。都说了让你别不好意思，我都不介意，你别扭什么？不能再让玉梭说下去了。那啥，我听说龙女殿有很多苍龙的鳞子，我们先去看看啊。这就是龙女殿吗？感觉我们瑶山剑宗气派多了。低调低调，咱们瑶山剑宗比较低调。龙女殿是苍龙殿7殿之一，而且刚好在淼国，所以会有很多女慕龙师。3位也是来参加我们龙女殿招婿的吗？我们招婿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要强者。怎么都是招婿的呀？慕龙师每周6、10点更新1集。